梦中的女子扬起手想要抓住点什么，却撞到坚硬的壁板。她痛得倒吸一口凉气，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昏黄灯光下一片红艳艳的灯笼。等等，棺材！常欢惊得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他感到头皮发麻，猛地坐起身，身下露出一片金光灿烂的物事，差点闪下他的狗眼。这是金元宝！发财了，发财了！棺材中还躺着另一个人，一具华丽丽的尸体。那具尸体身材修长，身穿大红色锦袍，腰束金带，头戴金冠，以黄金面具覆面。陪葬2个字不期然窜入他的脑海，脑中闪过一个古怪的念头：难道我狗血的穿越了？我活了28年的堂堂古医学博士，竟然狗血的穿越了？穿越也就罢了，还是为个死人陪葬，这运气也是没谁了。不行，我得赶紧逃走，万一被人发现诈尸了，搞不好会被重新弄死陪葬。这么多金银财宝，足够下半世衣食无忧，何不顺走？反正带进坟墓也是浪费。搬完这边的陪葬品，他发现男尸身下还有另一般陪葬品，浪费可耻，要不一起顺走算了。长得这么高，真是废棺材，难怪刚才挤得我没法动弹了。常欢盯着男尸的下巴，突然涌起强烈的好奇心，就看一眼。面具下露出一张精致立体，堪称完美的绝世神颜。他看上去至多20来岁，剑眉入鬓，五官俊美，睫毛纤长宛如蝶翼，眼底一点嫣红的桃花痣，配上线条分明的绝美下颌。绝世美男！我去，这也长得太好看了吧！没想到我陪葬的对象竟长得这么好看，早知道我就不活过来了。男人漂亮的唇瓣苍白中带着丝青紫，肌肤白里透着暗青。他下意识地一把抓住男人的手。毒素未达心脉，不会还没死透吧？难道只是假死的状态？不知能否抢救一下？但是似乎耽误得太久，不知还能不能救得过来啊？唉，看你长得这么好看的份上，我便死马当做活马医，暂且试一试，能否救过来，就看你的造化了。常欢瞥见美男发髻中有一只晶莹剔透的碧玉簪，就用这支玉簪试试，万一救活了，便让你将陪葬品送我当报酬。常欢撸起袖子，说干就干，3下5除2扒掉美男身上的衣袍，露出精壮健美的倒三角形身材，8块腹肌十分发达，穿衣显瘦，脱衣见肉，身材一流，容貌绝世，这乃极品也。果然单身久了，看见男士都忍不住心动。常欢啊常欢，你可真是丧心病狂。陪葬品如此丰厚，这家伙非富即贵，搞不好门口有侍卫把守。等我救活了他，便可以带着陪葬品光明正大离开。想象着以后奴仆成群的幸福生活，常欢心里美滋滋。他握着玉簪，对准美男手腕至小腹的经脉要穴浅浅扎入，速度极快，一气呵成。这到底是什么毒啊？气味竟如此奇特。东方玄烨在针扎般的疼痛中一时一点点清醒，虽然身子无法动弹，口不能言，他却能感知到外界的一切。喂，帅哥，醒醒，快醒醒，不会真的死了吧？不，本王还能再抢救一下的。
难道气血至于心脉？要不做一下人工呼吸试试？人工呼吸？那又是什么酷刑？一只光滑细腻的小手轻轻捏住他的鼻子，接着2片温软弹滑贴上他的唇瓣，并开始有节奏地对他吹气。这便是人工呼吸？这女人恬不知耻，竟敢趁机轻薄我，真是不知廉耻，不知廉耻！想他活了25年，对男女之事向来洁癖，不但没娶王妃，连个通房都没有，他的初吻就这么没了，就这么没了。东方玄烨气血翻腾，拼尽全力挣扎，堵在心口的巨石突然一轻，呼吸一下子变得畅通无阻。愤然睁开眼，他便看见一个红衣少女趴在他半裸的胸膛与他亲吻。放肆！尔乃何人，竟敢对本王行不轨之事？本王？看来是条大肥鱼哦，声音还是个低音炮，听起来十分有磁性。长欢惊喜地抬头，便对上美男愤怒到变形却好看至极的桃花眸。哼，这家伙怎能如此对待救命恩人？长欢心里一阵不快，顿时起了调戏之心。他恶作剧般亲向他的唇，并重重地咬了一口。你不知廉耻！傻王爷，这才是亲吻啊！之前的那是人工呼吸，是在救你啊！唉，你脑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我救你一命，你不感恩也就罢了，还污蔑我对你不轨。就算我再饥渴，也不会对一具尸体怎么样吧？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东方烨气结，天下竟有如此不要脸的女人，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哼，王爷，您中毒假死，被装入棺材险些活埋，要不是我拼死救你，你早就去阎王那里报道了，是不是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啊？东方玄烨心底惊涛骇浪，脸色愈发难看，一时沉默下来。长欢顺手将玉簪插入自己的发髻，对他调侃道：大人，我已帮你排出大部分毒素，你好好养一养，应该很快就能恢复。哼，说吧，你要如何报答我？看你长得这么好看，要不要以身相许啊？东方玄烨眯了眯眼，愤怒的心情稍稍平复，少女颜色尚可，勉强能吻。你是本王的陪葬王妃？你是谁？我本来也死了，估计和你一样没有死透，死而复活。你说我俩是不是很有缘分呀？说吧，你想要什么报酬？大人，我们虽然是陪葬夫妻，不过大家都未死透，这婚姻便算不得数。东方玄烨眼神幽冷，面色愈发警惕，难道这个女人另有所图？不过我救了大人一命，您报答我乃是天经地义之事，这棺材中的陪葬品不如都送给我当做报酬好了，此后我们俩不相欠，再无瓜葛，不知大人您意下如何？东方玄烨暗暗松了口气，却又隐隐有一丝失落。这么好的讹诈机会，他真的只选陪葬品？确定不是欲擒故纵？本王同意，这些陪葬品都是你的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大人，待会儿记得擦洗一下伤口，再上点跌打损伤药，平时注意饮食清淡，很快您就可以健步如飞，祝您早日康复，福胎安康哟。大人，您笑起来真好看。您头上的金冠还要吗？一起送给我可好？这些东西啊，您留着也是晦气，不如都送给我算了。您看啊，我费了老大力气，才将您从阎王爷那里抢回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呵呵。拿去吧，棺材要吗？紫檀木的老值钱了，一起送给你。大人，这棺材呢确实不错，可我扛不动，还是留给大人您以后享用吧。祝大人您长命百岁，早日康复，再见了。大胆窃贼，
竟敢偷盗王爷陪葬品，拿命来！哗啦啦，包裹被宝剑劈开，金银财宝散落一地，砰的一声闷响，他狠狠地砸在东方玄烨身上。东方玄烨被撞得气血翻腾，两眼发黑，险些闭过气去。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你再过来，我就让你家王爷再死一次。你是陪葬王妃？你竟然诈尸复活了！不但诈尸复活，还将陪葬品洗劫一空。这要是传出去，怕是整个大荣国都要沸腾了吧？少年手中的宝剑抖了抖，厉声喝道：你到底是人是鬼？赶紧放开王爷，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我好心救活你家王爷，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他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将这些陪葬品都赠给了我。你若不信，问问你家王爷不就知道了？少年无语凝噎。王爷不是已经……这女人脑子怕不是有病吧？传说楚将军府嫡女又疯又傻，竟然是真的。王爷，王爷，您不是还活着吗？啊，您倒是吱一声啊！东方玄烨气血攻心，差点再次晕死过去。他好不容易顺过气来，使劲咳嗽了几声，这才虚弱的道：一楚，他救了本王一命，这些陪葬品让他带走吧。王爷，您活过来了，您真的活过来了。一初不是在做梦吧？可是您为何浑身是血啊？他为本王放血排毒，令本王死而复生，本王暂时无法动弹，你放他走吧。是，属下遵命。楚姑娘，现在已是丑时，我让人送你回府。一出眼前人影一闪，少女已经抱着包裹跑了出去。其速度之快，根本不像一个死过的人，生怕他们反悔似的。一出，她是谁家女儿？楚将军府的嫡女，楚长欢。楚长欢？楚将军府那个又疯又傻又丑的傻子，他怎么会为本王陪葬？一出理了理思路，硬着头皮回答：王爷，此事说来话长，您还记得在战场上身中剧毒的情景吧？那日本王追查江山令之事时，遭到魔教乱贼围堵，被对方引入圈套，且以毒粉为攻，本王中毒吐血，人事不知。魔教乱贼预谋已久，何其歹毒！后来你们查出那毒粉的来源了吗？太医说那是失传已久的江湖绝毒，7日失魂散，这世上根本就无解药，魔教定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魔教一直蠢蠢欲动，妄想推翻我大荣王朝，不知和前朝余孽有何关系？后来王爷病情加重，再无声息，太医们检查后宣布您不治身亡，皇上和太后十分悲痛。您病逝的次日，便逢楚家嫡女楚长欢病逝，他父亲楚承运主动请求皇上为您和楚长欢赐婚，愿将楚长欢许配给您陪葬。皇上怜您未曾娶亲，一人孤单，且楚将军府与您门当户对，于是便应允了你们的婚事。东方玄烨心里很不痛快，脸色黑如锅底。皇上是欺负他死了不能反抗，给他配了个傻子，真是欺人太甚。王爷，您不觉得奇怪吗？他看上去非但不疯不傻不丑，且医术高超，让您起死回生，这一切总让人觉得太过离奇。并无人看见他苏醒，你不觉得奇怪吗？本王怀疑……王爷，您怀疑死去的陪葬新娘被人调了包？他们趁机用活人换了死人？可是他们千方百计为您下毒，为何又要救活您呢？这似乎有些矛盾啊。这也是本王想不通的地方，派人盯紧他，
先不要打草惊蛇，本王倒要看看他会使出什么幺蛾子来。寒风萧萧，王爷王妃一路走好，祝你二人在阴间和和美美，丰衣足食，儿孙满堂，长命百岁。记得千万要多带些钱走啊。两位大哥晚上好啊，请问王府的大门怎么走？不好了，王妃诈尸了，王妃诈尸逃跑了。说完两眼一翻，咕咚一声仰头便倒。王妃，你放过我吧！我上有七世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儿，我是老实人，从未做过坏事。王府大门就在那边，你去阴曹地府，一定要和王爷好好过日子。小的多帮你烧些纸，您走好，您走好。我不是鬼，我是人，你别怕，我不会害你的。王妃大人，我知道你也不想少年早逝，可您既然已经去了，就好好上路吧。小弟一定为您多烧钱，让您一路顺风，儿孙满堂，衣食无忧。长欢嘴角抽了抽，只好扛着包裹向他指的大门方向走去。不好了，不好了，王妃诈尸逃跑了！我说，好好的，你为何要寻死？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小姐，小姐，是你来接奴婢一起走的吗？奴婢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女儿了。还好黄泉路上赶上了你，真是太好了。我是你家小姐，我是怎么死的？我叫什么名字啊？我多大了？你又叫什么名字？丁香擦去脸上的泪水。我可怜的小姐啊，奴婢知道你死的冤，您到了阴间，怎么还是记不住你的名字呢？万一走丢了可怎么办？长欢嘴角抽了抽。小姐，您叫楚长欢，是楚将军府的二小姐，也是楚将军府唯一的嫡女，今年15岁。奴婢是您的贴身丫鬟丁香啊，比您小1岁，这些您都不记得了吗？小姐，姑爷呢？姑爷为何不和您一起？您是不是自己贪玩，自己跑出来走丢了？这可怎么办呀？明日就要下葬，您走丢了，可如何是好啊？姑爷。长欢愣了愣，才明白对方说的姑爷是谁。哎，丁香，你先听我说，是这样的，你家小姐呢，我没死，只是诈尸而已。小姐，诈尸？您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呀？当然没死，也不是诈尸了，是死而复活。我还顺手救活了病娇王爷，他将陪葬品呢送给我当做报酬，以后你便跟着你家小姐吃香的喝辣的，我养你好不好？可您已嫁给玄烨王爷，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您这样私自离开，会被人戳脊梁骨的。您虽然只是为他陪葬，可那也是皇上金口玉言定的姻亲，您怎能随便离开呢？小姐，奴婢这就陪您回去吧。傻丫头，我既已复活，和王爷的姻亲便算不得数。再说，王爷不也还没死吗？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好端端的为何要寻死？可是有人欺负了你？自从您去为玄烨王爷陪葬，孙夫人便要将奴婢许给隔壁70多岁的王老爷为妾，可他家中已有20几房小妾，奴婢誓死不从，被管家打了一顿，关在柴房不给饭吃。后来奴婢拼死逃出，便想一死了之，追随小姐您去阴间相陪。孙夫人是我娘？我有这么糊涂的娘啊？她不是您娘，您娘于5年前过世，她是老爷的妾室。夫人病故后，老爷便想将她扶正，可楚老太爷一直不同意，但是府里上下都唤她为孙夫人，如今掌管着后院。孙夫人是老爷的青梅竹马，虽是庶女出生，却甚得老爷欢宠。除了孙夫人，老爷还有8位姨娘。丁香，现在什么朝代？皇帝是谁？
这里是哪里？小姐，现在是大荣王朝啊，皇帝万岁，高兴东方。这里是京城长安。我陪葬的王爷叫什么名字？哦，我也名叫东方玄烨，是皇帝万岁的亲侄儿，大荣国有名的战神王爷。丁香，你既不喜欢那个家，我们何不找个没人的地方，隐姓埋名过过舒心的小日子？反正咱现在有这么多宝贝，能换不少银子呢。啊，不行啊，小姐，您还不能走。为何不能走？我离家出走还不行吗？小姐，您真的不能走。且不说您出去会不会遇到坏人，难道您忘了，您上有70岁老太爷，下有8岁弟弟。天赐小公子以前为了护您，没少挨老爷和孙夫人责罚。您这次上吊寻死，他可伤心了，几天不吃不喝，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呢。老太爷一向对您爱护有加，您上吊寻死，又被老爷许配给叶王爷陪葬，老太爷气得卧床不起。您要是走了，他们怎么办？难道您不管他们了吗？什么？我有个8岁小弟弟，我娘生的，还有个70老爷爷，亲的。小姐，天赐小公子是您亲弟弟，老太爷是您亲祖父，他们都一直对您很好，要不是他们一直护着您，您不知要受多少委屈。毕竟你以前痴痴傻傻疯疯癫癫，受尽委屈遭尽白眼，别提多可怜了。我以前不是傻子吗？怎么会上吊寻死？当时你不在我身边。那日我被孙夫人打发出去办事，回来便发现小姐您已经上吊身亡。后来我听人说，您出事前大小姐三小姐都辱骂过您，老爷和孙夫人也找过您，都是我不好，若是我不出去，您就不会。唉，大小姐三小姐，我的姐姐和妹妹。大小姐是楚若雪小姐，比您大2岁，三小姐是楚若蝶小姐，比您小2个月，她们都是孙夫人所出。另外还有4小姐楚玉瑶，比您小1岁，是杨姨娘所出，她们和您关系一向都不怎么好，平时没有少欺负您。既如此，那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总觉得我不是上吊死的，而是活活饿死的。楚将军府在哪儿啊？我估计我饿得走不回去了。楚将军府就在前面，回家后我来为小姐做夜宵。都给我站住！这么晚了，你俩鬼鬼祟祟在干什么？旺财管家，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啊？是我丁香啊，我晚上饿得睡不着出来。小姐快走，她是孙夫人的人，平时没少欺负你，千万不要惹她。二小姐，你不是死了这位王爷陪葬吗？旺财，我想你们了，抽空回来看看大家，还给大家带了礼物啊。不好了，二小姐诈尸回府了！不好了，二小姐诈尸回府了！老爷，我们将她勒死，为叶王爷陪葬，她不会是心怀怨恨，回来找我们算账了吧？我怕。我倒要看看，他打算如何找我算账。活着时便是个没用的废物，让他死后为叶王爷陪葬，成为叶王妃，那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他还有何不满意的？活着时是个窝囊废，死了还能翻天不成？老爷夫人，不好了，二小姐诈尸回府了！大晚上的鬼叫什么？他在叶王府为王爷陪葬，怎么可能回来？休要胡言乱语，搞得人心惶惶。小的没撒谎，二小姐她真的回来了。老爷，长欢生前痴傻，自他娘去世后，
我们待他不薄呀，为何他死了还要回来纠缠？和王爷一起去阴间和和美美不好吗？还闹得全家人不得安宁。老爷，怕什么？他人都死了，还能翻天不成？旺财，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在装神弄鬼，故意吓唬大家？老爷，小的刚才真的看见二小姐，她穿着大红喜服，对小的说她想念大家，便回来看大家。哦，对了，还有丫鬟丁香陪着她，往她住的落雨轩去了。小的敢说假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旺财，多叫几个人随本老爷过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青天白日的，难道活见鬼不成？这个孽障，生前痴傻，令楚将军府抬不起头来，死了也让人不得安生，真是气死我了。姐姐，我就知道一定是你回来看我了，见到你我好开心呢。姐姐，你穿嫁衣的模样可真漂亮，你在阴间，姐夫对你可还好？有没有欺负你？你这次回来能陪我多久啊？今日爹爹强行让我搬离落雨轩，我太想念你，又偷偷的跑了回来。我担心你回来找不到我会着急，我想一直陪着你。可怜的孩子，竟以为他回来的是个鬼魂。姐姐舍不得你，别回来了。若姐姐真的死了，你就不怕姐姐是鬼吗？姐姐，就算你真的死了，也还是我姐姐，我又怎么会怕你呢？虽然你一向痴痴傻傻，但你从小便待我极好，自从是娘亲去世后，便一直将我带在身边，不让任何人欺负我，哪怕你只有一口吃的，也总想留着我吃。我若是被人欺负，你拼了命也要护着我，生怕我受到半点委屈。姐姐，我一直记得去年春天，李尚书家的儿子骂我是个没娘疼的野孩子，你知道之后，便冲过去将他给揍了一顿。后来被爹爹知道此事，将你打了几天下不来床。姐姐，在我的心目中，无论你是人是鬼，永远都是那个护着我、对我好的姐姐。姐姐对不起啊，都怪刺儿没能保护好你，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寻死。要是那天我不去学堂就好了。姐姐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姐姐，明日你便要下葬，我怕过了今晚便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好希望你能留下来，不要走了。刺儿，姐姐有你这个乖弟弟，真的很开心，很自豪。记住，要让你自己变得强大，才能保护好姐姐。姐姐相信，你以后一定是个有所作为之人。其实，姐姐死而复活并没有死啊，姐姐会留下来一直陪着你，直到你长大，好不好？姐姐，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再也不走了？你真的没有死，你还活着？为何他们都说你死了，正在为王爷陪葬？他们说你和王爷明日就要下葬，我真的舍不得你走。真的，姐姐怎么会骗你呢？不信你摸摸姐姐啊，姐姐的皮肤是温热的，而死人的皮肤是凉的，所以姐姐还活着。楚天赐将信将疑地伸出小手摸了摸长欢的脸，触手温暖，一点都不凉。姐姐，你果然是活的，你没有死，真是太好了。刺儿好高兴，刺儿真的是太开心了，以后姐姐再也不离开刺儿了。爹爹姨娘，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过来了呀？长欢，你不好好为王爷陪葬，怎能自己偷跑回来？嫁夫从夫，你不该好好待在王府为王爷陪葬吗？我没有死，还陪什么葬？自然就回来了。楚成韵厌恶地盯着长欢，直气得浑身发抖。没出息的混账东西！你既已嫁给他，便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就算是再死一次，你也要给我死在叶王府。现在，马上给我滚回去，哪怕守活寡，也要守在叶王府。老爷，莫不是他侥幸醒来，不愿为玄烨王爷守寡，便私自逃了出来？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楚将军府如何面对皇上，如何面对楚家列祖列宗啊？若不将他及时送回，万一皇上知道，会兴师问罪，
祸及楚将军府所有家人呀。楚长欢，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家人考虑，万万不能自私自利，害了全家呀。我们一向待你不薄，你怎能做出如此有失妇德之事？你既已嫁给王爷，就安安分分待在王府，为王爷守寡。做女人一定要洁身自好，遵从三从四德的古训呢。你们的意思，就算我死而复活，也必须为病娇王爷守活寡，虎毒不食子。楚大老爷，你可真够冷酷无情的。老爷，这孩子复活后性情大变，怕不是被恶鬼附身了吧？如此不知礼节，不敬父母，这要是传出去，得有多少人戳楚将军府的脊梁骨呀？定会说老爷教女无方，贻笑大方。老爷，孽障！今日你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楚家容不下你。来人，将她绑起来，以家法处死后，重新送回玄烨王府。爹，你不能将姐姐送走，更不能为了家族名声处死她。你们不愿意养她，我来养她。以后我从我月例中拿出1半银子来养她，她不用你们来养。哼，你现在吃我的喝我的，等你自己有了本事再说这种话。现在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讲条件，这个家还是老子说了算。他看向粗壮婆子，将他绑起来捂死，送回玄烨王府陪葬。将小公子关入书房，没有本老爷批准，不准放他出来。看来叶王爷死而复生之事你们还不知道吧？你们就这么希望他死？听说叶王爷乃中毒身亡，这毒不会是你们下的吧？楚长欢，你休要血口喷人！你怎能如此心思歹毒，忘恩负义？为了家族做点牺牲，那是你的荣幸，不要不知好歹！来人啊，给本夫人抓住他！你们谁敢过来？我现在可是叶王爷的王妃，你们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一个陪葬的死王妃，有何可惧？给本夫人抓住他！哼，孙姨娘，你千方百计为家族作想，真让我感动。你2个女儿不也是楚将军府之人吗？随便处死一个，为家族牺牲一下不就行了？何必非要牺牲我呢？大逆不道的孽障，我今日便亲自处死你！爹爹，不要处死姐姐，求求你不要处死姐姐！楚大老爷，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让叶王爷死而复生，他便将这玉簪赠予我，当作信物，说是见到玉簪如见他本人。你若不信，大可去玄王爷府打听打听，免得将我处死送回，惹恼他，治你一个大逆不道之罪。爹爹不如先派人去玄烨王府打听，说玄烨王爷真的死而复生，陪葬婚姻自然算不得数。毕竟玄烨王爷也看不上一个傻子做王妃，说他撒谎且偷了王爷的玉簪，畏罪潜逃，再将他处死，送回叶王府陪葬不迟。楚若雪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却用心险恶。姐姐真是貌美如花，心如蛇蝎啊，妹妹佩服得五体投地。姐姐莫不是想嫁给王爷当她的王妃吧？她已死而复生，你又有机会了，我看好你哦。你休要胡说，我没有。雪儿真是识大体的好孩子，就依雪儿所言，旺财，你马上去一趟叶王府。旺财领命而去。未经我允许，楚长欢不得踏出落雨轩半步。若玄烨王爷并未复活，便将他处死，送回王府陪葬。正在此时，孽畜！你千方百计算计自己的女儿，真是畜生不如！你怎么不去为叶王爷陪葬？爷爷，你终于来了！姐姐好不容易死而复生，爹爹却要将她送回王府陪葬，求求你救救她！
我不要将姐姐送回去。爷爷，乖孙女儿，快到爷爷身边来。别人不疼你，自有爷爷疼你；别人嫌弃你，爷爷不嫌弃你。我老头子今日倒要看看，谁敢将你处死，送回叶王爷府陪葬。爹，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您不是身体不舒服吗？为何不好好休息呢？孽障！你还知道我是你爹？我还以为你是我爹呢！你竟敢趁我病重，将我的孙女儿许给别人陪葬？难道我堂堂楚将军府需要靠卖王女来攀附权贵，维持荣誉吗？我孙女儿大难不死，你竟让她去为了死人守活寡？天下有你这样狠心的畜生爹吗？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楚老将军气得脸红脖子粗，胡子翘得老高，扬手咳出几口血来。爷爷，爷爷您怎么了？将军身体要紧呐，不必和孩子们置气。二小姐没事已是万幸。以后欢儿的事不需要你们操心，谁敢兴风作浪，小心我打断他的狗腿！你们都给我滚，让我清静清静。是。小小的厅堂终于安静下来。欢儿、慈儿，你们不必害怕，只要爷爷我还有一口气在，定会护你们周全。天色不早了，你们都快早点休息吧。是，爷爷。青山，天亮之后你亲自去一趟叶王府，不管玄叶王是活是死，偿还和他的姻亲都不再作数。皇上若是怪罪下来，便说是我这个老头子的意思。我楚府世代忠烈，不用靠陪葬来维系忠诚。是，将军，您身体不好，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霓裳拜见主人。启禀主人，东方玄烨他竟在陪葬夜死而复生，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东方玄烨竟然没有死，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中了7日失魂散吗？这毒并无解药，他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听闻他死后数日，楚将军府的痴傻嫡女也暴病而亡，狗皇帝便将那个傻子许配给东方玄烨陪葬。陪葬夜那日，傻子不知为何诈尸复活，发狂之下将东方玄烨扎得血肉模糊。东方玄烨失了许多血，竟因祸得福死而复生，从而捡回一条狗命。此事太过离奇，实在出乎我等意料。此后，千金阁派出许多人在长安城大肆搜查，如今长安城戒备森严，就连群芳阁也被盘查了数次。要不是群芳阁名义上乃是东方玄霄的产业，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主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派人去刺杀叶王，还是等避过这阵风头再说？哼，他捡回来一条狗命吗？哼，就算他侥幸捡回狗命又如何？还不是会成为四肢萎缩、不能自理的废人？这比杀了他更让他痛苦吧。本尊倒要看看他还能蹦跶几日。哼，本尊受过的苦一定要让所有大荣国皇室的人都品尝一遍，让他们都尝一尝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滋味。主人，你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的。咱们苦心经营这许多年，为的不就是胜利的那一天吗？狗皇帝并无子嗣，旁支王业中
也只有东方玄烨是我等劲敌。如今东方玄烨已废，大荣覆灭指日可待。只要主人找到江山令，光复我紫阳之伟业，胜利在望。霓裳先恭喜主人，贺喜主人，祝主人早日得到这万里江山。哼，暂且不必轻举妄动，先观望几日再说。若有必要，本尊将亲自去王府查探。是，主人。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王爷所中剧毒却已基本排出，实乃不幸中的万幸啊！只是余毒未清，导致王爷身体麻木，肌肉无力，甚至会逐渐萎缩。此毒乃世上绝毒7日失魂散，老朽羞愧，暂无解毒之法。但是老朽保证，回去后一定潜心研究，争取早日为王爷配出解毒方案来。等你配出解毒药方，估计王爷坟头的草都绿了好几回了。那个傻子不是说过，王爷已排出大部分毒素，将养几日就能站起来吗？为何宋太医说的如此严重啊？哎呦，宋老大人，连您也无法医治啊！那王爷以后岂不是……哎呀，我的战神王爷呀，以后大荣国可怎么办哟？此毒会影响身体机能，导致四肢麻木无力，王爷以后恐怕会永远瘫痪在床了呀！我的老天爷呀，你怎能如此对待我大荣国的战神呢？天理何在？天理何在呀？辛苦来总管替王爷向皇上禀告，因王爷病重在床，不知何时能站起来，希望不要再有人前来打扰。在下定会广招天下郎中寻找解药，尽心尽力为爷治病，争取让他早日康复。咱家晓得，此番回宫啊，定会将实际情况详细细的报告给皇上。王爷您安心养病，不要担心朝堂之事，皇上定会想办法帮王爷寻找解药的。咱家这边回去了，王爷您好好休息啊。此后，大荣国昭告天下，只要能帮王爷治好病，赏金10万两白银。大荣国的皇宫中，母妃，发生大事了！何事让你如此激动？母妃，叶哥哥死而复生了！江贵妃娇躯一抖。什么？东方玄烨死而复生？他今日不是要下葬吗？这怎么可能？你听谁说的？您怎么比我还激动啊？昭华，到底怎么回事？赶紧告诉母妃。昨夜为叶哥哥陪葬的楚将军府傻女楚长欢死而复生，据说发狂之下将叶哥哥扎得浑身是血。母妃，您猜怎么着？叶哥哥因此排出毒素活了过来。今日一大早，义初大人便赶到皇宫，向父皇禀明了此事。父皇又惊又喜，随即派了来福和宋太医过去确认，发现果有其事。不过听说叶哥哥毒素尚未排尽，可能会终身瘫痪。不过只要没死就有希望，母妃您说是不是？太好了，叶哥哥终于活过来了，我这就去看望叶哥哥。娘娘，叶王死而复生，我们该怎么办？他还真是命硬啊，这都让他死不了，还能怎么办？今晚你想办法去送个信。是。当日傍晚，母妃，我好心去看叶哥哥，他却连门都不让我进，说是需要静养，细绝一切探视，害得我白跑一趟。也许他瘫痪在床，不便见客。昭华，母妃给你的药丸吃完了吗？哎呀，我差点忘了，
您给我的药丸昨日刚刚吃完。母妃，您为我配的药丸真是不错，服用后不但精力充沛，且肌肤娇嫩白皙，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容光焕发，精神饱满。母妃，您对我真是太好了。记得每日服用1粒，不可多服，万万不可停用。母妃，前日我去找玄阳哥哥玩，被他父王朝瑶王训斥了一顿，说我广受面首，不守妇道。母妃，父王后宫佳丽3000，难道我养几个面首都不行吗？我儿以后乃是大荣国女皇，贵不可言，你做什么都是正确的。母妃，我发现自从您3年前病愈后，便对我越来越好了。小姐，您睡醒了吗？饿不饿？您已经睡了3日3夜了。叶王府又来人了。叶王府？什么叶王府啊？就是您为叶王陪葬的地方，叶王爷的王府啊。老太爷已经帮您去退了姻亲，从此你和玄烨王爷之间再无瓜葛。我带回来的金银财宝呢？你放在何处了？病娇王不会反悔，派人来抢回那些东西吧？小姐，那些东西我已藏在后面厨房的地窖里了，谁也抢不走。小姐，昨日叶王府的人来了2趟，今日上午又来了，现在还在府上等您醒来，说是玄烨王爷情况不大好，还说您已经拿了报酬，就要将他治好，不能半途而废。你放心，你家小姐怎么会招摇撞骗呢？最多只是漫天要价，宰宰肥羊。病娇王不是很有钱吗？哼，你就等着给你家小姐发家致富，吃香的喝辣的吧。老太爷前晚回去后便不大好，听说又吐血了。您虽然带回一大堆陪葬品，可那些东西太过惹眼，奴婢怕引起别人猜疑，等过了这阵风头才能用。您诈尸复活后，外面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流言蜚语而已，理他做什么？爷爷住在何处？你陪我过去看看。小姐，叶王府的人怎么办啊？肯定先去看爷爷呀，爷爷才是我的亲人，那病娇是死是活，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啊？赶紧走吧，我去为爷爷诊断一下。两人正说着话，一瘦一胖2个小丫鬟大摇大摆地从门外径直闯了进来。秋菊、冬梅，你们被孙夫人从小姐这边调走，不好好守在夫人身边，过来这边干什么？不管怎样，小姐以前可是待你们不薄，求求你们不要为难小姐。小姐，你还好吗？前几日奴婢听说你奴婢难过了好久，如今你没事，奴婢便也放心了。秋菊，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你和他啰嗦什么啊？别忘了夫人要我们过来的目的，赶紧办完事走人，在这种地方待久了呀都晦气。你就是冬梅？哼，你如此嚣张跋扈，欺负弱主，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夫人呢。夫人说你既然没死，便将陪葬的玉镯交出来，不要浪费了好东西，赶紧交给我，给夫人送去，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哼，你一个为人陪葬过的傻子，还有什么嫁妆？你以为还会有人娶她吗？再好的东西给她不也是浪费？我劝你们赶紧交出来，否则让夫人知道，没你们好果子吃。想死是吧？想死我便成全你。砰的一声脆响，茶杯砸在冬梅的额头。啊！你这个傻子竟敢打我！我现在就去报告夫人，让她来收拾你。那个傻子竟敢得罪夫人，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常欢睥睨着他，脸色一沉，随手抄起一旁的椅子，劈头盖脸便向冬梅砸去。你个傻子竟敢打我！我要去告诉夫人来收拾你。你一个卑贱的下人，竟敢对本小姐呼来喝去，胆子可真肥呢！啊，
下次再敢对本小姐不敬，本小姐便杀了你喂狗。滚回去告诉孙姨娘，这镯子是娘留给我的，谁也别想抢走。赶紧给本小姐滚，不要脏了本小姐的地。冬梅吓得一溜烟地爬起身，连滚带爬地逃出落雨轩。小姐，您得罪了孙夫人，恐怕她会来找您麻烦，您一定要多加注意呀。小姐，您得罪了冬梅，也就得罪了孙夫人，她本就处处找您不是，这次恐怕更不会放过您。我们赶紧去老太爷那里躲一躲，先避过风头再说吧。老太爷一向护着您，一定不会让二夫人欺负您的。有什么好怕的？哼，我倒要看看他将如何收拾我。这镯子你先拿去和陪葬品放在一起，免得贼看到了惦记。放好了，咱们去看看爷爷。呀，我说这是哪来的乞丐呢？原来是二傻呀。二傻，你穿得如此寒碜，这是要去要饭呢，还是要去乞讨呢？你不去阴曹地府跟着玄烨王爷吃香的喝辣的，留在这儿丢人现眼吗？这是哪里跑出来的疯狗，一大早乱吠乱叫，着实令人厌烦。好狗不挡道，赶紧滚，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啊。二傻子，你说什么？你竟敢骂我是狗？几天没收拾你，皮痒了是吧？楚若蝶撸起袖子，率先向长欢扑上来。长欢脸上闪过一丝冰冷的寒意，电光火石之间，他疾步侧身躲过他的攻击，同时一把捏住他的手腕，一拉一带，另一只手捏拳击向他的脸。二傻子，你竟敢打我！我要去告诉爹娘！打死他，快打死他！你们都给我记住，下次再敢惹我，我将他废了喂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斩草除根。楚若雪嫌恶地盯着长欢，毫不掩饰眼底的憎恶。楚长欢，你太过分了，她毕竟是你妹妹，还是个孩子，你怎能如此待她？我和她同岁，谁还不是个宝宝？她对我客气过吗？以后不要惹我，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卸胳膊还是卸腿。丁香，我们走。是，小姐，走，我们去见娘。小姐，万一孙夫人来找我们麻烦怎么办啊？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若不还手，今日挨打的便是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你家小姐在，你怕什么？二小姐，老太爷情况不大好，现在昏迷不醒，您还是去别的地方玩吧，免得打扰到他老人家的休息。青山叔叔，你带我进去看看爷爷吧，我只是进去看看他，我不会捣乱的，也许我有办法为爷爷治病。二小姐，随老仆来，切记万万不可大声喧哗，免得惊扰到老太爷。太医说老太爷时日已经不多了。青山叔叔，爷爷这样低烧有多久了？断断续续，大概有小半年了。爷爷关节疼痛呢？持续多久了？10多年前就有了，特别是一到阴雨天气，疼痛便加重了。咳嗽呢？持续多久了？10年前，老太爷受伤感染了风寒，便一直断断续续咳嗽。青山叔叔，麻烦你拿纸笔给我，我先为爷爷开个退烧消炎的方子，待爷爷退烧消炎后，我再慢慢帮爷爷治疗咳嗽和关节痛的毛病。易大人，喝茶呀，这是上好的碧螺春，专门用来招待贵客的。长欢这个女儿呀，一向痴傻疯癫，害得您跑了4趟，真是不好意思。不过若说知晓医理，我家大女儿若雪对医理倒是颇有心得，且性情柔顺温婉，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容貌在长安城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不若让他跟您去为王爷治病，不知您意下如何呀？说着，向一旁的管家旺财使了个眼色。易大人，一点心意，您千万不要客气啊！若雪小姐貌若天仙，温婉大气，有她为王爷治病啊，王爷一定能早日康复的。抱歉，王爷指定顾长欢为他治病，在下不敢自作主张，还请夫人不要为难在下。易大人高风亮节，令本夫人佩服。不过长欢从小痴傻，对医术一窍不通，陪葬业侥幸死而复生，误打误撞救活王爷。万一他再次发狂了，误了王爷病情，可如何是好啊？楚将军府担不起这个责任呀。夫人不必担心，王爷有令，只要顾长欢愿为王爷治病，一切后果均由王爷承担，不会怪罪楚将军府。门口突然跌跌撞撞冲进来一个血人。夫人，二小姐不但不愿归还手镯，还发狂将奴婢打得头破血流，要不是奴婢跑得快，奴婢就没命了。夫人，你一定要为奴婢做主啊！哎呀，娘，你可要为女儿做主啊！女儿被二傻打得好惨啊！他竟把你二人打成这般模样，他人现在在何处？长欢不小心将妹妹打伤，去了爷爷那里。这个逆子不但痴傻，还时不时的发狂，真要去了叶王府，那不是为王爷治病，而是去要王爷的命啊！我怎能让他去王府呢？易大人呀，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让他去为王爷治病，这个后果我承担不起呀。易大人，若雪对医术略懂皮毛，愿随易大人去为王爷治病，还请易大人不要推辞。易大人，王爷耽误不得，还是让若雪随您回去吧。若雪曾涉猎诸多医术，她一直都在为老太爷调理身体呢。易大人，病娇王爷怎样了？大胆狗东西，竟敢冒犯王爷，残害家仆，殴打妹妹！来人，给本夫人将他关进柴房饿上3日，未经本夫人允许，不准放他出来。王爷只有我能救，我倒要看看你们谁敢绑我。王爷若是有个3长2短，你们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旺财管家是你吗？还是孙姨娘你？还是我的好姐姐你啊？你这个孽障！娘，长欢妹妹还小，有一向痴傻，行为粗鄙，情有可原，还请娘亲不要气坏了身子，让爹爹和女儿担心。旺财，快将妹妹扶下去休息，她大病初愈，性情狂躁，不能伤了易大人。哟，我的好姐姐，你还真为妹妹着想呢，我谢谢你啊！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把我关起来，你便能去为王爷治病了吧？你有这个本事吗？你倒是说一说，王爷都有哪些症状，需要如何治疗？妹妹，难道你知道如何为王爷治病？万一治疗不好，王爷怪罪下来，牵连楚将军府，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妹妹，你千万不可骄纵任性，惹是生非啊！来，不要任性了，要听娘的话。易大人，王爷是不是四肢麻木，无法动弹啊？是。是不是偶尔咳嗽，还会呕出紫色的血块？楚姑娘，您怎么了解得如此清楚啊？王爷果然没有看错人。您快随我去王府，王爷吩咐过，您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当面和他提出来，只要能为他治病，一切都好说。易大人，可是……哼，难道你想阻止王爷治病？后果你承担得起吗？臣妇不敢。王爷，楚姑娘来了。你来了，麻烦你了。不麻烦，
能为王爷治病，乃是小女子的荣幸。麻烦易大人将王爷扶着坐起来，我马上为王爷检查身体。一初，扶本王起来。一初小心地扶着东方玄烨坐起身。不过，王爷，小女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王爷，呵呵，咱丑话说在前头啊，我治病救人呢是要收费的，至于收多少，要看病人的病情。像王爷您这种疑难杂症，收费呢则稍微有那么一点小贵。另外，为您治疗前需先付5成定金，您若考虑清楚了，咱们这就开始望闻问切，该如何治便如何治。您若不同意，小女子这就走人，王爷另请高明。不知王爷您意下如何？诊金好说，只要能治好本王的病，你开个价。不过，本王也将丑话说在前头，若能治好本王，银子1分不少；若治不好本王，你去退回本王已付定金，且退回那些陪葬品。什么？陪葬品要退给你啊？陪葬品你不是已经送给我了吗？怎么能够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想钱想疯了吧？东方玄烨不为所动，傲娇的冷哼。那好吧，算你狠。您这病啊，治好呢，共要20万两白银，定金10万两。烦请王爷今日先交给我带走，余下的10万两呢，等我治好王爷再付也不迟。什么？20万两白银？这也太丧心病狂了吧！和抢劫有什么区别啊？长安城的于神医每次出诊费也才5两银子，你简直是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做人不能太缺德啊！于神医不是治不好王爷吗？他如何能够跟我比呢？再说，王爷的命自然比老百姓的命更加金贵，可谓无价之宝，国之栋梁也不为过。试问天下又有几个玄烨王爷呢？他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乃是我大荣国的不可缺少的人才呀！你说的还真有几分道理。一初，拿10万两银票给他。一初虽然气愤，但还是乖乖地从柜子里取出10万两银票。王爷，现在我要开始为您诊断，并会给出治疗方案。长欢握住东方玄烨的手腕，开始为他细细把脉。东方玄烨半合着眼，苍白的薄唇紧紧抿着，他能感受到对方的每一个动作。王爷，您没睡着吧？东方玄烨睁开眼，定定地看向他。请王爷伸出舌头让我看看。东方玄烨垂下眼眸，伸出苍白的隐隐带着一丝紫色的舌头。余毒未清，难怪你不能行走。脱掉上衣，让我看看经脉走向。东方玄烨抬起幽深的桃花眸，挑了挑剑眉。脱掉上衣给他看。于大夫而言，救死扶伤乃是大夫的天职，治病呢便是治病，不会涉及其他的，更不必顾及名声。王爷不必多虑，王爷您余毒未清，导致4肢经脉萎缩，长此以往便会永久瘫痪。我只有看清毒素的走向，才能为您对症下药啊。东方玄烨给一初递了个眼色，一初急忙上前帮他褪去上身的衣袍，露出其精壮结实、阳光健美的上半身，8块腹肌分外发达。长欢目光灼灼，正大光明地欣赏美男完美的身材。他突然感到鼻子一热，2股暖流从鼻孔喷涌而出。长欢愣住了，东方玄烨也愣住了，气氛诡异而尴尬。楚姑娘检查出了什么结果？本王身材怎样？是否不错？确实不错。王爷举世无双，身材自然一流。请问长安城的御医或者大夫有没有扎针治疗一说？从未听说过扎针治疗。能否借纸笔一用？我画一张图，你帮我定制一副治疗用的工具，速度越快越好。若今日下午呢能拿到，今日下午便能开始为王爷治疗，整个疗程大概1至2个月。
疗程结束之后，王爷便能站起来走路。至于能否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因人而异了。当真？那当然了。一出连忙呈上笔墨纸砚，长欢执笔画好图。麻烦大人严格按照要求制作，需特别注意材质要求。一出瞅了瞅图纸，王爷，这不就是长一点的绣花针吗？长欢姑娘要用绣花针为您治病。楚姑娘，你当真要用绣花针帮本王治病？这是绣花针，也不是绣花针。这种针呢，比绣花针更长更细，可所谓细如毫发。医学名为银针和金针，乃是针灸治病的专用工具。王爷您呢，因中毒而导致的经络萎缩，身体绵软，四肢沉重，只有使用针灸及中药慢慢调理，方能逐渐恢复，否则终身瘫痪，且不可逆转。一出，尽快让人去定所。是。易大人，麻烦你将王爷用的药方拿给我看看，我要重新为王爷配药。姑娘不必客气，以后叫我一出就好。这些都是皇宫御医及长安城的于神医根据王爷病情定的处方。长欢拿起其中几张药方，细细阅读，一看之下不由大失所望。他扔掉手里的处方，拿起一旁的空白纸，提起笔刷刷刷写了2张纸。一出，烦请您亲自去抓药，记住，必须想尽办法凑齐所有的药材。另外，让人按照我写的这个药膳方子为王爷准备药膳粥。好的，我马上就去。您稍等，我叫个人进来照看王爷。王爷现在睡着了，若是治疗工具做得快，长欢姑娘今日下午便能帮王爷治疗。王嬷嬷，午膳时间快到了，麻烦您为长欢姑娘准备午膳，菜式尽量丰盛点。这是长欢姑娘为王爷准备的药膳方子，记得为王爷准备。长欢姑娘您好，老奴是王嬷嬷，午膳已备好，请您到隔壁房间用膳。多谢王嬷嬷，麻烦您了，正好饿了，我就不客气了。长欢姑娘，今日时间仓促，菜品有限，若是招待不周，还请姑娘见谅。老奴先去看着王爷，姑娘您慢慢用，有需要就和丫鬟说一声。饭菜很丰富，多谢王嬷嬷，您去忙，这里有丁香伺候就好。王嬷嬷，楚姑娘呢？她走了。启禀王爷，楚姑娘在隔壁午膳休息。王爷，楚姑娘特意为您制定了药膳食谱，药膳已为您准备好，您若想吃，我便端给您吃一些。本王正饿，赶紧端上来。王嬷嬷大喜，急忙让东旭将药膳送进来。我来喂王爷吧，你们都去用膳。那就麻烦姑娘了。这粥中，我让王嬷嬷加了香菇碎、瘦肉末和几味开胃消毒的药材，你吃着试试。若是喜欢，下次我便多准备几样药膳的方子，让王嬷嬷变着花样做给你吃。东方玄烨数日未食，胃口大开，味道还真不错，本王还要。老奴为王爷再盛一碗。王爷久病未食，余毒未清，一次性不宜多食，应少食多餐，以后每隔2个时辰食用一次，如此既可保证营养，恢复胃口，又能让王爷不至于呕吐。本王听楚姑娘的，那就不吃了。传令下去，本王治病期间，一切听从楚姑娘安排。王爷久病卧床，行动不便，最好让人准备呢一个轮椅，经常推着王爷出去晒晒太阳，多活动对您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待治病的工具备好，我便帮王爷开始治疗。东旭，按照楚大夫提议，尽快准备轮椅。是。好困啊，好想美美的睡个午觉。王爷大人，您能让人为我准备个小憩之处，让我眯一会儿吗？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只有睡足了，我才有力气为您治病，是吧？王嬷嬷，麻烦你将隔壁房间收拾出来，以后作为楚姑娘休憩之地。是，老奴立刻安排。王爷，你也休息吧，我先过去睡一会儿，等我养足精神，下午好帮您治病。
东方玄烨目送着他走出房间，俊脸露出高深莫测的表情。他仿佛有种错觉，他离开后，这卧室的温度也下降了几分。王爷，药材已按楚姑娘开的药方买齐，待会儿熬好便能服用了。一初，将你打听到的关于楚长欢所有事情都讲一遍，不要漏掉任何细节，特别是陪葬夜那日他回去之后，楚将军府上下对他的态度。王爷是担心他真是被调包的假货，他今日可有露出破绽？本王担心他可能被人胁迫或利用，只是隐藏太深，我等都看不出其破绽。楚长欢为您陪葬前确实痴痴傻傻，自5年前楚家大夫人过世，他便由孙姨娘看护。据说孙姨娘待他不怎么样，挨打挨骂挨饿都是常有的事儿，要不是有病重的楚老将军护着，恐怕他早就……听说正因此事，楚老将军一直反对孙姨娘扶正，孙姨娘怀恨在心，没有少虐待长欢姑娘。东方玄烨的脸色不由沉了几分，倘若他就是楚长欢本人，以前过的是有多苦。陪葬夜那日，楚长欢回去后，楚承运大发雷霆，要以家法将他处死后送回王府为您陪葬。楚承运为了和皇族攀上关系，真是处心积虑，不择手段。他和楚老将军差了何止10万8千里，只可惜楚老将军沉疴已久，怕是命不久矣啊。谁说不是呢？人说虎毒不食子，他为了官运前程，连亲生女儿也不放过，真乃畜生不如。还好楚长欢机灵，拿出您赠他的玉簪，说是您给他的信物，见信物如见您本人，还说您已死而复生，是您让他回去的，以后还会请他喝茶吃饭。楚承运若是处死他，便是违背王爷您的命令，这才吓得楚承运有所顾忌。陪葬前痴痴傻傻，陪葬夜死而复生，却性情大变，会得一手好医术。一初，你觉得这一切可能吗？可是本王感觉他不像坏人。属下觉得匪夷所思，那期间楚天赐一直护着楚长欢，不让人伤害他。后来楚老将军不顾病重，赶去保下楚长欢，这才让他逃过一劫。今日属下去接他，听闻他将丫鬟和妹妹打得头破血流，说他死而复生后性格大变。唉，楚天赐前途不可限量，只是楚老将军一代良将，可惜了。哼，性格大变，掩人耳目而已。你觉得一个人死而复生，能变成另一个人吗？王爷，您是说他的柔弱清纯都是装的？万一他伤害到您，可如何是好啊？本王就怕他不装，他到底何时才会露出狐狸尾巴？本王很是期待呢。你叫什么名字呀？禀王爷大人醒了吗？奴婢名叫小荷，王爷醒来后有点不舒服，奴婢这就带您过去。我问你啊，你家王爷为何没有姬妾？奴婢不知。这么说来，你家王爷身体有问题，否则怎么会连个痛房丫头都没有？长欢姑娘，您终于睡醒了。王爷刚才又吐了血，肚子痛得厉害呀。王嬷嬷，王爷服过药了吗？药熬好了，可是王爷一喝就吐，怎么也喝不进去呀。一喝就吐，那怎么行啊？那个药便是解毒的良药，不喝没有办法解毒啊。唉，长欢姑娘，王爷不是不愿意喝药，而是排斥某种特别味道的药，还请长欢姑娘想想办法，能让王爷将药喝进去。你又不是3岁小孩，竟然害怕喝药，为了身体，就算吞刀子也得吞啊。你若不喝，我还如何为你治病？王嬷嬷，拿药来。东方玄烨苍白的脸上露出复杂而痛苦的表情，
有蜜饯之类的果子吗？拿一下来。啊，有，姑娘稍等。片刻后，拿回一碟蜜饯递给长欢。姑娘，王爷不是不喜喝药，而是对某些气味的药汁过敏，一喝便会呕吐肚痛，这不是他的错呀。王嬷嬷，一出，你们转过身，不要回头。王爷请张嘴。长欢淡定地含了一口药，在东方玄烨极度震惊的目光中，他竟嘴对嘴地将苦涩的药汁渡入他的嘴里。东方玄烨呆若木鸡，如同遭到雷劈般被击得外焦里嫩，咕咚一声，不知不觉将药汁咽了下去。你无耻！长欢对他得意地挑了挑眉，一把捏住他的鼻子，在他杀人般的目光中，强行将一大碗药汁一口接一口尽数渡入他的嘴里。好了，药喂完了，2个时辰后再让他喝一次药，若还是腹痛呕吐，我再来喂他。以后不准你这样给别人喂药，除了本王。王爷，我可是大夫，大夫的职责便是治病救人啊！你若限制我救人，我还拿什么生存？总之，以后不许这样给别人喂药。只要一想到他这样给别人喂药，他便觉得酸气冲天，难受至极。哼，难道你以后都将以这种方式治病救人，男女授受不亲？更何况这样，与你名节有损，唾沫星子都能将他淹死。哈，王爷，你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乌七八糟啊？您不是对喝药有心理障碍，我才这样喂您的吗？你以为别人都像您这么娇气啊？再说，别人喝不喝药我才懒得管呢。再叽歪，以后不要再让我给您喂药了。东方玄烨冷哼，垂下长长的睫羽，这还差不多。易大人，麻烦将做好的银针、金针拿给我看看。楚姑娘，这是按您要求定制的针包，金针和银针各300根，若不符合您的要求，我再去让对方重做。不错，真不错啊，易大人办事效率真高。哪里，都是楚姑娘图纸画的好。易大人，麻烦为王爷沐浴，沐浴完我便开始为王爷扎针，记得为王爷换上宽松干净的睡袍，针灸后12个时辰内不能受凉，去好好休息。很快，一出便安排好东方玄烨去沐浴。王爷，我要开始扎针了，请放松，不同的穴位感觉不太一样，您一定要忍着点，如果实在痛得厉害，叫2声也是可以的，千万不可乱动，否则银针断在肉中可就麻烦了。东方玄烨心里抖了抖，脊背也绷得像块砖似的。一出见长欢走到一旁去净手。王爷，这针真的要扎吗？万一他使诈可如何是好？属下总觉得心里发慌。你们且退到门边守着，不要打扰他，为本王治病。长欢仔细净了手，找准穴位，开始为东方玄烨扎针。东方玄烨感到背部肌肉传来酥酥麻麻的刺痛感，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痛，悬吊着的心稍稍放下心来。王爷，您真棒，对未知疗法如此淡定，令我佩服。你救过本王的命，所以本王相信你能为本王治病。王爷您放心吧，您这病还有救，谁让您慧眼识英雄，请了我来为你治病呢？给我一点时间，保证还您一个活蹦乱跳的王爷。等您好了，记得带我吃遍长安城。只要你治好本王，不要说吃遍长安城，吃遍大荣国也是可以的。王爷，问您一件事啊，您为何没有王妃侍妾？他四处瞅了瞅，凑近东方玄烨耳边对他低语：王爷大人，若您有不举之症，我也能顺便帮您治疗的，价格好商量，我给您打个8折，要不要考虑一下？你竟以为本王有不举之症？谁告诉你的？嘿嘿嘿嘿，我猜的。王爷大人，要不要一起治嘛？价格好商量。
我一定让您重振雄风的。本王只是中毒，并无其他问题。除了你为本王陪葬过，本王既没有王妃，也没有姬妾。王爷，您守身如玉，令小女子佩服。难道王爷您有断袖之癖？本王身体既无毛病，也无断袖之癖，只是未遇良人罢了。楚姑娘，你还真是为本王操碎了心呢，辛苦你了。哈哈，哪里，我只是好奇而已。王爷您玉树临风，尊贵优雅，想找什么样的女子找不到？东方玄烨意味深长地瞅着他，眼神咄咄逼人，无形中散发出一股不怒自威的压迫感。哈哈，王爷，您请放松，我要继续为您扎针了。王爷，银针已施完，小半个时辰后，我再帮您取下来。王爷，若是感到不适，您就说一声，千万不要硬撑。还好，本王尚能忍受。本王的手指好像能动了。他脸色突然一白，干呕了几声，扬手喷出几口黑紫色的鲜血。王爷，您千万不可乱动，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一初等四位侍卫眼见王爷不好，一出手中的宝剑已经指向长欢的心口。说，你对王爷做了什么？王爷为何会吐血？王爷如此信任你，你竟然敢暗算王爷！你们这些二愣子懂什么？王爷那是在排毒，等他将淤积在心口的毒血吐出来之后，身体才能大好。我尽心尽力救治你家王爷，你们就是如此对待救命恩人的，太让人寒心了。再这样对我可撂挑子不管了啊！一初，不得无礼。本王吐完血，感觉好多了，你们都退下。如风突然惊喜地瞪大眼睛，指着东方玄烨惊呼：王爷，您的头能抬起来了，您的头能抬起来了！本王的头真的能抬起来了，手指也能动了。长欢姑娘真乃神医，本王吐完血，心口也不堵了，呼吸也顺畅了。这针灸术的效果果真神奇。楚姑娘，刚才多有得罪，是在下鲁莽了。时辰已到，我要为王爷取针，你们先回避一下。另外，送坛烈酒来。几个侍卫乖乖退到房门口，并迅速送来一坛烈酒。王爷，我马上为您取针，若是疼痛，请忍着点，千万不可乱动。有劳长欢姑娘。王爷不必客气，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谁让您请我当您的大夫呢？还有，您叫我长欢就好，姑娘的叫得太麻烦了。叫他长欢吗？王爷，您感觉如何？伤口痛不痛？还好，不怎么痛。那就好，我继续为您取针。长欢取完所有的针。易大人，王爷的治疗周期暂定为15日，每日一次针疗。15日之后，我再视情况制定下一步治疗方案。明日下午我再过来。针疗前记得先为王爷沐浴，另外针灸完注意保暖，不能着凉受冻，坚持喝药吃药膳。针灸后约12个时辰方能洗澡沐浴。天色已晚，长欢姑娘不如用完晚膳再回将军府。王爷，晚膳已备好，这便请长欢姑娘过去用膳。如此，长欢谢过王爷大人。正在此时，东旭进来禀报：王爷，天赐小公子来了，说是来接姐姐回家。天赐，那个肉包子便宜弟弟，早不来晚不来，偏要这时候来。唉，我弟弟呢？他人在哪儿？天赐小公子就在门外，说是想顺便看望一下王爷。请天赐小公子进来。国子监学子楚天赐拜见王爷，祝王爷早日康复，福泰安康。听闻姐姐在王爷府上，天赐特来接姐姐回家，还请王爷准许。不必客气，你姐姐在为本王治病，你们在王府用完晚膳再走不迟。如此，天赐便谢过王爷。姐姐今天身体如何？还有没有难受？姐姐没事，这不活蹦乱跳的，
四儿，王爷为我们备了晚膳，我们一起用完晚膳再回去。两人亲密地牵着手，一路上说说笑笑。你想说什么？属下总觉得楚长欢不像奸细，奸细咱们见过的没有1000也有800，一个个贼眉鼠目、老奸巨猾的。可是长欢姑娘目光清澈，举止磊落，真无半点奸细的城府。若真的楚长欢已死，如今的楚长欢是假冒之人，为何楚天赐看不出来？哼，正因如此，本王才觉得此事有蹊跷。奸细的脸上并不会刻上我是奸细二字。若他真是奸细，在日常行事中不露任何马脚，那才是最可怕的。若他不是奸细，东方玄烨顿了顿，疑惑的道：他死而复生，性格大变，你相信傻子会变天才吗？哼，他都不急，你我急什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假的就会露出马脚，他不是还要继续为本王治病吗？看看他将来如何表现，其实也蛮有意思的。长欢姑娘，你医术那么高强，做什么不好，可千万不要做奸细啊。天色阴沉沉的，似有风雨欲来的压抑感。姐姐，爹爹正在气头上，你千万不可顶撞他，凡事认个错就行了。再不济，还有爷爷护着你，我也会护着你的，你不必害怕。知道了，我的好弟弟。丁香，待会儿你带着匣子先回落雨轩，将匣子和那些陪葬品藏在一起，记住，千万不要让人看见了。小姐，您就放心吧。小姐，您千万不要顶撞老爷，我藏好东西就过来。四儿，放松点，这么严肃干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爹呢。姐姐，我担心你又会挨罚。你先回去休息，我去见爹爹。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管家旺财从门内疾步走出来。二小姐，你怎么才回来呀？老夫人已经候你多时了，正在气头上呢，你赶紧随我来。小公子，老爷让你回屋完成今日的作业，除了上学，需禁足3日不可出门。孽畜，还不跪下！我又没有做错事，为何要下跪？爹爹，打死他！快打死他！这个傻子暴打我，他竟敢暴打我！孽障，你还没做错事，那么今日就让我来告诉你，你哪里错了。无缘无故暴打丫鬟，其罪1；以大欺小欺负弱妹，其罪2；私自逃婚背弃夫君，其罪3；装神弄鬼诈骗玄烨王爷，其罪4。今日我便来清理门户，给皇上和王爷一个交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怎么不问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何事？来人，将他拖出去杖毙，尸体扔到城郊乱坟岗。打死他！快打死他！我要用他的尸体喂狗。这种傻子，本就应该待在阴沟里苟延残喘，不配拥有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只要他一死，我便顺理成章成为楚将军府嫡女。10几条壮汉挥舞着棍棒，恶狠狠地扑向娇小的少女。小姐，你快跑！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响彻在楚将军府的上空。电光乍现，雷声轰鸣，电光照亮了院中闪动的人影。长欢冷眼看着攻上来的壮汉，在闪电下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眨眼之间，地上便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的壮汉，望着一脸狠绝的少女，如同见了鬼般满眼恐惧。少女如同杀神转世的模样，哪里还是原来那个受人欺负唯唯诺诺的傻子？你竟然没死，为什么？楚若蝶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爹，他为何没有死？
快点打死他！快点打死他！老爷，他一定被恶鬼附身了，好可怕呀！老爷，赶紧杀了他，以绝后患呀！楚成韵，你这是又蠢又毒，听从小妾的话，对亲生女儿赶尽杀绝，虎毒不食子。你呢？我看你连畜生都不如，我成为你的女儿，真是一种耻辱。孽障，你闭嘴！你的命是老子给的，老子要你死，你就得死。哼，楚老爷，你真了不起，你这么了不起，皇上大人知道吗？怎么不给你个宰相当一当？可惜啊，你除了整日流连花丛，不过一介草包罢了，连给当年的爷爷提鞋都不配。这么大年纪才混个从四品，你这么差劲，你为何不去死？我要是你，早就一头撞死了，活着也是浪费空气。你不是楚长欢，你一定被恶鬼附了身，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留你了。突然他心口一甜，扬手喷出数口鲜血，脸色一黑，往后便倒。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狗东西，你这是要活活气死你爹呀！你不是楚长欢，你是魔鬼，你一定是魔鬼！来人呀，将他关进猪笼，扔进湖里沉湖！孙夫人厌恶至极地瞪着长欢，心中霎时有了算计。哎呀，老爷，你杀又杀不了他，说也说不过他，留着他是个祸害，何不将他逐出府算了？明日您出一份断绝书，和他断绝父女关系，以后他的所作所为和将军府再无关系。此后他招摇撞骗也罢，饿死街头也罢，谁也怪罪不到我们头上。老爷，旺财，起草一份断绝书，将这个孽障逐出将军府。从今往后，他和楚家再无任何瓜葛，我和他也再无父女之情。明日一早，你将断绝书贴在将军府大门外，并呈一份给长安城的府衙备案。现在马上将他撵出楚将军府，除了随身衣物，不准携带任何东西。他冷冷地瞪着长欢，脸色狰狞扭曲，十分可怖。孽障，我今日便饶你狗命，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滚！楚大老爷，我谢谢你啊，祝您长命百岁，在我崛起前千万不要死了。长欢毫不犹豫地转过身，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大摇大摆地走出楚将军府。丁香，其实我一个人出来就好了，你留在府中，起码还能有个住的地方。小姐，我答应过大夫人，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怎能丢下你不管呢？丁香，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一定。小姐，马上下雨了，我们得赶紧找个地方避雨。我记得前面城郊有个废弃的龙神庙，不如先去那里将就一晚，等天亮了再想办法。只是那个地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听说龙神庙曾经香火很旺，后来因为闹鬼，去的人变少了，也就荒废了。小姐，我有点害怕。丁香，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鬼，而是人心，因为鬼看不见摸不着，而人却可能是披着人皮的恶狼，令你防不胜防。走吧，我们过去看看。哟，这里有美人啊！小美人儿，你们是天上下来的小仙女吗？哎呦，长得可真俊呐！爷爷我好久没开荤了，不如今晚好好陪陪我们，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得真他妈嫩，也不知道是哪家逃出来的小妾，咱俩刚好一人一个。乖乖脱掉衣裳躺下来，否则爷一刀剁了你们。暗空中突然传出两声尖锐的破风之声，向这边呼啸而来。胖子和瘦子难以置信地回过头，接着便抽搐着倒在地上，
是哪位前辈救了在下，还请出来一见。前辈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跳跃的火光下，一个高大瘦削的身影迈着修长的腿从黑暗中慢慢走出来。前辈请坐，外面夜寒雨大，一起坐下来烤烤火休息一下。刚才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出手相救，小女子怕是早已经没有了性命。前辈武功真厉害啊，令小女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下对您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斗篷人盯着他，眼神幽冷，面无表情。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听不懂人话。然而他刚刚迈开腿，便听见旁边传来咕咚一声闷响，斗篷人竟然一头倒在地上，不知死活。小姐，我们赶紧走吧，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趁他受伤我们赶紧走，待他醒了就来不及了。丁香，他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身受重伤，我不能见死不救。万一你将他救活，他伤害你怎么办？他想要伤害我早就伤害了，他这半死不活的，再不救就来不及了。可是小姐，丁香，添些木柴将火堆烧旺些，我要为他施针。长欢心神颤了颤，迅速在对方伤口周围的药穴扎了数圈银针。随着银针越扎越多，奔涌的血液终于停止喷涌。这位大人，我只是帮你简单止了血，并未缝合伤口，也未上药，记得自己上点创伤药，否则伤口发炎了就不好了。还有，我刚才帮你把脉时，发现你脉象紊乱，极不正常，你是不是受过严重的内伤啊？紫眸少年诧异地看向他，他随即垂下长长的睫羽，掏出一粒药丸塞进嘴里，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向庙殿门口。喂，我好歹救过你的命，你可别杀人灭口啊，否则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紫眸少年嘴角弯了弯，他修长的身形一跃而起，宛如矫健的猎豹般迅速消失在苍茫夜色中。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头痛，脖子痛，身子痛，胳膊痛，哪都痛，好想就地卧倒呼呼大睡，可吓死我了！这是该死的波斯猫，我好心救了它，竟然连屁都没放一个就跑了，不说以身相许，你好歹给我留点银票啊！哎呀，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万万不能，我现在最缺的就是银子，银子啊！你可比我亲爹好多了。小姐，那个人长着一对紫眸，难道你不害怕吗？紫眸多好看啊，跟波斯猫似的，有什么可怕的？是你不懂欣赏。小姐有所不知，在咱们大荣国，紫眸乃是一种禁忌，传说只有前朝紫阳族的皇族才长着紫眸。啥？还有这事儿？什么前朝余孽？赶紧说来听听。听说前朝叫紫阳国，紫阳国的皇族姓独孤，独孤是长着紫色的眸子，容貌十分漂亮。可惜末代皇帝荒淫无道，被大荣国先祖宗夺了政权，后来建了咱们大荣国。据说大荣国建国后，前朝皇族的余孽也都被杀光了。哇！既然都被杀光了，怎么还会有前朝余孽？难道有漏网之鱼？这个我也不知道。天色刚刚大亮，东旭，你不是带人去追刺客了吗？可是查到了什么？叶王府昨夜遭到神秘人偷袭，不少侍卫都受了伤。对方实力太过强大，追到半路便追丢了。王爷起来没有？我有要事要向王爷禀报，不是逆贼之事，而是事关楚将军府。王爷刚刚起床喝了药，现在在看书。楚将军府发生了何事啊？难道楚老将军他……不是楚老将军，是长欢姑娘。走，我们先进去再说。可是查到了什么？启禀王爷，那刺客武功高深莫测，千骑营虽实力强悍，却还是让对方给逃走。属下等人追查一夜，并未发现蛛丝马迹。
属下办事不力，还请王爷责罚。对方武功不在本王之下，昨夜千机营能伤他，实属侥幸。起来吧，这事不怪你。但是，千机营要加大调查力度，需尽快弄清楚对方的身份。昨夜对方能偷袭本王，他日便能对皇宫下手。是，属下记住了。东旭站起身，看了看东方玄烨，沉声道：王爷，刚才属下经过楚将军府时，发现楚将军府发生了大事。何事？那楚成运竟趁楚老将军病危之际，废嫡立庶，将楚长欢逐出楚将军府，并扶持楚若雪、楚若蝶为嫡长女、嫡次女，立妾室孙氏为孙夫人。东方玄烨微微皱眉：楚长欢人呢？保护他的暗卫在何处？楚成运为何要将他逐出家门？昨夜狂风暴雨，一夜方停。楚长欢被逐出楚将军府，她一个弱女子又能去往何处？他为何不来求他想办法？保卫他的暗卫昨夜恰好病了，所以并未看见他们去到何处。据说楚长欢死而复生，性情大变，不时犯病发狂，不但责打婢女和妹妹，且出言顶撞楚成运和姨娘，将楚将军府闹得鸡犬不宁，又忽悠王爷您为您治病，招摇撞骗。楚成运担心他给您治出个好歹来，被皇上怪罪。王爷，楚长欢这才刚开始为您治病，后面还有很长的治疗期。他若有个三长两短，您后面的治疗怎么办啊？属下现在就去找他，看他人在何处。正在此时，远之走过来。远之，可是找到了楚长欢？禀告王爷，楚长欢和丫鬟丁香昨夜被楚成运赶出家门，无处可去，暂住郊外龙神庙。此时正躺在地下呼呼大睡，属下要不要去将他们接过来？哼，他宁愿住破庙，也不来向本王求助，骨头还真是硬啊！立刻派人去接他，不能有任何闪失。昨日保护他的暗卫失职领罚，杖责30。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楚将军府的傻子嫡女楚长欢被废除嫡女身份，并被逐出家门之事，很快便传遍长安城的每一个角落。丁香，我们现在陪葬品和银子拿不出来，又无人可靠，我想还是去为滨江王爷治病赚钱吧。我想能否再预支些银子，我们现在就去，顺便去蹭个午饭，洗个热水澡。小姐，这样真的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啊？我又不是骗子，我这是劳动所得。可是，哎呀，没有什么可是不可是的，我们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哎呦嘿，这不是楚将军府的二傻子吗？哎，听你爹说你是个灾星啊，与你断绝了父女关系，将你逐出家门了。喂，二傻子，你看看你蓬头垢面、穷困潦倒的样子，是不是快要饿死了啊？矮肥油扬了扬手里油腻腻的烧鸡。来来来，只要你给西门大爷跪下磕几个响头，西门大爷我便把烧鸡赏给你吃。别妨碍我要为玄烨王爷治病，若耽误了王爷治病，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二傻子说要去为玄烨王爷治病，他说要去为玄烨王爷治病，你们信不信？你们信不信？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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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二傻子，大家都不信，快点给爷爬！西门蠢人是吧？这里大家都是见证人，可是你先惹我的，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哟，你想对爷不客气呀？要不你跟西门大爷回家，做大爷的暖床丫鬟如何？嘿嘿，爷保证你欲仙欲死，欲罢不能。长欢脸色一寒，纤细的身形闪电般向前一窜，片刻之间，长欢已经放倒4、5人。你个小傻子，
竟敢打你家西门大爷！你知道你家西门大爷是谁吗？你西门大爷我可是玄霄王爷的小舅子。小傻子，你等着，大爷我不会饶过你的！哎呦，好痛啊！大家给我一起上，给爷打死他！快打死他！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清冷的暴喝：“都给我住手！”沈兰州，大荣国4大家族之一的沈家嫡子，本人乃是大荣国第一才子，位列4大公子之首。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好一位翩翩美公子。楚大夫，你胳膊受伤了，要不要在下陪你去医馆包扎一下？不碍事，只是皮外伤，多谢公子相救。嘿，兰州公子，这个小傻子竟然说要去为叶王治病，这等拙劣谎言，打死我也不信。他一个二傻子，能为人治病吗？一看就是脑子有问题，真是笑死本公子了。楚大夫乃是叶王的救命恩人，也是为他治病的大夫，大家就此散了吧。兰州公子，他一个什么都不懂，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的傻子，怎么可能是为王爷治病的大夫呢？他一定是江湖骗子。他西门公子一口一个傻子，还请你自重。不管他是否还是楚将军府嫡女，现在他便是为叶王治病的大夫，难道你想阻止他为叶王治病不成？西门存人吓得抖了抖，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楚大夫，在下正要去趟叶王府，不如一起走。兰州公子请，不必客气。王爷大人你好啊。当东方玄烨看着衣衫褴褛、形如乞丐的少女时，一颗心忍不住颤了颤。他落魄成这样都不来找他，是有多嫌弃他？他就那么让他讨厌吗？长欢望着他，突然眼前一黑，便无力地倒了下去。你醒了，身体感觉怎样？王爷，我怎么会躺在这里？刚才你昏倒了，王嬷嬷帮你清洗了一下。你胳膊上的伤还有没有事啊？还好，只是皮外伤，并无大碍。王爷，您现在能坐轮椅了，真不错。看来昨日为您施针效果不错呀。今日我将继续为您施针，您会变得更好的。对了，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是不是该为您施针了？哎呀，您看我这个大夫，现在反而连累病人来照顾我，真是不应该啊。东方玄烨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眼神咄咄逼人。你胳膊上的伤乃是刀伤，你今日和西门存人在街上打架时，对方用的乃是棍棒，并非刀枪。你这伤是如何来的？其实也没什么，我昨夜被渣爹撵出家门，无家可归，只好借宿在城郊的龙神庙。哪知半夜来了2个臭流氓，举着刀要非礼我。我当时气急，便奋力反抗，却被流氓砍了一刀。可惜我没内力，否则非要将他们大卸八块不可。后来呢？长欢想起那个神秘的斗篷人，对他笑得一脸谄媚。王爷，臭流氓自然是被我打跑了。您瞧，我胳膊没事，我还能为您继续施针的，您放心好了。一阵奇怪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长欢饿得前胸贴后背。那个王爷，我早晨走得太匆忙，还没有来得及用早膳，也没有来得及用午膳。不知待会儿有没有力气为您扎针，若是力气不够，扎得不准，扎偏了，扎疼了，扎晕了，还请王爷大人您多多包涵。东方玄烨嘴角抽了抽，不由满头黑线。这个傻孩子，想蹭饭就直说嘛，蹭个饭也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生怕他不给他饭吃似的。他有那么抠门吗？王爷有何吩咐？兰州还在看书。是的，仙儿小姐也来了，还给您带了不少补品呢。她担心您在休息，故而没过来打扰。她和兰州公子一起在书房。沈仙儿乃是东方玄烨的表妹，
也是他名副其实的青梅竹马。让王嬷嬷多准备几道菜，本王待会儿和他们一起用膳。另外，他看向长欢，待会儿你也跟我们一起用膳。哟，这顿饭看来是大餐呢。谢谢王爷，王爷您真是太客气了。随即话题一转，语重心长地劝道：不过王爷您身体尚未康复，暂时只能食用药膳，您看您是不是先委屈一下下？长欢姑娘说的极是，王爷您身体还未康复，还是用药膳的好。王嬷嬷已为您备好药膳，您看。本王只不过想和他们凑个热闹罢了。本王还是用药膳。好嘞，午膳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房间里再次安静下来。王爷，您手指还是伸展不开吗？要不要我帮您按摩一下？东方玄烨探究地望着他，俊俏魅惑的眉眼让他感到呼吸有些困难。东方玄烨瞅了瞅他的胳膊，淡淡地说道：你胳膊不是受伤了吗？还能为本王按摩？还是算了。放心吧，王爷，我可以的。按摩手法不轻不重，玉手柔滑温暖，令他舒服的只想呻吟。王爷，手部按摩可以促进手部血液循环，促进气血进行通畅，维持人体阴阳平衡。好啦，这只手按完了，您舒展一下试试，看看是否有所缓解。原本僵硬的手指果然变得灵活了许多。果然有效，比刚才灵活了许多。您放松点，那我再帮您按摩另外一只手。长欢握住他的另一只手，用同样的手法开始为他按摩。他边为他按摩，边心里盘算着，是现在开口向他支取银子呢，还是等扎完针再向他开口？正思忖着，房门口突然传来一声清冷的娇斥：你们在干什么？大胆贱婢，竟敢亵渎叶哥哥，还不赶紧放开他！少女步步生莲般走过来。叶哥哥，他是谁？他怎么会在这儿？而且还趁机轻薄于你。仙儿，不得无礼。他便是为你叶哥哥治病的楚神医，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你叶哥哥侥幸遇到他，才捡回一条命吗？神医就是他，楚姑娘，也就是楚将军府的嫡女楚长欢。听说楚长欢不是个傻子吗？傻子怎能为人治病啊？对了，今日一早我便听下人议论，说楚长欢因性情暴躁，殴打庶妹和下人，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不知是不是真的。说是真的，这也太可怜了，以后不要说嫁人，怕是给人做妾都没人敢要啊。仙儿小姐您说的都对，若是不对，经过悠悠众口，错的也成了对的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无论什么结果，反正我都没有辩解机会。不过呢，我嫁不嫁人并不需要仙儿小姐您来操心。不过无家可归并不代表我以后会成为流民，也不代表我必须给人做妾。我有手有脚，能行医治病，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既如此，我还要男人干什么？就算我嫁不出去，也不会委屈自己当小妾。我所想要的不过是一生一世一双人，他除了我不能再有别人。东方玄烨满脸震撼地望着他，眼底波涛汹涌，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颤了颤，多了些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情愫。说得好，令在下佩服。谁说女子不如男，巾帼不让须眉。长欢姑娘，在下看好你哦。沈兰舟饶有兴趣地盯着长欢不住按摩的小手。楚大夫，您这也是在为叶哥治病吗？看上去很舒服的样子。这是按摩之法，王爷中毒后手脚麻木，多按一按症状会有所缓解。叶哥哥，在家里我也经常帮爹爹按的，爹爹还夸我按得舒服，我来帮你按一按，你若喜欢，以后我天天过来为你按摩。
然而他的手还没碰到东方玄烨的肩膀，便听见他厉声呵斥道：仙儿，男女授受不亲，请你自重。为何他能给你按，我就不能？我偏要给你按。你出，将仙儿请出去。仙儿小姐，请你出去吧。不按就不按，这么生气干嘛？真是的，以前不让我碰，以后也不碰你，行了吧？你呀，又不是不知道，叶哥不喜欢女人碰触，快别按了。楚大夫是大夫，当然和普通女子不一样了。上次叶哥出事，哭得死去活来，差点晕厥，连我这个亲哥都要吃醋了，真是胳膊肘子向外拐，气死个人。你这个大坏蛋，不许和叶哥哥抢，否则我回去告诉爹爹责罚你。好了，王爷您先休息，我去看看银针消好毒了没有。楚大夫，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银针？貌似很神奇的样子。你从何处学来如此高深的医术啊？楚神医，我能拜你为师吗？你堂堂科举状元跟我学医术，岂不是大材小用？我担心皇上会治我的罪啊。哈哈哈哈，楚大夫，没想到你竟如此有趣。哈哈哈哈哈。东方玄烨冷眼看着他们谈笑风生，脸上几乎能淬出冰渣子来。叶哥哥，人家刚才虽然只按了一下下，可是手好酸啊。本王向来不喜欢别人触碰，难道你不知道，非要让大家难堪吗？好了，人家以后不碰你就是。前段时间你不治身亡，都不知道我有多难过。我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你躺在棺材中的样子。我从来未曾想过，我那么喜欢的叶哥哥，他竟然不在了。王爷，兰州公子，仙儿小姐，午膳准备好了。沈仙儿自告奋勇推轮椅，不让任何人搭手。叶哥哥，人家推得好累，手臂都快累断了啦。辛苦仙儿，待会儿你多吃点。小家伙，我说不要推吧，你却非要推，让你逞能，这下知道累了吧？待会儿你多吃一点，一定要吃饱吃好，免得力气不够扎针不准，给本王扎偏了、扎疼了、扎晕了。放心吧，王爷大人，若论吃，我是不会客气的。待会儿他若不吃回本，就跟着他姓东方算了。叶哥哥，你身体虚弱，要多吃点肉补一补。你看你都瘦得不成样子了。仙儿小姐，王爷目前只能食药膳，还不能食荤腥。这是哪个庸医说的？哪有病人不食肉的？赶紧吃吧，我的妹妹，待你叶哥哥身体好了，自然会吃的。茶花妹妹，你吃相如此粗鄙，传出去是要被人笑话，说你没教养的。食不言，寝不语，难道你在饭桌上指责别人，就有教养了？本王的大夫，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楚大夫吃饭的样子蛮可爱的，让人极有食欲。仙儿，你以后可不能再挑食，要学学楚大夫，吃麻麻香，身体才能健康啊。哥哥，只有吃不饱饭的贱民才会吃麻麻香，他们那种低等的贱民，怎能与我等贵族相提并论？好啦，仙儿，不要再说了，好好吃饭，你这样当面说人太没礼貌了，你被爹娘宠坏了。仙儿小姐此言差矣，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治为本，治以诚为根。干饭不积极，思想一定有问题，你说是也不是？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为何我听不明白？东方玄烨身躯一震，满脸尽是极致的震撼，然则眼底华光流转，看向他的目光迸发出激赏的光芒。哈哈哈哈，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有趣，实在有趣啊！楚大夫真乃妙人也。
不过，在下想请教楚大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治为本，治以诚为根，能否烦请解释一二？东方玄烨也一眨不眨地看着常欢，浓密的结语倾盖着讳莫如深的桃花眸。也就是说，国家以百姓安居乐业为繁荣的基础，而百姓以粮食为生活的根本，粮食安全以粮食质量为根本，而粮食的质量又以粮食的生产者的诚信为根本。通俗易懂的解释，那就是君王以人为本，百姓以食为本。楚大夫，你的话令在下耳目一新，在下着实佩服。别，我只是随口说说，你堂堂科举状元，我这个小女子啊，拍马也赶不上你。东方玄烨垂下眼眸，掩饰着眼底的极度震惊。若有一日他成为敌国皇妃，那一定是个可怕的存在。他不是奸细也就罢了，若是奸细，众人吃饱喝足。叶哥哥，我近日新学了一支舞蹈，现在跳给你看好不好？人家可是特意为你学的，你一定要看啊。叶哥，你有所不知，我这个妹子练舞练得废寝忘食，人也瘦了好几圈，把爹娘给心疼坏了。要知道，仙儿长安城第一美人的名号可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本王倦了，待会儿还要扎针疗伤。仙儿，待本王好了再跳给本王看如何？一场舞蹈盛宴就这么被这个不解风情的家伙给破坏了。王爷，我也得回去睡个午觉，养足精神，待会儿帮您扎针。楚大夫，你推本王回房，我们一起走。你胳膊上的伤口如何了？还疼吗？已经不痛了，王爷您放心吧，不会影响我为您扎针的。看来你胳膊当真没事了。常欢尴尬地顿住，猛然想起打算向他支取银子之事，他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都给忘了？到底如何开口比较好呢？怎么傻了？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本王说？王爷，只有您能救我了。到底何事？你不妨直说。王爷，您能再支些银子给我吗？您也知道，我现在被逐出家门，无家可归，十分可怜，现在只有您能救我了。他终于肯开口向他求助了。你不是已经支取过10万两银子了吗？还带走那么多陪葬品，这才几天，你都拿去干什么了？不会是拿去干坏事了吧？谋反可是死罪啊！干坏事？谋反？常欢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拼命自证清白。王爷，你想多了，那些银子还有陪葬品都留在了楚将军府我住的落雨轩的地窖中，赵爹不让我带走任何东西，除了人我什么都没带出来。您看，我要找地方住，还得吃饭穿衣，求您看在我尽心尽力帮您治病的份上，再预支我5万两银子吧。你这才刚开始为本王治病，银子就被你预支完了，你要是拿银子跑路怎么办？本王越想越不对劲啊，担心自己遇到了骗子。怎么会？我怎么可能是骗子呢？扎针效果如何，你比谁都清楚啊。哼，本王可以预支5万两银子给你，不过本王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放心，本王绝不趁人之危，条件便是在本王能正常走路之前，你必须住在王府，陪在本王身边，随叫随到，所以你不用出去花银子找房子了。这个嘛，王爷，我若住在贵府，是否包吃包住？会不会扣我银子？包吃包住？东方玄烨愣了愣，不禁哑然失笑，谆谆善诱道：不但包吃包住，还包你所有的日常开销，不用你承担任何费用。你放心，本王不会亏待你的，保证让你宾至如归。好嘞，王爷，就这么说定了。楚大夫，
你终于睡醒了。你换了身衣裳，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害得我差点没认出来。你看，万事俱备，只等你来。你准备好扎针了吗？易大人，麻烦帮王爷翻个身，我要开始为王爷施针了。长欢麻溜地脱去东方玄烨的衣裳，露出他的整个背部，手起针落，麻利地开始扎针。沈公子，你很紧张，要不要回避一下？本公子哪里紧张了？不过这种扎针疗法，我还是第一次见。沈兰舟看着密密麻麻的银针，小心肝颤了颤。叶哥，扎得疼吗？不疼，怪舒服的，不信你试试。还是不要了，我怕疼。这家伙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王爷，您这次感觉如何？这次感觉似乎比上一次强烈许多。那说明您的情况又好了一些，待会儿我帮你辅助一下，您忍着点疼痛啊。你为他扎针还能辅助？如何辅助啊？辅助手法有很多，这只是其一。随着他的操作，东方玄烨感到体内的热气循环的更加通畅了。叶哥，有这么舒服吗？东方玄烨用更加舒服的呻吟声回答了他。叶哥，我求你了，能不能不要发出这么奇怪的动静啊？不能。楚大夫，您太厉害了，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在下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哼，哪里，不敢当不敢当，沈公子过誉了。楚大夫，以后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能交你这么厉害的朋友是我沈兰舟的荣幸。谢谢沈公子抬举，也谢谢你的认可，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也尽管说。床上的某人心头凭空冒出一股酸气，极不痛快。他感觉自己好像被无视了，内心有点受伤。他不是答应在他大好之前一直待在王府随叫随到吗？还是他更占优势。这样一想，他的心情又变得高兴起来。王爷，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疼痛？无事，本王只是觉得十分倦怠，好想睡觉。王爷，您若感到无力，便小睡片刻再起来，睡醒之后再看看今日针灸的效果。楚大夫，咱们去书房继续聊好不好？在下还有许多问题想向你请教。兰舟，你先回去吧。楚大夫留在这里守着本王，本王担心有个三长两短，无人理会。沈兰舟笑容僵在脸上，他不满地瞅了瞅守在门口的4大侍卫。这么多人守着，你还嫌不够多啊？你只是生病，又不是生孩子。这比喻竟然无比贴切。好吧，叶哥你好好养伤，明日我再来看你。楚大夫，你也保重啊，明日我再来看你针灸。房间里剩下长欢和东方玄烨2人。长欢走到博骨架前仔细查看，他盯着挂在博骨架上的一把宝剑，移不开眼。他握住宝剑，想将它从博骨架上取下来，然而这把宝剑实在是太沉了，他一个没拿稳，眼睁睁地看着它向他的脚面砸去。电光火石之间，一条修长的手臂突然从后面伸过来，一把揽住他的腰。长欢惊魂未定，抬头便对上一张冷酷而俊俏的面容。此时对方正揽着他的腰，而他则暧昧地靠在对方怀中，那双星辰皓月般的眸子正探究地看着他，仿佛深不可测。长欢吃惊地瞪大眼，结结巴巴地问道：王爷，您竟然站起来了？吓傻了，说话都结巴了，这是打算偷走本王的宝剑，刺杀本王吗？我不是，我没有，我冤枉啊，王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堂堂一代大夫，岂能行偷窃之事？更不会来杀你这个金主，我还有银子还没结清呢，
我刚才只是好奇，欣赏一下而已。你是君子，之前顺走本王陪葬品，又如何解释？怕不仅仅是欣赏那么简单吧？王爷，我哪里顺走陪葬品了？那不是因为救了您送给我的报酬吗？您不会出尔反尔，先君子后小人，想收回送出去的东西吧？您这样做，良心不会痛吗？让我如何安心为您治病？东方玄烨上下打量着他，眯了眯眼。这小丫头竟然敢威胁他，难道他真的冤枉他了？对了，王爷，你怎么站起来了？我还以为您至少得半个月才能站起来呢。您的自愈能力也太强大了吧，让小女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小女子对您的敬仰之情啊，如那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王爷，您现在走路怎么样？赶紧走一个给我看看吧，让我看看您恢复得如何了。东方玄烨，刚才他睡得迷迷糊糊，一睁眼便看见他站在博古架前，情急之下，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根本就来不及思考自己能否走路。对了，一跃而起，难道他能使用内力了？他竟然能使用内力了！王爷，您不用怕，我扶您慢慢走，康复需要时间，您不用太担心。若走不了也没关系，您现在能够站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好厉害哦！东方玄烨定了定心神，迈开修长而机械的腿，缓缓向前走出第一步。王爷，您太棒了，您是我见过最棒的病人。来，再走几步，继续，加油！难道他还给别人治过病？什么时候？在哪里？为何人？感谢姑娘妙手回春，让王爷重新站起来。感谢姑娘妙手回春，让王爷重新站起来。哪里，大家过誉了。王爷付了诊金，我为王爷治病乃天经地义之事，大家不用客气，不必客气。你找本王可是有事？王爷，皇上送来4位美人儿，说是派来贴身伺候您的。本王都半死不活了，还要美女作甚？退回去。王爷，陪同的公公说，美人儿乃由江贵妃和皇上亲自挑选，若是退回，便是对皇上不敬。都送到西院关起来，好吃好喝伺候着，不必放出来恶心本王。长欢还未找到理由去看望几位美人，几位美人却自己找上门来。你们这是病了，想找我治病，请问哪里不舒服啊？楚姑娘，听闻你是为王爷治病的大夫，能随意进出王爷房间。我们特意为王爷准备了一些羹汤，还请姑娘帮我们送进去，给王爷享用。楚姑娘，不是我等不想进去，而是侍卫不让我们进去。但楚姑娘，你先帮我们送进去，让王爷知道我们的心意，我们再请求进去看望王爷不迟。楚姑娘应该知道，正因王爷身体不适，皇上才特意挑选出我们几个来伺候王爷的。我们随身服侍王爷乃是天经地义之事，还请妹妹帮我们多多美言几句，劝劝王爷见见我们。毕竟皇上金口玉言，得罪皇上对王爷也不好啊。4位美人见长欢犹豫，默契的各自掏出一大块银子。银子我可不敢收啊，不过我可以帮你们将羹汤送进去。至于王爷喝不喝，要不要见你们，可不是我说了算的。你们且在门口等一等，我进去问问王爷的意思。如此，便谢谢楚姑娘了。本王刚用完早膳，现在还不饿，都撤下去吧。王爷，是这样的，那4个美人为您熬了羹汤，又见不着您，便委托我帮他们将羹汤送进来，说是等您喝完羹汤，想要见您一面。刚才他们想用银子贿赂我，我岂能为几两银子折腰啊？我是看着他们呢，也怪可怜的，才想着帮帮他们。见与不见，您自己看着办吧。本王谁也不见，都端出去倒了。王爷，这个汤熬得不错呀，闻起来怪香的，您真的不试一下？你若想死，便试吧。哼，王爷大人，您不会怀疑这羹汤有毒吧？哟，这家伙挺精明的。你不是早就知道吗？竟然故意试探本王。王爷，
您不是没中计吗？他们今日早晨刚入王府，便来找我送羹汤，原来是想借刀杀人。万一你或我误食羹汤，则必有一死。真是好手段啊！王爷要不要现在将他们给杀了？到底是谁想要您的命呢？不会是皇上想杀您吧？你若不倒羹汤，本王还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的，想谋害本王呢。幕后之人不一定便是皇上，杀他们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本王不急。记住，任何被送进王府的人，哪怕是一条狗都不简单。想要扳倒本王之人数不胜数，后面势力更是错综复杂。各种道理你明白就好。过来帮本王按摩按摩头部，本王走路走累了，头晕。好的嘞，王爷。次日一早，小姐，皇上御赐的4位美人又来找王爷了。什么？他们又来了？小姐，您这样明目张胆看热闹，王爷知道了不太好吧？热闹不就是让人看的吗？有什么不好的？估计有好戏看喽。各位，王爷身体不适，需要休息静养，还请各位回避。大胆奴才！我等乃皇上御赐前来伺候王爷的，难道你要抗旨吗？是啊，抗旨可是死罪，就连王爷也不能违抗皇上的旨意。大人，麻烦您还是让我们继续伺候王爷吧。识相的赶紧让我等进去，不要在这里啰啰嗦嗦。万一王爷怪罪下来，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大人，您还是让我们进去见一下王爷吧。王爷又未说不想见我们。再说，我们乃是皇帝御赐，本就是来伺候王爷的。听闻王爷病后一直没有人伺候，十分可怜。皇上体恤王爷，特地让我等前来服侍。您放心，我们定会将王爷伺候得好好的。唉，易大人真是不容易，真是难为他了。王爷怎么还不出来啊？不会还在睡懒觉吧？他打算如何对付这几个美人呢？是直接砍头还是剁手？真是让人期待呢。正在此时，一个冷如冰霜不耐烦的声音响起：你们在这里吵吵闹闹做什么？还让不让本王休息了？王爷，他们在这里吵了许久，说是想见您一面。见过王爷，我等奉皇上之命前来伺候王爷，还请王爷许我有王爷去伺候。东方玄烨冷哼一声，淡淡的吩咐道：你出，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将他扔出王府喂狗？未经本王允许，再不准踏进王府半步。侍卫们奔上前，拽着美人们便向王府外拖去。喂狗？喂狗？你看戏不是看得挺起劲吗？这便不看了？王爷，您老人家终于出来了，走路走得不错嘛。那几个美人儿可是皇上御赐，就这样扔出去喂狗，您就不怕皇上治您的罪啊？老人家，本王很老吗？怎么会呢？王爷您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如同正午的太阳般光辉灿烂，年轻有为，怎么会老呢？有人说您老，那一定是对方有眼无珠，不识泰山。我说的老人家就是您的意思，我那是对您的敬称。敬称。王爷，您这样将他们扔出去，他们完成不了任务，也是死路一条。您杀伐果断，冷酷无情，老谋深算，将他们扔给他们自己人来处理，实在是高，令小女子佩服。某人挑了挑眉，他这到底是在夸他呢，还是在贬他呢？我真的很好奇，这幕后之人到底是谁？皇上估计不可能，毕竟你是他的得力臂膀。易大人进来报告时，说是江贵妃和皇上特意为您挑选的美人儿。难道是江贵妃？她为什么要害您呢？你和她有仇？你这不是不傻吗？谁说你傻的？不管是谁在后面搞事，本王都不会饶过他，且看他如何闹腾。本王将人扔给他们，至于如何处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哪里傻了？以前说我傻，那肯定是谣传。不，本王走一走，本王感觉越走越有精神了。
好的嘞，王爷。东方玄烨闻着少女身上香香甜甜的气息，望着她满头大汗的模样，嘴角忍不住弯起。本王走累了，就先坐下来休息片刻。好的嘞。一只浑身雪白的小奶猫从花丛中跑出来。小可爱，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呀？长得可真可爱啊！长欢喜滋滋地抱着小奶猫走到东方玄烨面前。王爷大人，你看它多可爱啊，毛发一根杂色都没有。本王不喜欢它掉毛。谁不会掉毛？谁也会掉啊！你嫌弃过自己掉毛吗？小可爱，我以后叫你小苹果好不好？以后有空记得来找我玩哦。少女乐得哈哈大笑，嘴里哼着奇怪的歌谣。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东方玄烨望着美丽的倩影，听着大胆的歌谣，不由心生摇曳。他说的那个人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娘娘，他们被夜王赶了出来，还被夜王放狗咬伤。这夜王着实可恨，竟敢伤害娘娘的人，真是不知好歹。求娘娘饶命！求娘娘饶命啊！说来听听，你们见到他了吗？伺候他了吗？我等按照您的吩咐做了汤羹，交给那个傻子，让他送给夜王。那只傻子不小心将汤羹打翻，于是我们又实行下一个计划，去请求当面伺候。那只夜王一出来，便命令将我等扔出王府喂狗。娘娘，那夜王阴险狡诈，冷酷无情，无视皇上和您的命令，我们实在不是他的对手啊！没用的东西，本宫留着你们还有何用？抚琴，将他们关进地牢，留着炼药。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当日下午，王爷，楚小公子来看楚大夫了。天赐来了，太好了，正好我也想他。天赐拜见王爷，祝王爷身体康健，早日康复，同时也感谢王爷收留姐姐。起来吧，不必客气。楚大夫在给本王治病，收留他也是应该的。东方玄烨看向长欢，你现在不用陪着本王，去陪陪你弟弟吧。好嘞，谢王爷大人。姐姐，你怎么受伤了？是爹爹让人打的吗？四儿乖，不哭不哭啦，姐姐没事，这是不小心碰到的，这是皮外伤，真的不碍事。姐姐，你不知道，那天晚上我被关进了自己的院子里，听见爹爹院子里闹哄哄的，就知道不好，吵得一夜没睡着。次日起床之后，便看见爹爹贴在门外的告示，我生怕你出事，便到处去找你，可哪里都没有能找到你，后来又被爹爹抓了回去。我求爹爹让你回来，可是爹爹说他已将你逐出家门，与你断绝父女关系，是死也不会让你回来的。每日爹爹都让人盯着我，生怕我来找你。今日我好不容易熬到放学，趁着人多甩开盯着我的书童，才得以跑到这里来寻你。他擦去脸上的泪水，急忙从袖子里掏出一小包东西，直往长欢手里塞。姐姐，这是我平日省吃俭用偷偷攒下的银子，你先拿着花，后面我还会慢慢攒的，等我攒多一些就送来给你。姐姐，等我再长大一些，做了官有能力赚银子了，我便养你一辈子。天赐，姐姐会越来越好的，姐姐会医术，会为人治病，以后会赚很多很多银子。等姐姐赚够了银子，就开一间大大的医馆，再买一栋大大的宅子，到时候你搬来和姐姐一起住，让姐姐好好照顾你，陪着你长大好不好？姐姐，你真的能够为人治病吗？不是像爹爹所说的是犯了魔症，或是招摇撞骗？当然了，姐姐怎么会骗你呢？你看，我不是快要将王爷治好了吗？再等几日，他便能健步如飞了。姐姐，那你也能为爷爷治病吗？爷爷已经病了太久了。你放心，我已为爷爷开过药方，等他身体好转一些，我再为他做进一步的治疗。你不用担心，
爷爷也会慢慢好起来的。天赐，我不在，要抽空多陪陪爷爷。我被逐出家门之事，你先不必告诉他。爷爷现在受不得刺激，一切等他身体大好之后再说。另外，我现在又为王爷治病，暂时住在这边，你有空就过来看我。这件事不必告诉别人，如果家里问起，你就说是叶王爷让你来的。楚天赐小鸡啄米般点头，将他说的话牢记在心。小姐，王嬷嬷听说小公子过来，特意让人备了晚膳，留小公子用膳。晚膳已备好，请您和小公子过去用膳。用完晚膳，已是华灯初上。你们退下吧，有楚大夫陪着本王即可。楚大夫，你该不会拒绝本王吧？哈哈，怎么会呢？陪伴王爷本就是小女子的职责啊。王爷，您身材可真好。你说本王身材好，到底哪里好？王爷，你有8块腹肌。你喜欢本王的8块腹肌？长欢后知后觉，猛地捂住嘴，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凉风习习，夜色无边，终于回到卧室，长欢累得人仰马翻，倒床就睡。正睡得迷迷糊糊，他隐隐听见外面人声喧闹，好像往那边跑了，赶快追！到处搜查一下，刺客受了伤，跑不远的。心里正疑惑着，他突然感到脖子一紧，别出声。这位大爷，我很乖很听话的，您千万不要杀我，您就好好在这躲着吧，想躲多久躲多久，我一定不会将您暴露出去的。哼，说，楚长欢在何处？说出来饶你不死。楚长欢？长欢听到自己的名字抖了抖。他住在隔壁。大爷，我只是个小婢女，大爷您串错门了。正在此时，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楚大夫，你睡着了吗？你有没有事啊？这大猪头什么时候来不好，非要这个节骨眼来，这不是要害死我吗？王爷大人，我没事，正睡觉呢。请问你有什么事吗？王府闯入刺客，被本王所伤，侍卫正在全力搜查，你当心一些，免得被对方所伤。你打开门，本王进来看看你。啊，不用了，王爷大人，我真的没事。天气寒冷，穿衣不便，我太困就不起来了。您赶紧去忙吧，自己当心一些啊。哼，郎情妾意，令人作呕。楚长欢，你竟敢骗我说你不是楚长欢，真是该死。大爷，您误会了，我只是帮他治病的大夫而已，谈何郎情妾意啊！再说，您要杀我，我总不能将自己送给您杀吧？我也怕死啊！我真的很好奇，我和您无冤无仇的，您为何要杀我？就请您告诉我，让我死后瞑目行不行？这家伙不会是变态狂、才华贼吧？哼，本尊想杀你，还需要理由吗？本尊好不容易让他死了，你竟然将他救活，本尊杀你1万次，都不足以消除本尊心头之恨。大爷，饶命啊！我只是发狂见他戳得浑身是血，哪知无意中救了他。他装出瑟瑟发抖的模样，眼底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电光火石之间，几乎就在同时，少女抬起光溜溜的脚丫，狠狠地踹向他的裆部，一包不明粉末迎面砸在蒙面人的面门上。无耻，竟敢暗算本尊，找死！来人啊，有刺客！来人啊，有刺客！蒙面人气得差点吐血，推开窗便翻了出去。刺客就在我房间，中了我的迷药，你们快去追！一出带着侍卫涌入房间，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东方玄烨望着他光溜溜的玉雕般的脚丫，连忙将斗篷取下来披在他身上，一把将他拦腰抱起，不悦地问道：刺客就在你房间，刚才本王问你，为何不说？王爷，他刚才掐着我的脖子，我要赶吱一声，不得被他给麻溜给剁了吗？你知道那个刺客是来干什么的吗？
他说他们好不容易让你中毒死的翘翘的，结果被我把你给救活了，坏了他们的计划，所以我必须死。要不是我机灵，提前备了点迷药防身，您见到的可就是一具尸体了。本以为在你这里安全的很，没想到不是美女刺客，就是蒙面刺客，整日里面担惊受怕，我的战战兢兢，王爷我太难了。哼。东方玄烨沉默了，正暗暗自责着，却听见他话锋一转：王爷，我刚才为了您差点送命，你得补偿我的精神损失。精神损失？你想要什么补偿？暂时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您。我估摸着怎么也得几万两银子吧。你脖子被勒伤了，本王带你去上药。哎呀，好痛！王爷您可一定要补偿我呀。王爷，刺客人已逃走，我们在楚大夫卧室发现了这个药包，属下看了看，似乎是一种迷药。这是我无聊时配置用来防身的迷药，没想到今日派上了用场。那家伙中了迷药啊，不睡上几个时辰，怕是醒不过来喽。我们刚才进去也闻到过，不会被这迷药迷倒吧？他话音刚落，身子一歪，便软软地坐在地上。王爷，我也有点头晕。随他们进去搜查的侍卫一个个软倒在地，不省人事。这药效也太强了吧，只是闻了一下就迷倒了一大片。东方玄烨望着怀中人，也有些发愣。倘若他是奸细，王府之人岂不是轻而易举便被他歼灭？如此看来，他肯定不是。王爷，刺客竟如此厉害，把他们都放倒了。东方玄烨眼神闪了闪，这小丫头简直是个无价之宝，让他有点欲罢不能啊。那个迷药啊，是我配来防身的。刚才刺客挟持我，我便用这迷药吓退了他。楚大夫，麻烦你将解药给他们服用，让他们尽快醒过来。我没有解药，这个药是我配着玩的，还来不及研究解药。他们睡2-3个时辰就会醒来，并无后遗症。明日我再想想办法配点解药。好困啊。少女话未说完，已窝在东方玄烨怀中睡着了。这丫头是猪吗？这样也能睡着？长欢睡醒起来已是日上3竿。小姐，你醒了。玉大人说中迷药之人已醒，让您不用担心。我知道了，那就等有空再研究解药。你用过早膳了吗？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呀？奴婢早就吃过了。奴婢先为您梳头。这些东西哪里来的？好像挺值钱的。小姐，这些是王爷让人送给您用的。王爷对您真不错。小姐，我为您插上镇制金钗。这些东西啊太贵重了，先收起来吧，到时候我们带走。小姐，您睡醒了，饿坏了吧？赶紧过来用早膳吧。对了，王爷请您用完早餐过去一下。这家伙一大早也不放过我，总不能让我自个儿待一会儿吗？手臂好些了吗？为何不带本王送给你的首饰？手臂已经没事了，首饰等以后再戴吧。帮本王梳发。好的嘞，我的王爷。他从上到下足足梳了几10下才放下梳子。王爷，梳好了啦，你可满意？就这。王爷，你想让我梳成发髻的样子，就是您平时的模样吗？不然呢？难道梳成你这样？王爷，您等着啊，马上给您梳好。东方玄烨嘴角微弯，任他一次又一次拿他当试验品。他向来不喜欢女人贴身伺候，但他似乎是个例外。王爷，再梳我就把你给梳秃了。王爷，要不还是我来为您梳头吧。一出说着，拿起木梳，手把手地教长欢梳头。楚大夫，男子的头发是这样梳的，您看。长欢瞪大眼睛看得仔细，但一出梳完，他按照他教的方法重新梳了一遍。王爷的头发终于梳好了。梳得不错，多梳几次就熟练了。王爷，这次您总算满意了吧？我一下子就学会了。
明早也记得过来，帮本王梳发。哦。王爷，楚若雪姐妹来了，说是来看楚大夫，顺便感谢王爷对楚大夫的收留之恩。不见。东方玄烨和常欢异口同声，仿佛商量好似的。王爷，我已被逐出楚将军府，与楚若雪姐妹不熟，还是不必相见。一初，打发了吧，本王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要见的。楚大夫，楚若雪说替楚老爷子给您捎了句话，您若不见他，一定会后悔的。替楚老爷子捎话？难道是爷爷出了事？你若想见，便去见一见；你若不想见，那便不见。见或不见，你决定便是。至于本王身体不适，谁也不见。一初心神一跳，一脸八卦的暗忖：这话怎么听起来有股妇唱夫随的味道？难道是他想多了？常欢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与楚若雪姐妹见上一面。楚将军府嫡长女楚若雪，嫡次女楚若蝶拜见王爷，感谢王爷收留小妹楚长欢，大恩大德，小女子没齿难忘。祝王爷早日康复，福寿绵长。只是他等了片刻，并未等到对方的只言片语，不禁心生疑惑。他如今乃是嫡女身份，必须矜持优雅，故而不敢轻易抬头看向对方。楚若蝶可就没想那么多了。姐姐，快看！哼！楚若雪，不要再装了。爷爷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说完赶紧滚。本小姐可没有耐心陪你们在这演戏。楚长欢，怎么是你？叶王爷呢？他在哪儿？哟呵，我的好姐姐，你不是来看我这个妹妹的吗？我们姐妹相见，叶王爷自然是要回避啊。怎么？原来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叶王爷身上？真可惜。王爷说他不想见什么阿猫阿狗的，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放完赶紧滚，别在这丢人现眼盯我的眼睛。现在我和姐姐才是楚将军府的嫡女，二傻子，你是不是羡慕嫉妒恨呢？可惜，哼，你现在什么都不是，又有什么资格这样和我们说话呢？你若对我们态度好一些，说服叶王爷和姐姐见上一面，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说不定我们一高兴，便和爹爹说几句好话，让你重回楚将军府做个庶女，以后还能见个糟老头子，做个小妾通房什么的，衣食无忧。现在嘛，你已得罪了我们，就等着饿死街头吧。你这种傻子啊，只配在阴沟里面苟延残喘。若蝶，不要再说了。哈哈，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呵呵，你们长得这么丑，倒想的挺美的啊。可惜啊，叶王爷不想见你们，这可怎么办呀？他睥睨着楚若蝶。楚若蝶，你还真是比我想象的更恶毒、更龌龊、更不堪。你们放心，就算我离开楚将军府，也会活得更好、更滋润，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别再唧唧歪歪、啰里吧嗦了。爷爷到底有什么话要带给我？说完赶紧滚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其实也没什么的，那个老不死的棺材瓢子向来护着你和你娘，千方百计阻止我们的娘扶正，阻止我和姐姐成为嫡女，都快死了，还在念叨着你的名字。你再不回来，恐怕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了。哼，我和姐姐也是她的孙女儿，我姐姐不但比你优秀，还比你漂亮，为何她眼中只有你这个傻子，看不见我和姐姐的存在？难道因为我娘是妾室，我们就必须成为庶女吗？她为何千方百计阻止我娘扶正？凭什么？凭什么？讨厌她，我真的非常讨厌她，巴不得她早死。呵呵，她现在终于快死了，你高不高兴？我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再也不用看见那老不死的了，让他赶紧去下地狱吧。常欢脸色一沉，猛地抬起手，对着那张恶毒的嘴脸狠狠地扇了上去。你这个傻子，你竟敢打我！你竟敢打我！�忤逆不孝的狗东西，
本小姐打的就是你。楚长欢，他不过说你2句，你就将他打成这样，你实在太过分了。他辱骂爷爷，目无尊长，忤逆长辈，他才过分吧？你们爹娘没有教过你们如何做人吗？若是没有教，我来教。下次再敢辱骂爷爷，欺负天赐，我见一次打一次，绝不轻饶。楚长欢，你这个贱人，等我回去告诉爹爹，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若蝶，够了。姐姐，以前都是我们欺负他，凭什么让他欺负我？上一次他打了我，这次又打我，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要他死。说着，一把推开楚若雪，再次扑上前。长欢眼疾手快，一把捏住楚若蝶的手腕，猛地一拉一拧。我的胳膊断了！这下知道痛了。我打的就是你这种忘恩负义、目无尊长的窝里横的贱东西。你对爷爷不敬，我不过带爷爷教训你罢了。以前是我痴傻不懂反抗，但是以后若再敢惹我，我便卸了你们的胳膊和腿，让你们变成嫁不出去的废物。楚长欢，你不要太过分啊！若让老爷知道，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哼，春夜，小姐已被逐出家门，你们还想怎样？不要欺人太甚！回去告诉你们娘，若敢对爷爷不敬或者欺负天赐，我便让他变成活死人。你们放心，我有的是手段收拾你们。不要再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滚吧！来人啊！王府管家在何处？侍卫大人在何处？我要见王爷！我要向王爷告状！这个傻子在叶王府欺负我，我也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2位小姐，王爷如今还在病中，实在不便相见。你们要见长欢姑娘，这见也见了，话也说完了，还请你们尽快离去，不要再闹了。若是惹恼王爷，在下也不知会有什么后果。这边请吧。王爷，楚若蝶对楚老将军不敬，楚大夫当场就给了他一巴掌，那愤怒的模样不像是装的。还有，他最后警告楚若雪姐妹，不能对爷爷不敬，不能欺负天赐，真情流露的模样也不像是装的。王爷，这样的楚大夫会是奸细吗？若他真是奸细，隐藏的也太深了些。可万一他就是楚长欢本人，只是恢复神智了呢？另外，楚大夫托我今晚带他偷偷去一趟楚将军府，看看他爷爷。本王一起去。可您的身体……一初摇头，还是属下去吧。呵呵，本王很想看一看，楚老将军见到他会是什么反应。一初，有些事我们输不起，不管他是不是奸细，只要他未做对不起本王之事，本王便可视而不见。一个人身份可以改变，但本性不会。眼看的不一定为实，你要用心去体会。一初一头雾水的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王爷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何他听不明白？楚大夫到底是不是奸细？不知过了多久。静婷那边怎么样？编程可还顺利？启禀王爷，静婷那边一切顺利。宫里那位呢？还是老样子，身体时好时坏。王爷，如今关于传位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传言上面那位将立长公主为太子，如今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长公主又在广纳面首，还放言待她做了女皇，要凑齐后宫佳丽3000。王爷，我们应早做打算才好。哼，他……东方玄烨不屑地嗤笑，不过是受他母妃蛊惑的可怜虫罢了，不足为患。再选几个面首，以别人的名义塞进去。是。楚若雪姐妹满腹委屈地回到楚将军府。你们不是去叶王府拜见王爷了吗？为何会被傻子给打了？楚若雪将事情的经过添油加醋讲了一遍。娘，我又被傻子打了，你一定要为女儿报仇啊！
小贱婢，你是怎么看护小姐的？她被人欺负，你们在干什么？本夫人要你们这些废物何用？不如将你们卖到窑子，让外人睡千人骑，真是气死我了！夫人饶命，夫人饶命！今日奴婢们陪小姐去叶王府拜见王爷，哪知王爷以身体不适为由，只让傻子出来和小姐见了一面。夫人有所不知，傻子向王爷借了几个奴婢，翘着二郎腿坐在上位，一副狗仗人势的模样，当着侍卫和丫鬟的面对小姐呼来喝去，肆意殴打辱骂，嚣张至极。夫人你一定要告诉老爷，为小姐报仇啊！夫人，那位不是一直不承认让您扶正吗？何不让小姐过去让他看看，他一心宝贝的傻子孙女儿，如今变成了什么德行？我儿，听闻那老不死最近身体好了许多，还放言只认傻子为楚将军府唯一嫡孙女。哼，老不死的都快进棺材了，还如此遭人恨。雪儿，你现在带妹妹去给她看一看，让她知道她心心念念的傻子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还有，听闻青山内司一直瞒着老不死的，并未将傻子被逐出家门之事告诉他。你们过去后，不妨一并告诉他。爷爷，孙女们来看您了。您今天好些了吗？若雪若蝶来了，快坐。爷爷，我们和娘天天都在为您念经祈福，希望您早日康复。您今日看上去气色也很不错，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等爷爷大好了，我们便陪爷爷去寺庙祈福。蝶儿，你的脸怎么了？是不是不小心磕着了，还是被蚊子咬了？爷爷，这是被长欢打的，他如今性情大变，时不时发狂，动不动就打人。爷爷，我担心他伤着您，您可千万不要见他呀。长欢一向单纯善良，怎么会平白无故打你呢？爷爷，您可要为孙女做主啊！楚长欢以帮助玄烨王爷治病为由，在叶王府招摇撞骗，装神弄鬼。爹爹答应他拖累楚将军府，便苦口相劝，哪知他不但不知悔改，还辱骂爹爹。爹爹一气之下，便将他逐出家门，断绝了父女关系。我和姐姐十分担心他，便去叶王府干他，顺便劝他不要行骗，哪知他根本听不进劝告，他因此而打伤了我。你说什么？他被那个畜生逐出了家门，还断绝了父女关系。主人，您千万不可置气啊！等您好了，再将他接回来就是了。爷爷，楚长欢如今死皮赖脸的赖在叶王府招摇撞骗，还好爹爹将他逐出了家门，否则王爷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是要连累整个家族？爷爷，爹爹大义灭亲做的没错，爷爷你有所不知啊，爹爹还将我娘扶正，我和姐姐都成了楚将军府的嫡女，你为我们感到开心吗？好，楚承运，你可真是本将军的好儿子，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畜生？他喉咙咯咯响了数声，干瘦的身躯直直向后倒去。主人，您醒醒啊！主人，您快醒醒啊！过来，为本王梳头。王爷，您大晚上的梳头，这是要出门吗？您身体尚未痊愈，还是留在家里面静养比较好。你今晚不是要偷偷摸摸回去看你爷爷吗？怎么，你反悔了？啊？楚大夫，王爷想亲自陪你去。什么？王爷，您尚未痊愈，还是留在家中多加休息，有益处陪着我去就行了。这种小事怎么能劳您大驾呢？你这是瞧不起本王啊？担心本王成为你的拖油瓶？长欢可不是担心他成为拖油瓶吗？但这样的话，他怎敢说出口？我不是，我只是关心您，万一您摔了磕了碰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还有银子没结清。东方玄烨心中暗乐，小丫头这是在关心他吗？在你眼中，本王就这么不堪？
到底谁是拖油瓶还不一定呢。你到底回不回去？不回去就算了，一出，陪本王到院子里走走。你想去就去吧，不过咱丑话说在前头啊，你要是有个3长2短，我可负不起那个责任。您该给的诊费1分都不能少。东方玄烨愣了愣，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他关心的不是他，而是他的银子啊！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财迷。你在找什么？找砖头垫脚啊！一条长臂突然伸过来，一把搂住他的纤腰。王爷，我要去找砖头垫脚。有本王在，你还找砖头做什么？长欢不由失了神，他突然感到身体一轻，身子随着他腾空而起。原来传说中的功夫真的存在啊！王爷，您轻功真好，片若惊鸿，宛若游龙，让小女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东方玄烨对他的夸赞十分受用，眉梢微挑，一脸的戏谑。本王带个拖油瓶，没问题的。王爷，楚老将军的院子就在前面。东方玄烨点了点头，长欢后知后觉，急忙往旁边让了几步，那只脚下踩到一块石头，身子一歪，差点栽倒。东方玄烨及时扶住他。哼，本王又不会吃了你，急什么？长欢小脸一红，气恼地瞪了他一眼，率先向楚老将军住的院子走去。青山拜见王爷，祝王爷福泰安康。小姐，您终于回来了。青山叔叔，我爷爷现在怎么样啊？今日楚若雪姐妹来王府说爷爷病重，我心里担心，便在王爷大人的陪同之下回来看他。我给爷爷开的药方，爷爷有没有按时服用啊？他老人家现在还发烧吗？小姐，主人按照您开的药方服了药，这几日只是偶尔低烧，也开始吃点东西了。哪知下午若雪、若蝶2位小姐过来，若蝶小姐将您被逐出家门并断绝关心之事告诉了主人，主人气急攻心，吐了好多血，现在还昏迷不醒。长欢大惊失色，急步冲向楚老将军的卧室。姐姐，你终于回来了，爷爷他很不好。别担心，一切有我，爷爷不会有事的。你到一旁守着，别出声啊。长欢手中的金针又快又稳，待金针全部扎完，也只是过了不到半盏茶的功夫。爷爷，姐姐来了，您赶紧睁开眼睛看看她，看看我呀。爷爷，您的孙女长欢来看您了，您快醒一醒啊。爷爷，您终于醒了，可吓死孙女儿了。刚才我以为您施针救治，您堵在胸口的淤血吐出来应该就没有大碍了。如你还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呀。夜王光临寒舍，恕老朽沉阁在身，不能起身相迎。老将军好好养病，不必与本王客气，本王一直未来探视，还请见谅。爷爷，我先帮您取下金针，再帮您另外开一副药方和药膳方子，待您身体调理的差不多了，我便为您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您不用想那么多，安心养病就好了。等我买好了宅子，便将您和弟弟接过去一起住，给您养老送终。好好好，乖孙女儿，无论那个畜生如何待你，你永远都是我楚山河唯一的嫡亲孙女儿。只要爷爷一日还活着，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爷爷，等我长大了，便养你和姐姐，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好好好，真不愧是我楚山河的乖孙子。长欢为楚老将军取完金针。小机灵鬼，爷爷没事了，你早点回去睡觉吧，明日还要上学呢。不要，我要一直陪着姐姐，等你走了我再去睡觉。青山叔叔，爷爷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您了。王爷是否也觉得老朽的孙女死而复生，性情大变，十分蹊跷？东方玄烨收回目光，目光灼灼地看向他。其实老朽也觉得蹊跷，甚至怀疑
他是奸细假冒的。毕竟我们都是刀尖上过来的人，甚至兵不厌诈的道理，这世上哪有傻子突然开窍成了天才的缘故啊？东方玄烨目光跳了跳，一下子变得锋锐无比。直到老朽看见他耳垂上的胎记，那颗血痣，老朽才敢确定她的确是老朽的嫡亲孙女楚长欢。至于她为何由愚钝不堪变得聪明伶俐且医术不凡，恐怕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了。王爷，老朽沉阁多时，恐怕时日不多了。老朽有一事冒昧相求，不知王爷能否看在老朽曾救过王爷的份上，答应老朽，让老朽得以死而瞑目。楚老将军有话请讲，只要本王能做得到，一定在所不辞，全力而为之。楚府的烂事，想必王爷已听说，老朽深感汗颜呐。若有一日老朽不在了，还请王爷看在老朽的份上，对他们姐弟照看一二。本王答应老将军便是了，老将军不要胡思乱想，安心养病，定会很快康复的。不过本王也有一个条件，以后本王若有所求，还请老将军给予方便。都是老奸巨猾的狐狸，一老一少相视，皆都微微一笑，算是达成了某种协议。姐姐，我舍不得你走，我不喜欢住在这里，我想和姐姐一起住。天赐，等姐姐买好宅子，便将你和爷爷都接来一起住。你是小小男子汉，要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不能再让人欺负了爷爷去。爷爷现在正是恢复的关键时期，不能再受到刺激，你要多陪陪他啊。若爷爷有什么情况，千万记得来告诉我。你若是想我了，便下学之后抽空来王府看我。监督爷爷吃药吃饭的责任就交给你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愁眉苦脸的，来，笑一个给姐姐看看。楚天赐泪眼朦胧地望着他，对他绽开一个勉强的笑脸。乖，赶紧回去睡觉，明日还要上学堂呢。东方玄烨静静地守在一旁，其实他早就断定他不是奸细了，不是吗？今日只是得到证实罢了。王爷，小女子有一事相求，不知您能否答应啊？东方玄烨岂能不明白他的意思，假装好奇地问道：你有何事，不妨直说。王爷，小女子想借王爷您一用，小女子保证只是借用一下您和易大人，绝不会磕碰损坏，保证让您毫发无损。东方玄烨被他利用，心中暗戳戳的高兴。哼，本王为何要借给你用？对本王有何好处？长欢伸着纤纤玉手，横竖比划着，振振有词。王爷，难道您不记得了吗？我们一起躺过棺材板，那可是过死的交情啊。常言道，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我们一起躺过棺材板，那可是10000年才能修来的缘分。再说，我救您一命，您帮我一场，这不是应该的吗？还要什么好处啊？王爷，您做人不能只讲好处啊。这个理由竟让本王无法反驳。你若能和本王一起葬进本王家祖坟，我俩缘分岂不更深？要不你先考虑一下。一起葬进他家祖坟，那不是得先嫁给他吗？那个，这个问题吧，有点复杂，咱们先不讨论。王爷，您只需带着侍卫陪我进去晃一圈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就行。我要教训教训那群小人，顺便拿回娘留给我的财产。哼，不行，这样做有损本王声誉，赔本的买卖，本王向来不做。要不，整金减去1000两银子？才1000两，你打发叫花子呢？5000两？太少了。8000两？还不够本王塞牙缝的。
1万两不能再多了，估计您这牙缝塞进去1万块砖头也够了。你可真抠，勉强成交吧。大舅子，你放心啊，我楚成渊在京城混了这么多年，不是白混的，认识的官员不知凡几，帮你从广陵县调回来，易如反掌，你就放心吧。相公，这句话你都说过多少次了？兄长已在广陵县待了2年多，也没见你把他调回来。你懂什么？如今上头病重，叶王爷也不好，也不知那个位置将会传给谁。总之你怎么说都有理，却苦了兄长。实在不行，咱们花点钱去求一求叶王爷也行啊。叶王爷一手遮天，权力比那位还大，且与老太爷的关系也不错。妹夫，有一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不知是不是真的。我在广陵县都听说了，据说你那个痴傻女儿为叶王陪葬，却在陪葬夜死而复活，性情大变，被厉鬼附身了。后来你是怎么处理的？这种家丑应在扬出去前就被控制住，你怎能如此大意？一个傻女，死不足惜呀。陪葬夜那日，他的确死而复活，跑了回来。本来我想神不知鬼不觉处死他算了，免得给家族丢脸。哪知道老头子带着病跑来，以死相逼，非要护着他。为了老头子，我不得已留了他一命。可万万没想到，他不但殴打妹妹家仆，还跑到叶王府装神弄鬼，自称什么神医，招摇撞骗，骗取叶王钱财。叶王也是病急乱投医，竟信了他的鬼话。我思前想后，此事若传到宫中那位耳中，让他去宫里治病，万一治出个好歹来，楚家可就完了。我一气之下，便将他逐出了家门，与他断绝父女关系。孙从安边听边频频点头。原来如此啊，是这么个道理，哪有一个傻子死而复活变天才的道理啊？除非被鬼附身了。楚长欢，竟然是楚长欢！贱人，你还有胆子回来送死？旺财，赶紧将孽障给我拿下，直接拖到院子里杖毙，动作要快一些。本夫人还没去找你，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怨不得别人。楚若蝶，你个狗杂种，你不但辱骂爷爷目无尊长，忤逆不孝，还将他差点活活气死。我今日便替爷爷教训教训你，教你如何做人。说罢，手上猛一使劲，一下子便将楚若蝶拽得翻倒在地。爹娘，救命啊！救命啊！女儿要痛死了，要死了！楚长欢，你要发什么疯？楚若雪被踹得扑倒在地。爹娘，难道你们就看着他发疯胡闹吗？老爷，可怜若蝶还是个孩子呀！哎呀，您怎么不说话？您倒是说话呀！哎呀，您赶紧让人抓住这个孽障，将他杖毙呀！王才，带人抓住他，拖出去杖毙。若不见他打死，你便自尽谢罪。今日楚将军府可真够热闹的，令本王大开眼界呢。正在此时，一个低沉好听、满是嘲讽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楚成运拜见叶王爷，叶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广陵县县令孙从安和犬子孙伯然拜见叶王爷。王爷救命！您可要为我做主啊！楚长欢发狂殴打我，我快被他给打死了！楚思夜，本王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楚府家门不幸，出了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女，让王爷您笑话了。待会儿下官要执行家法将她处死，还请王爷见谅。哦，楚思夜，你说的逆女是谁？不会是让本王起死回生的那位楚大夫吧？
听闻他为本王治病，你看不过眼，便将他逐出家门。楚思夜，你是对本王有意见，希望本王早点死吗？下官不敢。逆女死而复生后，时不时狂性大发，不但欺凌亲妹家奴，且顶撞父母，忤逆不道。更可恨的是，他还花言巧语蒙蔽王爷，处心积虑骗取您的钱财，还请王爷不要顾及楚将军府颜面，将他逐出王府。哼，楚思夜，你是在教本王如何做人吗？下官不敢。王爷您有所不知，今日2个小女前去贵府看望他，竟被他无故殴打，现在变本加厉，竟跑上门来打他。哎呀，王爷呀，您不能因他住在您府上就包庇纵容他呀，您要为小女若蝶做主呀！哎呀，楚大夫，到本王这边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给大家说清楚，否则别人还以为本王护短包庇你。本王是那样的人吗？敢问王爷，辱骂祖父老不死，诅咒祖父早死，在祖父病重期间故意用言语刺激导致祖父吐血昏倒，差点病逝，敢问这些属于忤逆不孝之罪吗？当然属于忤逆不孝之罪，且情况严重，性质恶劣。王爷，这个傻子在撒谎，他在欺骗王爷。我没有辱骂祖父老不死，没有诅咒祖父早死，更没有在祖父病重期间故意用言语刺激他。小女子冤枉啊，王爷！王爷，这个傻子自从死而复活后，性情大变，喜怒无常，时不时发狂呀！不但殴打妹妹，且谎话连篇。您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呀，王爷！你们急什么？先让楚大夫把话说完，有没有忤逆犯不孝之罪，本王自有公断。敢问王爷，本朝对忤逆不孝之人如何处置？本朝对忤逆不孝者惩罚严格，乃是十恶不赦之大罪。只要父母到官府状告子女，一旦罪名成立，轻者杖毙，轻则发配充军，严重者砍头示众极刑。若你所说情况属实，杖毙是少不了的。王爷，我没有做过那些事，都是这个傻子污蔑的，还请王爷为我做主啊！楚长欢，你处心积虑污蔑蝶儿，不就是因为你被逐出楚家，怀恨在心，想要报复吗？你说的那些可有证据？若是拿不出证据，请王爷治楚长欢污蔑之罪。易大人，你当时也在场，麻烦你来给大家做个人证，请你告诉他们，我刚才说的是否属实？当时若蝶姑娘辱骂楚老将军之事，在下确实听到了，楚大夫并未撒谎。不可能，你撒谎！你们串通一气撒谎，若蝶还是个孩子，这让她以后该如何嫁人呀？老爷，使不得呀！蝶儿还是个孩子呀！楚成运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举起铁棍狠狠地打向楚若蝶的腰臀。你这个孽障，竟敢背着我做出此等忤逆之事，我今天便以家法处置，让你长长记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对你祖父忤逆不孝。爹爹饶命，都是娘和姐姐教我做的，求你不要再打我了。随即声音渐弱，然后戛然而止。楚若蝶已是受不住疼痛，晕死过去。王爷，小女忤逆不孝，下官以家法管教，子不教父之过，是下官管教不严，让王爷您费心了。王爷，还有一事，请王爷一定要为小女子做主啊！你还有什么委屈，不妨直说，本王定会秉公处理，绝不偏袒任何一方。王爷，因我为您治病，这位楚大人非说我招摇撞骗，败坏家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逐出家门，不让我带走一针一线。如今我无家可归，流落街头，遭到世人耻笑。然则我听我的丫鬟丁香说过，
我娘去世前曾留给我20万两银子的嫁妆和10万两银子的首饰，都被这恶毒的孙姨娘抢了去。这些本是属于我的东西，还请王爷为我做主要回来，否则我娘看到她女儿受恶人欺负，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王爷，你可要为小女子做主啊！你娘留给你不过2万两银子，哪有30万两？整个长安城，就算富豪嫁女儿，最多也不过3、5万两白银。楚长欢，你休要胡说八道，信口开河！王爷，您看区区一个姨娘，当着王爷您的面，也敢爬到我这个嫡女头上作威作福，欺上瞒下。若是您不在，还不知道她会如何欺负我呢。听说上次我为您陪葬，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可怜我娘留给我的30万两银子，就这么被这个恶毒的姨娘给吞了。王爷，你可一定要为小女子做主啊！楚成运愤怒地瞪着他，长欢的娘去世前的确给他留了一些嫁妆，大概2万两银子。楚长欢，你是说，你上次为本王陪葬，其实不是病死的，而是被他们害死的？这件事若报给皇上，可是欺君大罪啊，是绝不能胡说的。你胡说！你明明是病死的，不是被我们勒死的。王爷明鉴，他之前的确是病死的，您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呀。楚大夫，你听谁说的？可有证据？王爷，这事是楚若蝶去王府时亲口告诉我的，怎会有假？王爷，下官以项上人头发誓，楚长欢上次的确是病死的。对了，下官终于记起来，他娘去世前确实给他留了30万两银子的嫁妆，下官明日一早便派人送到王府，辛苦王爷您转交给他。老爷，怎么能给他那么多银子？我们生活怎么办呀？你给我闭嘴！头发长见识短的臭婆娘，今晚将银子归拢一下，明日一早派人送到叶王府，交到叶王爷手中，快去！既然楚四爷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本王便不再多管闲事。楚老将军乃国之栋梁，曾为我朝出生入死贡献巨大，就连皇上也要礼让3分，还请楚四爷对楚老将军客气一些，该尽的孝道还是要尽的，该伺候的时候还是要伺候的，免得被人揪住错处，自毁前程。一初，明早你负责帮楚大夫清点银子，点完交给他即可。楚大夫，陪本王走了，本王乏了。是。谢谢王爷为小女子做主，王爷真是清正严明，英明神武，我辈楷模。一出嘴角抽了抽，暗戳戳的道：明明偏袒你偏袒的那么明显，只要不瞎都能看出来。是，下官谨记王爷教导，明日一早便将银两送去。王爷今日帮我出气，并夺回财产，谢谢你了。东方玄烨对他挑了挑眉，一脸戏谑：你打算如何谢本王？以身相许如何？长欢对上那双深邃的桃花眼，感到心跳都漏了半拍，慌忙转移话题：那个王爷，我好困呢，今天可累死我了，若每天都这么累，非得猝死不可。刚才伶牙俐齿不是挺精神的吗？怎么现在蔫了？不知何时头一歪，竟靠在东方玄烨的肩膀睡着了。王爷到家了。马车驶到大雁湖边，绕着大雁湖一直走，不要停。夜幕中，一辆豪华的马车绕着大雁湖走了一圈又一圈。睡觉也这么不老实啊，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你昨夜不回房间睡觉，竟在这里转了一夜的圈圈，你身体还没恢复，万一冻病了怎么办？你这癖好不是一般的独特啊。他这是在关心他吗？东方玄烨心中欢喜，伸出长臂，一把将他揽入自己的怀中。还不是你昨夜在马车上睡着，本王担心将你吵醒。你以为本王愿意睡在这里吗？
你睡觉那么不老实，流口水、磨牙、打呼噜，还说梦话，吵得本王一夜没睡好。你才流口水、磨牙、打呼噜、说梦话呢！我求你睡在这儿了，你为何不叫醒我？害得我一夜没睡好，脖子痛的都快直不起来了，难受死我了。本王胳膊都快被你压断了，本王也没有说你什么呀。谁让你长胳膊长腿大马猴似的，整个马车都被你占了一大半，害得我翻身都困难。你竟敢骂本王是大马猴？瞧你那长胳膊长腿的，我又没说错。本王都没嫌你长得矮，你竟然嫌弃本王长得高？我长得矮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东方玄烨沉默了。王爷，这里是何处？景色真不错呢。湖对面便是王府，看到那座黄色琉璃瓦殿宇了吗？我怎么感觉这里这么熟悉呢？原来，难道这儿也是王府的一部分？这片湖泊名为大雁湖，乃是王府的一部分，包括后面那座小山。那片花，是不是芙蓉花？哼，好美啊！王爷，我能过去参观一下吗？东方玄烨笑望着他，点了点头，自然而然地牵起他的小手。此处路滑，本王扶着你点。当长欢和东方玄烨回到寝殿时，又是半个时辰后了。王爷，我终于能买宅院开医馆了，哼，我好开心啊！我终于可以搬出去了。东方玄烨望着他兴高采烈的模样，且不由垮了脸。他就这么想搬出去住吗？楚大夫，早啊！兰州公子早啊！仙儿姑娘今天没有过来。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啊！如果是秘密，那你还是别说了，省得传出去说我泄了密。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他前几日来叶哥这里，晚上便和爹娘说此生非叶哥不嫁，非要我爹派媒人上门提亲，将她嫁给叶哥。我爹给气得够呛，我爹一生气，就将我妹给禁足了。这门亲事不是挺好的吗？在你们古代，表亲亲上加亲，又是青梅竹马，你爹为啥不同意？难道是嫌弃病情？王爷重度残疾，你放1万个心，我肯定会将他治好的。楚大夫，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叶哥前后说过几门亲事，姑娘们未过门，都莫名其妙暴毙。世人都说他克父克母克妻克子，乃是灾星转世，是个鳏寡孤独命。后来便再也无人敢为他说亲了。皇上曾想再为他说一门亲事，你猜怎么着？怎么着？那位大臣见皇上要将他女儿许配给叶哥，把他给急的呀，在朝堂上大哭大闹，说皇上若将他的宝贝女儿许配给叶哥，便当场撞柱子寻死算了。皇上一听也气得够呛啊，说一定要定下这门亲事。结果那位大臣一头撞向柱子，要不是别人拉着，估计早就一头撞死了。后来啊，皇上再也不敢给叶哥指婚了。这家伙不去说书可惜了。唉，叶哥后来中毒身亡，恰好你爹楚大人说你也病亡，特意请求皇上让你为叶哥陪葬。皇上怜悯叶哥一人黄泉路上孤苦伶仃，便答应了楚大人的请求。叶哥这才好不容易有了个陪葬妻，也就是你啊。其实凭我叶哥的权势地位，哪怕他名声不怎么好，仍然有无数女子千方百计想要嫁给他，成为他的王妃。他只是未遇到良人罢了。沈兰州话题适时的一转。对了，你俩乃是皇上金口玉言指的婚，你们打算何时补办婚礼啊？补办婚礼？皇上金口玉言指婚的不是我为他陪葬吗？我和他都没事，这阴婚便算不得数。再说我爷爷已经帮我取消这门姻亲，以后我和他各不相干。你一定是担心我叶哥鳏寡孤独之命连累你是吧？我懂的，我都懂的。我不是，我没有，沈公子，您今天过来是来找王爷的吧？
哎呀，刚才和你说话，差点将正事儿给忘了。我今日来，确实找叶哥有事儿。那你赶紧去忙吧，别耽误你的正事啊。楚大夫，在下有个不情之请，不知你能否答应啊？沈公子有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我有位好友生病一直不好，不知能否请您过去替他瞧瞧。什么朋友？在哪里？是男是女？不过你也知道，我现在为王爷治病不太方便，不知能否走得开。是个女孩子，住在群芳阁，离这里并不远，不会用你太长时间的。你只需过去看看她，为她开副药方就行，诊费我来承担。群芳阁？那是什么地方？就是长安城最有名的青楼。啥？青楼？老实交代，你说的那个女子，是不是你的红颜知己？算是吧，她是个好姑娘，和别的女子不同。哎呀，我懂的。正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哪个少年不怀春？更何况是你这种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大才子呢？你不会把人家姑娘给霍霍了吧？不是的，子怡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她只卖艺不卖身。咱们什么时候去？为你的红颜知己看完病，你得请我好好的逛一逛群芳阁，我不要真金。对了，沈兄，记得帮我备套男装哦，我要女扮男装逛青楼，古代最有名的青楼啊，光是想一想都让人激动。小姐，你怎么变成了男人？乖，叫我公子。妙啊！楚兄打扮起来真乃雌雄莫辨，让为兄自愧不如。不错，衣裳穿着很合身，拿着扇子还真像个弱冠美少年。沈兄，请。楚兄，请。我带你家公子去逛一逛，你且回去，等我陪他逛街完，便将他送回来。小姐，你千万别被人拐跑了呀！乖，你先回去，本公子不会有事的。楚兄，这便是群芳阁了，一会儿你跟着我就行。你要不说这是青楼，我肯定以为是皇宫。这老板大手笔啊，青楼现在比皇宫还要气派。谁说不是呢？这群芳阁在大荣国乃至整个神州大陆啊，都相当有名气。整个神州大陆的文人骚客、江湖侠客、商人巨贾，乃至皇族贵胄，平生都要来这里见见世面。要知道，群芳阁的美女可是出了名的，不但容貌绝佳，且才艺双绝，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舞蹈戏曲无所不能啊，简直就是仙女一般的存在。不是陪她去买东西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欢欢人呢？禀告王爷，只是属下回来了，楚大夫他尚未回来。不是让你一直跟着他保护他吗？你怎么能丢下他自己跑回来？万一遇到歹人如何是好？王爷，楚大夫出府后便和沈公子在一起，楚大夫换上男装，然后他们一起去了群芳阁。属下亲眼看见他们进去，等了半个时辰都没出来，属下只好先回来向您禀告，要不属下现在去一趟群芳阁。东方玄烨闻言脸色一沉，腾地站起身，胸中醋意翻腾，从牙缝里狠狠挤出了几个字：沈兰舟，你等着。沈公子，对不住了，谁让你诱拐良家少女去逛青楼的？确实过分了。为本王更衣，本王要去一趟群芳阁。王爷，您身体还未痊愈，还是属下去一趟吧。磨磨蹭蹭干什么呢？还不快一点！是。紫衣姑娘身体好些了吗？本公子今日想见见她。沈公子，你乃是群芳阁的常客，是知道群芳阁规矩的。紫衣姑娘乃群芳阁18位花魁之首，只有每月最后一日表演霓裳羽衣舞时，客人才会有机会一睹她的芳容。那日表演结束之后，她会在所有想见她的客人之中
挑选出4位幸运客人单独见面，每人见面的时间为半个时辰。他平时并不见客，也不是客人想见就能见的。您不是有幸被他选中过2次吗？今日才到18日，离紫衣姑娘表演还有许多时日。不过下次表演在预定首日名额便已售罄，你能早点过来就好了。记得下次要在预定首日过来抢名额，否则是抢不到的。2位美人小姐姐，请问紫衣姑娘的表演费是多少？和她见面还需另外交费吗？每月除了最后1日，她都不接待客人吗？这位小公子人俊嘴甜，姐姐真是太喜欢你了。一定是第1次光临我们群芳阁吧？群芳阁所有服务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其中以18位花魁身价为最，又有以花魁之首的紫衣姑娘身价最高。她每月表演1次，共有800个观看名额，每个名额售价2000两白银。若想表演结束后与她见面，需另外预交660两白银。只有被她选中见面的客人才会退回预交费用。这位花魁之首的姐姐，想必是个天仙一样的美人儿，定是才貌双全、举世无双，美得惊天地泣鬼神，说的我呀也心痒难耐呢，好想一睹她的绝世风采啊！谁说不是呢？若小公子愿意花上10万两白银，说不定紫衣姑娘一高兴便见了您呢。她今日恰好在这边。沈兄，你说怎么办？你想要为人家治病，还得放点血才行。我是个穷鬼啊，你可别指望我。你今日带够银子了吗？不过，就算你带够银子了，人家约不约见你，还得看人家的心情，这可就有点难办了。搞不好银子就打了水漂完。沈兰舟立刻会意，从袖子里掏出1沓银票及1封信。2位姑娘，这是10万两打赏银及在下写给紫衣姑娘的1封信，烦请将打赏报给她时，连同这封信一并交给她。若她愿见在下，便烦请前来告知；若她不愿相见，在下便就此离去。劳烦2位姑娘。公子您稍等，小女子这就为您通报。1盏茶的功夫后，恭喜沈公子，贺喜沈公子，紫衣姑娘决定和你们见面，请跟我来。奴家云霓裳拜见沈公子。原来姑娘便是18花魁排名第2的云霓裳，果然名不虚传，幸会幸会。多谢沈公子夸奖，小女子不甚荣幸。请问紫衣姑娘身体可好？小生能否一见？紫衣姐姐身体不大好，她想见见您推荐的大夫。难道这位小公子便是您说的楚大夫？年纪这么小，能治病吗？在下便是楚大夫，是沈公子请在下来为紫衣姑娘治病的。请问紫衣姑娘在哪儿？能否让我们见上一面？沈公子十分关心她，想亲眼看看她是否安好。紫衣姐姐病得有些厉害，并未梳妆打扮，其他人不便相见。楚大夫，您请进。沈公子，我们去喝喝茶，聊聊天，可好？沈兄，那我先进去为紫衣姑娘治病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看看她的。别忘了，等我出来后，找几个美人请我去喝花酒。想必仙女姐姐就是紫衣姑娘吧？在下乃是沈兰舟沈公子请来为你治病的楚大夫。你平时都有哪些症状？可有哪里不舒服？楚大夫请坐。如此便麻烦你了。楚大夫，若我喜欢上你了怎么办？你娶了我如何？姐姐，我其实也是女人，我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若我是个男子，那你愿意嫁给我吗？姐姐，你开什么玩笑？你长得这么美，怎么可能是男人呢？看在你这么讨人喜欢的份上，我就不为难你了。不过我是真心想和你交朋友，你不会嫌弃我吧？听闻你医术了得，能令夜王起死回生，也请你
帮我把把脉，看看我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常欢暗暗松了一口气，仔细为他把脉。一把之下，常欢吃了一惊，这明明是个男人的脉象啊！楚常欢，你若敢把我的秘密抖出去，我便杀了你，用你的血泡酒喝。美人姐姐，你说什么呀？你的什么秘密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别装蒜了，刚才你的表情早已泄露了你内心的想法，你当我傻吗？你堂堂神医，说是通过把脉连对方是男是女都分辨不出来，你也不配拥有神医称呼了。美人姐姐，你是男是女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你呢？还是死人更让人放心？算了，还是杀了你吧，免得夜长梦多。美人姐姐，你也是知道的，我如今被渣爹逐出家门，无家可归，寄住在叶王府为叶王治病。因我医术了得，他视我为座上宾，对我很是看重。我来之前已告诉过他我的去向，他说祝我1个时辰后还未回去，便派人来群芳阁寻我。美人姐姐，你不是想找我治病吗？就你这身体状况，若再不医治，恐怕命不久矣。你现在会时不时头晕目眩，偶尔还会吐血，浑身提不起力气，有时甚至昏迷不醒，头痛起来生不如死，是也不是？我的症状你为何了解得如此详细？难道你在暗中调查我？听说你有个弟弟名为楚天赐，和你关系极好，你也很护着他。傅子夜，你若敢伤害我弟弟，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小野猫有个性，我喜欢。只要你肯乖乖为我治病，不加害于我，我自然不会害你和你弟弟。若治疗效果真如传说中那么神奇，我定不会亏待你。若是让我发现你治疗时用毒害我，我定会让你们生不如死。亏不亏待我不敢奢望，只要你不害我和我的家人就行。笔墨伺候，我为你开药方。这味药方先帮你去除体内的陈年余毒，待你身体恢复一些，我才能为你做下一步治疗，万事不可操之过急。小野猫，今日见到你真开心，留下来陪我喝一杯好不好？你不是想看我跳舞吗？我只跳给你一人看。你的酒有毒，我可喝不起。至于舞蹈，我现在没有心情，就此告辞。你可千万别送了，我还没有瘫痪，自己能走。小野猫脾气还真大呢。紫苑外，楚兄，你终于出来了，他还好吗？你放心，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这就好，这就好，感谢楚兄屈尊为他治病。为兄，这就请你去喝酒。我要吃这里最贵的美食，要看这里最妖娆的舞蹈。好好好，为兄都满足你，都满足你。楚兄，此乃产自西域的玫瑰香葡萄美酒，味道甘甜清香，喝了不易醉倒，你不妨多饮一些。常欢一口气将杯中的葡萄酒喝完。好酒好酒，味道真是不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楚兄好才请。常欢边欣赏舞蹈边享受美食美酒，一坛葡萄美酒很快就被他干了个底朝天。美人儿，请问茅厕在何处啊？公子，里面就是茅厕，公子方便玩，记得赶紧回来。明霄，你这个劈腿渣男王八蛋，你怎么还没死？你怎么还没死？大胆！你是哪里来的疯子，竟敢亵渎本王？你认错人了，本王不是什么明霄，而是东方玄霄王爷。快快放开本王，否则本王定饶不了你。你这个畜生，你以为你改个名字我就认不出你来了？你这个狗渣男王八蛋，就算你化成灰我也认得你。我要打死你，我要打死你！
你这个疯子，快放开本王！快放开本王啊！两人从茅厕中一直撕扯着，来到主殿的大厅。你这个王八蛋，你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你不喜欢我为何不早说？为何要浪费我的青春？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快叫侍卫！快叫侍卫！赶紧将他给本王剁了！东方玄霄拼命地护着头，还是吃了不少拳头。姐夫，是不是你啊？你不是去茅厕了吗？如何惹到这个疯子了？快去把本王的侍卫叫来，将这个疯子给本王劈死！快！好的，姐夫你等着，我这就去。西门村人迅速叫来5、6个侍卫。姐夫，他是楚长欢，他竟然是女扮男装的楚长欢。姐夫，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楚长欢，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的痴傻嫡女，也就是您曾经退婚的那个傻子未婚妻。据说他治好了东方玄烨的病，被他视为座上宾，叶王待他可好了。这傻子竟然仗着叶王撑腰，将你揍了一顿，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姐夫，你说怎么办吧？本王今日要让你死！一抹刺眼的刀芒映入长欢的眼帘，脑袋中一片空白。我命休矣！电光火石之间，半空中破风之声乍起。叶王来了！叶王来了！叶王不是瘫痪了吗？竟然大好了！听说啊，他请的神医医术了得，还是楚将军府被逐出家门的傻子。长欢逃过一劫，惊魂未定。王爷，您怎么来了？本王再不来，难道要等着为你收尸吗？王爷，您说哪里话？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收什么尸？不能喝就不要勉强，非要将自己活活灌死吗？这家伙竟然吃了火药了，还是谁惹他不高兴了？啊！刚才可吓死我了！叶哥你来了，长欢没事就好。东方玄烨，怎么又是你啊？这个疯子，刚才无缘无故冒犯本王，将本王打得满脸是血，本王定要将他砍死，方解心头之恨。请你不要多管闲事，赶紧将他交给本王处置，否则本王也不是好惹的。玄霄王爷，对不起，楚兄今日喝醉冒犯王爷，在下代他向您赔礼道歉，说声对不起。沈兰州，关你什么鸟事儿？本王被他无缘无故殴打，不能就这么算了。哼，楚长欢是吧？你无缘无故殴打本王，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本王都告诉你认错了人，你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对本王施暴。本王不过是嫌你痴傻，退了你的婚，你至于怀恨在心，对本王赶尽杀绝吗？听说你这个傻子私通敌国，乃是敌国派来的奸细，就算本王不杀你，也要将你送去官府查办。对，他就是奸细，小的可以作证，一定要将他送官查办。他没有私通敌国，他不是奸细，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我不是奸细，也没有私通敌国，你们需要血口喷人？还有什么退婚，什么怀恨在心？你到底在说什么？你小时候和我姐夫定过娃娃亲，后来我姐夫嫌你痴傻，便和你退了婚。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被退婚丢人吧？哼！东方玄霄，听说你最近和邻国商人走得很近，私下做了不少买卖，不知是否干过私通敌国之事？本王定要好好查查。至于楚长欢，他是本王的人，一直和本王在一起，不可能是奸细。人呢，本王就带走了。本王留些银子给你，你自己去看看大夫，别在这里无理取闹，丢人现眼了。1块10两重的银子随便扔在地上，东方玄烨拦腰抱起长欢，扬长而去。王爷，这么多人看着呢，快放我下去，我自己能走。奈何某人冷哼一声，抱得更紧。
王爷，您看上去脸色不大对劲啊，还在生那个什么东方玄霄的气？嗨，这种小人您和他置什么气？今晚要不是您及时赶到，恐怕我就去阎王爷那里喝茶了。还真是巧得很，没想到王爷您也喜欢逛青楼啊！那八卦的小眼神看得东方玄烨气不打一处来。他那是生东方玄霄的气吗？他明明在生他的气呀！很是巧啊，没想到你一个堂堂未出阁的少女，也喜欢逛青楼啊，还真是令本王大开眼界。这群芳阁确实不错，装饰豪华，美人成群，歌舞妖娆，曲子优美，服务周到，美酒佳肴，高端大气又上档次，令人流连忘返。难怪你们男人都喜欢逛青楼，果然有其独到之处。看来你还挺有心得的呀，只可惜本王并不喜欢逛青楼。逛青楼并不可耻，比如那个渣男啊，不对，我是认错了人，嘿嘿嘿，那个渣男呢确实令人恶心，既污蔑我是敌我奸细，既坏又下作，真是气死我了。东方玄烨无语了，难道他真因被东方玄霄退过婚而怀恨在心，所以借酒装疯打击报复？不知为何，他心里涌出一股醋溜溜的味道。这女人倒是了解男人的本性，可惜王爷不是那样的人。只可惜逛青楼太费银子，一碟小食就要数两银子。哎，沈兄想和花魁见一面，一出手就是10万两白银，10万两白银啊！结果呢，他连花魁的面都没有捞着见上，10万两银子白白打了水漂，扔进水里连泡都没有冒上一个，你说气人不气人？青楼乃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禁地，可惜我是穷人，要不是沈兄请我去为他的红颜知己治病，我哪里去得起啊？嗨，他带你去青楼，是为了给他的红颜知己治病？不然呢？你真以为是我自己要去的？我哪知这街上有个什么群芳阁？东方玄烨冰冷的俊脸终于开始融化，然而脸上的肌肉尚未完全放松，对方的话又让他气不打一处来。等我将来有了钱，一定要好好逛一逛群芳阁。你还别说，那里的美人儿确实挺好看的，环肥燕瘦，妙不可言，令人向往的紧。东方玄烨霸道地搂住他的纤腰，板着脸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以后本王不准你再去青楼。我是你的大夫，又不是你们来的家仆，我想去哪就去哪，你管不着。还有，过几日我就会搬出去，麻烦你把剩下的诊金给我结算一下。我打算买一处带商铺的宅子开医馆，花银子的地方还很多。本王说不许去便不许去，搬出去本王要考虑考虑。凭什么需要你考虑？本小姐想去哪就去哪，不可能一直寄人篱下住在你这里看你脸色吧？你说话怎能出尔反尔啊？你既然觉得住在本王这里是寄人篱下，是在看本王脸色，不然呢？我只是你请来的大夫，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还有，你现在跑得比我还快，内力也恢复得七七八八了，我早就该走了。早点把诊金结算给我，咱俩以后呢，一拍两散，谁也不欠谁的，否则我去官府告你。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两人一前一后从车内窜下来，谁也不理谁。王爷，昭华公主来了，还带来许多面首。她来干什么？替本王回来，就说本王身体不适，不方便。王爷，昭华公主说今日到处流传您昨晚在群芳阁为男宠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之事，还说您昨晚欺负萧王时那么威风，今日不可能没力气见他，所以他会一直赖在厅堂等您。若您不去见他，他就直接闯入您的寝殿来见您，中午再在这里蹭一顿饭。为男宠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这消息怎么传得乱七八糟的？王爷，要不属下去帮您回绝了他？哼，想为东方玄霄出头，就凭你。叶哥哥，你终于好了，我可担心你了。不好好待在你的昭华宫，跑到本王这里丢人现眼吗？本王身体欠佳，恕不接待。你出。
送客。公主，请。叶哥哥，你昨晚都去群芳阁寻欢作乐了，身体怎么可能欠佳？我今日来找你，其实是有事相求。本王身体不适已久，没什么能帮你的，没事赶紧走，别在这里啰里吧嗦的，影响本王心情。哎呀，我的叶哥哥，我可是你的妹妹，我们是一家人呀，你怎能如此待我呢？人家平时对你牵肠挂肚，朝思暮想的，你这样待我，人家真要伤心了。东方玄烨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对他的骚话嗤之以鼻。叶哥哥，听母妃说你请的大夫医术很好，据说那人还是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的傻子楚长欢。我最近身体有点不适，能否请他帮我看看？不行，他不懂医术。为什么？他不是让你起死回生恢复如常了吗？我看你现在活蹦乱跳，比之前还要精神，恢复得极好。楚长欢帮你治病之事早就传遍整个长安城，人尽皆知。世人都说他死而复活，性情大变，看了天眼，由傻子成了神医。哎呀，叶哥哥，你把他藏起来是何意？我又不是3岁小孩，你可不能忽悠我啊！他说着，盈盈站起身，就要走过去，抱着他的手臂撒娇：“给本王安分点，否则滚！”楚长欢未曾学过医，陪葬夜那晚误打误撞救活本王，并非他医术多么了得，坊间传闻也不可尽信。宫中那么多御医，还不够给你看病的。本王还有事，就不浪费时间了。你想要待多久待多久，告辞。你就是楚将军府的傻子楚长欢，听说是你将叶哥哥治好的。你又没学过医术，能有什么真本事？难道真的死而复活，看了天眼不成？或者根本就是招摇撞骗，欺骗叶哥哥？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本王还有事和他商量。叶哥哥，你这样对我，我好伤心呀！我有点女人私事要问他，你能否回避一下？东方玄烨眯了眯眼，厉声警告：“东方昭华，不要使什么幺蛾子，否则本王饶不了你。”说完便走到稍远处站定。听闻叶哥哥拿你当座上宾，对你好的不得了，传言果然不虚。本公主看你长得也就一般，听说脑子还有点问题，也并无什么过人之处嘛。叶哥哥怎么会对你另眼相看呢？公主殿下所言极是，长欢不过侥幸救了王爷一命，的确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公主身体不适，还是去看宫里的御医比较好，免得长欢将公主殿下治出个好歹来，担不起那个责任。公主殿下若是没有别的事情，长欢这就告辞。楚长欢，你给本公主站住！本公主命令你立刻站住！公主殿下还有什么吩咐？楚长欢，不要以为有叶哥哥为你撑腰，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本公主地位尊贵，向来受宠，就连父皇也要给我3分薄面，将来还会成为这大荣国的女皇，掌控着天下百姓。就算你懂点医术，那又如何？在本公主眼里，你什么都不是，何况你也被逐出家门，早已不是楚将军府地位尊贵的嫡女，你傲娇个什么劲儿？本公主刚才让你离开了吗？你就敢擅自离开？昭华公主见长欢默然不语，还以为他害怕了。楚长欢，听说你现在不傻了是吧？你知不知道昨日被你打的东方玄霄乃是你曾经的未婚夫？昨晚听他说过了。本公主听东方玄霄说过，因你爷爷和东方玄霄的父王关系极好，你生下来之后便为你俩定了娃娃亲。对了，他比你大5岁，今年恰好20。后来你长大几岁后，不说话也不和人对视，只知自己玩耍，楚家这才知道你竟是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再后来，东方玄霄气不过，便提出与你退婚。爷爷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了。哦，楚长欢，你可能不知道此事的后果。你被人退婚后，又是个傻子，还被逐出了家门，如今无家可归，无可依仗，恐怕这世上再也没有男人愿意娶你。哪里像本公主，未招驸马便有面首3000，光是想一想都觉得你怪可怜的。3000面首，这么多？楚长欢，你是不是对本公主羡慕嫉妒恨呀？走，本公主带你见见世面。东方昭华，你要将她带往何处？未经本王允许，你不能带她出府。叶哥哥，你放心，我只是带她去殿堂那边，并不出府。东方昭华，本王劝你别整什么幺蛾子，否则本王绝不轻饶。楚长欢，看到了吗？这些都是本公主的面首，她们长得都很好看吧？如何？你羡慕不羡慕啊？见过公主殿下。楚长欢，你觉得如何？是不是对本公主羡慕嫉妒恨呢？男人都是贱东西，不能对他们太好，否则就爬到你头顶上做窝了。长欢求救地看向走过来一脸不快的东方玄烨。王爷，赶紧找个理由带我离开这里，求求你了。东方昭华，赶紧滚！你脏了本王府邸。一出，给本王送客，未经本王允许，以后不要把恶心人的东西放进来。说完，一把拉住长欢的手，转身便向府内走去。你们别走啊，本公主还有问题未问完呢。公主，先请回吧，王爷待会儿还要治病，万一触怒了王爷，后果会很严重。王爷，我看您身体恢复得不错，从今日起，您的针灸时间将改为5日一次，做完7次之后，则改为7日一次，连着针灸7次，然后整个治疗期便彻底结束了。您平日只需喝药调理，不需要再针灸治疗。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极好，我也一直尽心尽力，麻烦您尽快将银子结算给我，帮我搬出去。无论如何，还请您遵守诺言，不要食言才好。东方玄烨定定地看着他，眼底有化不开的柔情，苦笑一声。本王在你的心目中竟如此不堪吗？竟是个食言之人。自你住进王府以来，本王似乎并未苛责过你，为何你如此想要搬离王府呢？是本王哪里做得不够好吗？或者乃是因为本王不许你以后再去群芳阁？长欢不满地哼了一声，未置可否。对不起，本王昨晚态度是有些不好，不过你可知群芳阁的来历？不就是一座青楼吗？可怜女子的卖笑之地，还能有什么来历？很久很久以前，大戎民族和紫阳民族同为紫阳国子民，相处融洽，不分高低贵贱。100多年前，前朝紫阳国国君荒淫无度，凶残暴虐，民不聊生，因而遭到大戎族杀手的刺杀。前朝国君恼羞成怒，下令杀光大戎族百姓。届时，无论是在朝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是大戎族的人，便会惨遭杀虐，手段残忍。前朝国君甚至大戎族的大臣装入笼中砍去4肢，挂在城墙上展览，称之为人质，还将一些大戎大臣剥皮抽筋，挖出心脏让御厨煎了，赏给紫阳族大臣们下酒。而大戎百姓则沦为紫阳族的奴隶，可以被随意买卖，甚至虐杀，苛捐杂税，苦不堪言。正是那时，身为前朝官员的先祖及楚家先祖揭竿而起，带领大戎族百姓奋起反抗，最终推翻紫阳国，而建立了大戎国。没想到大戎国是这样建立的，这和群芳阁又有什么关系呢？东方玄烨伸出手，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别着急，听本王慢慢道来。虽然前朝皇族被尽数处死，然而前朝皇族还是有几位妃子伺机逃走。盛传前朝末代皇帝有个幼年儿子，
流落民间逃得一死，此传言不知真假。除此之外，前朝皇族还有许多旁系血脉，人数众多，战乱时期都融入了紫阳族，根本无法分辨。先祖乃是仁慈之人，不想过多杀戮，便将整个紫阳族贬为奴族，并下令在新都长安城建了一座青楼，收纳紫阳国后宫旁系女子。此后群芳阁便慢慢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常欢想着东方玄烨讲述的群芳阁之事，不由很是感慨。难怪群芳阁的女子容貌都很美艳，不知傅子衣是否也是前朝皇族后裔？为何他一个男人却要男扮女装跑到青楼？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他突然想起自己刚才只顾听东方玄烨讲故事，而忘了和他结算剩下的银子。唉，果然美男误事，常欢啊常欢，你怎么一见到他就变傻了呢？他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也是时候搬出去搞事业了，毕竟你还有个弟弟和爷爷要养呢。常欢心里正牵挂着楚天赐，没想到他下午就来了。赐儿，这几日为何不来看望姐姐？爷爷身体怎么样了？饿不饿？赶紧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待会儿留下来和姐姐一起用完晚膳，姐姐再送你回去，也顺便回去看看爷爷。爷爷身体还好，已经能下地走路了。姐姐，你什么时候搬出去住？我想和你一起住，我不想住在将军府了。爹爹不喜欢我，总是骂我没用，姨娘也不喜欢我，若雪姐姐和若蝶姐姐都骂我是野种，是从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孩子。姐姐，我不是爹爹和娘生的孩子吗？他们为何骂我是野种？赐儿，你是楚将军府的嫡长子，以后是要继承整个楚家家业的，而楚若雪他们以后都是要嫁出去的，他们才是楚将军府的外人，所以不管他们如何说你，你都不要理会，他们不过是嫉妒你罢了。赐儿，别人喜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你还有姐姐喜欢你啊！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男儿有志在四方，你的眼界不应该局限于那座小小的楚将军府，而应是整个天下。楚天赐泪汪汪地望着常欢。赐儿，姐姐过几日便出去找宅子，等姐姐买好了宅子，你便搬来和姐姐一起住好不好？好，天赐记住姐姐的话了，天赐一定会好好读书的，等姐姐买宅子。这才对嘛，楚将军府女人多，是非也多，你一个大男人何必去理会后院那些嚼舌根乱七八糟的破事？好，天赐一定都听姐姐的。楚天赐伸手擦去脸上的泪水，却猛然将小手藏在身后。常欢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小手拉到眼前。赐儿，这是谁打的？是姨娘还是楚若雪姐妹？楚天赐被常欢吓了一跳，眼神躲闪，一脸委屈，却低着头不说话。赐儿，有姐姐为你撑腰，到底是谁欺负了你？你赶紧告诉姐姐，姐姐去帮你讨回公道。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渣爹打的？楚天赐黯然地摇了摇头。难道是姨娘打的？楚天赐继续摇头。赐儿，到底是谁干的？你不说，对方以后还会继续欺负你。要是这一次不解决好这件事，以后对方还要继续欺负你怎么办？难道你要一直受委屈？你愿意，姐姐也不愿意啊。是国子监的夫子打的。国子监的夫子？他叫什么名字？为何打你？他除了打你还会打别人吗？夫子名叫苏思远，为人向来严苛，但不经常体罚人。他除了打过我，并未打过别人。以前打我乃是因为我和他辩论，他觉得我说的不对，于是打了我好几次。此次打我乃是因为他用你来举例，诋毁你，说你坏话，我气愤不过顶撞了他，他便再次打了我。赐儿，他不过欺负爷爷病重，渣爹不管你，走高踩低罢了，真是势利小人，枉为人师。别人怕他，我可不怕他。你以前和他辩论的内容是什么？此次他又说了我什么坏话？你一一告诉我，我带你去找他理论。楚天赐讲完，气得小胸脯上下起伏，愤愤不平。姐姐，苏夫子如此辱骂你，我便和他理论，说你并未害过人，以前痴傻也并非你的错，你清醒之后不过凭着医术为人治病，何错之有？夫子见说不过我，便又将我打了一顿，还说让我回去面壁思过，好好反思，以后再也不能和你往来。
这厮为人如此迂腐不堪，心胸狭隘，着实令人厌恶。现在他在何处？我们一起过去找他。他现在应该在国子监整理书本或看书，他一般虚时才会离去。姐姐，我们还是不要去找他理论了，好不好呀？我担心你会吃亏，以后我不和他争辩就不会挨打了。次儿，他明摆着在欺负你，如你当那缩头乌龟，他以后说不定还会变本加厉的欺负你。难道你以后要一直成为别人的笑柄吗？楚天赐难过的摇了摇头，表示不愿意。次儿，为姐姐带路，现在就去找他。姐姐答应你，不会骂他或者揍他，姐姐只是和他辩论而已。姐姐，你千万不要激动啊！辱骂夫子会被撵出国子监的。放心吧，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不会拿他怎么样的。不是还未用晚膳吗？他这么快就送天赐回去？刚才听丁香说，楚大夫并非送楚小公子回家，而是去国子监找苏夫子理论了。听闻苏夫子今日教学时拿楚大夫当反面例子，辱骂他不知廉耻，装神弄鬼，博取您的同情，还撺掇楚小公子与他断绝来往。楚小公子不同意，不但挨了骂，还挨了打，受了些委屈。楚大夫这是要去为他出头呢。苏思远那个迂腐不堪的顽固嘛，4年前科举考试中了2甲第1名，因面见皇上时太过激动，被吓得昏死，后被扔在国子监当夫子。这次平时迂腐不堪，不懂人情世故，4年了还不知悔改，竟敢在学生面前说三道四，搬弄是非，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王爷，听闻苏夫子此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且十分势利眼，我担心楚大夫和楚小公子会吃亏。本王正闲得无聊，跟过去凑个热闹。哦，苏夫子，是不是你的桃花来了？你是谁啊？来这里干什么？国子监是你一个女子能来的地方吗？请问你们2位，哪一位是苏思远苏夫子？美人你好，在下4大家族之一的延国公之子完颜查查，今年18，尚未婚娶。嘿嘿，见到你真开心。他是苏思远苏夫子。这位姑娘，在下便是苏思远苏夫子，请问你找在下何事？在下并不认识你，你是不是找错人了？苏夫子，我没有找错人，我找的人就是你。听闻你才高8斗，学富5车，满腹经纶，才华横溢，让我十分感兴趣，因此想来找你辩辩道理，讨论讨论学问，不知你敢不敢应战？这位美人，你要和苏夫子讨论学问？你真要和苏夫子讨论学问啊？不是，你真的要和苏夫子讨论学问？哎，他可是4年前科举考试2甲第1名，你确定你能辩得过他？哼，你一个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竟想和本夫子讨论学问，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赶紧走吧，别在这里自取其辱。本夫子是不会和一个女子讨论学问的，这要是传出去，本夫子岂不是贻笑大方啊？苏夫子，你堂堂国子监夫子不会是怕了吧？难道4年前科举考试2甲第1名是你花钱买的？你其实并无真才实学。激将法果然有用，苏思远一听，差点没被气死，一张脸黑里透红，指着长欢哆哆嗦嗦。你血口喷人！本夫子自然是凭真才实学考来的功名。哼，本夫子本不欲与你计较，是你自取其辱，休怪本夫子不客气。你想如何讨论学问？4书5经、琴棋书画，你随便出题便是。他看了一眼完颜查查，请完颜王爷在此做个见证，事后将我和他的比试过程和结果公布于众，也让失败的草包出丑，让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和本夫子比，真是不自量力，自取其辱。苏夫子放心，在下早已准备好纸笔，一定会将你们2人比试的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张贴在国子监门口的告示牌上。不过这位姑娘，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万一你落败了，会不会与你的名节有损，害得你嫁不出去啊？你们放心，我不会赖账的，也希望苏夫子不要赖账。完颜公子，麻烦你一定要将过程记录详细一点，千万不要有所遗漏哦。窗外不远处的树荫下，立着一道挺拔俊逸的身影，勾人的桃花眸深深望着少女清灵的倩影，嘴角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哼，笑话，本夫子光明磊落，怎会赖账？本夫子大人有大量，便先让着你，你出题吧。苏夫子，我也不为难你，我只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何为天下第一等事？原来你是为楚天赐打抱不平来的。你是楚天赐什么人？在下乃是楚天赐的姐姐楚长欢。听他说，他曾问过您这个问题，您回答是读书，然后科举高中，而他的回答乃是读书做圣贤之人，却被你责罚。试问，他的回答到底哪里有错？恕小女子才疏学浅，能麻烦您为我解惑吗？原来是被逐出家门、臭名昭著的楚家傻子呀！久仰久仰，难怪行为如此离经叛道、不守妇道，真乃女子中的耻辱也。今日你自己送上门来，自取其辱，休怪本夫子对你不客气。至于解释，你且听着。哼，这世上第一等事，自然是读书，科举高中。这世上人人都想好好读书，科举高中，做上高官，做那人上之人。请问，这不是天下第一等事吗？就连3岁幼童都知道，以后要好好读书，做上大官。而楚天赐回答的乃是读书，做圣贤之人。圣贤之人指的乃是有超凡才智之人。可是这世上又有几人是圣贤之人呢？所以他的回答并非正确答案，本夫子的回答才是。本夫子责罚他，乃是为了他好，并无恶意。苏夫子，若你说天赐回答不对，那么你的回答更是大错特错。本夫子哪里不对？你一个臭名昭著的痴傻女子，难道还有更好的答案不成？本夫子能考进2甲第1名，不是你一个傻子能够理解的。本夫子和你这种人讲道理，如同对牛弹琴般可笑，简直是对本夫子莫大的侮辱。苏夫子，依小女子看，这天下第一等事乃是活着，因为活着才有未来，活着才有明天，活着才有事业，活着才有理想。请问，若是一个人死了，他还能读书做官，做人上之人吗？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没有吃的，百姓就会暴动，甚至改朝换代，所以活着才是这天下第一等大事。我朝先皇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好好活着，大荣国才能长盛不衰。若是百姓吃不饱饭，活不下去，还谈何读书，还如何读书？苏夫子，你说是也不是？你不会狂妄自大，不认可先皇的圣言吧？你一个被逐出家门、臭名昭著的傻子，竟敢强词夺理！你先是因为痴傻为玄霄王爷退了婚，死后为玄烨王爷陪葬，死而复活，被楚家逐出家门。你这种人理应悬梁自尽，以谢天下，却偏偏装神弄鬼，欺骗叶王，博取他的同情，真是不知廉耻，不知廉耻！你这种人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不应该一根白绫吊死，自谢天下吗？苏夫子，你辩不过我，便东拉西扯，百般诋毁于我。敢问苏夫子，我退不退婚，为谁陪葬，有没有被逐出家门，会不会装神弄鬼，和我们刚才辩论的内容可有半点关系？本王可以作证，并无半点关系。苏夫子，你堂堂国子监夫子，在课堂上不授业解惑，却百般诋毁一个未曾和你谋面、与你无冤无仇的小女子。请问你夫子的素质呢？你这样做良心不会痛吗？你不安心做学问教授学生，
却和那些后院长舌副板，东家长李家短，搬弄是非，制造流言蜚语，给孩子们传播狗血言论。你这样做哪里是传道解惑？苏夫子，你这样做不是在育人，而是在毁人。请问你是何居心？不会是敌国派的奸细吧？你这个毒妇，竟敢血口喷人！你个傻子，胡言乱语，不知所云，本夫子不屑和你说话。你给本夫子滚出去！立刻，马上滚出去！否则，休怪本夫子对你不客气。叶王爷，叶王爷，您来的正是时候，您可要为下官做主啊！这个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的傻子，今日竟跑到国子监来撒野，对本夫子百般辱骂，行为粗鄙，举止疯癫，还请王爷您赶紧将这个疯子撵出国子监。王爷，姐姐今日过来，不过是和苏夫子讲道理。我姐姐并未疯癫，也并未辱骂苏夫子，还望王爷明鉴，不要责罚我姐姐。苏思远，你和楚长欢辩论时，本王就在窗外，耳朵还不聋。依本王看来，楚长欢有理有据，说的并无不妥。倒是你这个国子监夫子，辩论不过，便对他百般诋毁，肆意侮辱，甚至还要扑上来动手打人。苏思远，你心胸竟狭隘若此，真是丢我大荣国的颜面啊！本夫子再也不敢了，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既然不敢，那就按照之前约定，将此次辩论过程公布于众。完颜查查，请你将写好的文稿拿给本王看看，本王也来做个公证人。好的嘞。东方玄烨拿起来看了看，大笔一挥，在见证人处加上自己的大名。当日傍晚，关于楚长欢和苏思远辩论的内容便贴在了国子监门口的告示牌上。听旺财说，傻子又去看那个老不死的去了，老东西怎么还没死呢？我可怜的蝶儿呀，被他爹打得几天起不来床，天天睡觉被噩梦惊醒。那个傻子仗有叶王撑腰，竟然要走了我们30万两银子，30万两银子呀！老爷得多久才能赚回来？害得我们如今节衣缩食，缩手缩脚，本夫人还得靠变卖首饰维持生活。以后雪儿嫁人怎么办呀？连嫁妆都没了。只要一想起那个小贱人，我这心里就恨得几乎炸开，日日寝食难安。这个贱婢有朝一日落入本夫人手中，定让她生不如死。抢去的财产，本夫人也会让她吐出来。夫人现在怀着身孕，马上要为老爷添丁，你可千万不要生气，以免动了胎气。那个傻子不足为虑，他抢去的财产，咱们以后想办法抢回来便是。奴婢就奇了怪了，为何叶王如此护他？总不能因为歪打正着的帮他放血治好了他的病吧？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呢。娘，我也觉得不合常理。叶王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怎么可能喜欢他？要长相没长相，要才学没才学，如今被爹爹逐出家门，什么都不是，连给叶王提鞋都不配。就是，论长相，大小姐比他强了不知多少倍；论才学，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傻子，根本就不是大小姐的对手。夫人，我觉得不如请王爷去向叶王为大小姐提亲，将大小姐嫁去当叶王妃，大小姐才是叶王的良配嘛。春烟，你休要胡说，我哪里想要嫁给他？咱们楚将军府呀，也只有大小姐才配得上叶王爷。春烟的这个建议，奴婢倒是觉得极有道理。若大小姐成为叶王妃，以后夫人就是叶王的丈母娘，就算叶王见到夫人，也要毕恭毕敬，孝敬有加。如此一来，咱们孙家就有2位姑娘嫁入王府啦。可是一想到傻子还赖在叶王府，我便恶心的想吐。叶王何时才能将他撵出去？哼，你们可知傻子为何会一直赖在叶王府？本夫人猜测，他定是不知耻，自荐枕席，当了叶王的通房丫头。叶王年轻气盛，血气方刚，
又尚未娶妃，哪里经得住这个骚货勾引？定是干柴烈火，如胶似漆。你们放心吧，小贱人一没家族撑腰，二没半点才艺，且傻名在外。但凡有点权势的家族，定不会将他娶进家门。叶王未必喜欢他，不过贪图新鲜罢了。长欢几步便跨到孙夫人面前，一手揪住她的头发，一手抡起拳头，对准她那张妆容精致的脸狠狠地挥了上去。你这个贱人，你竟敢打我！你竟敢打我！我和你拼了！孙夫人气得红了眼，张牙舞爪地扑向长欢，哪知长欢身形一错，却让他扑了个空，摔了个狗啃屎。哎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自作孽不可活，恶人有恶报。孙姨娘，你可是自己摔倒的，怨不得别人。来人呐，夫人出事了，赶紧去请于神医，快点，快一点呐！你可是我娘怀了弟弟，你竟将他打得流了产，爹爹知道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个恶毒的贱人，应该下18层地狱，不得好死，永世不得超生。你怎能如此歹毒？你怎能如此歹毒？楚若雪，你是眼瞎还是装瞎呀？你自己扑上来打我时摔倒的，可怨不得别人。我和你们母女相比，你们才叫恶毒吧。当初苏姨娘将我勒死为叶王陪葬，后来又对我赶尽杀绝，处心积虑的想要气死爷爷。今日竟然公然议论我和叶王是非，诋毁我们清白。你们但凡有半点良知，收敛一些，也不至于遭到如此报应啊！该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的是你们母女几人才是。楚若雪，我再警告你们一次，我这个人呢，睚眦必报，不要再来惹我，挑战我的底线，否则我也不知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你一定是被恶鬼附身了，你不是人，不是人！旺财带着一群家奴挥舞着棍棒包抄上来。给我抓住他，往死里打！快打死他！我乃叶王1等侍卫一出，奉命陪楚大夫前来看望楚老将军。我倒要看看，谁敢对他动手？我看你们一个个是活得不耐烦了吧？一出护在他们身后，3人的身影迅速消失在楚将军府的大门口。难怪欢欢回来不高兴，原来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啊！这个孙姨娘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要是本王在场，定会宰了她。唉，欢欢还是太过善良了呀。欢欢，王爷何时连楚大夫的称呼都变了？王爷，楚承运和楚若雪来了，非要见王爷一面，说是要控诉楚长欢的恶行。王爷，您可要为下官做主啊！简内怀了身孕，在院中散步，并未做错什么，也未招惹楚长欢，他竟发狂，将他殴打至小产。如今简内奄奄一息，情况危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啊！楚长欢殴打继母，目无尊长，忤逆犯上，其罪可诛啊！今日无论如何，也要请王爷惩罚他，将他送官查办。王爷，当时小女子就在旁边陪着母亲散步，楚长欢突然从后面奔上来，挥起拳头对着母亲就打。待我们反应过来时，母亲已被他打得倒在血泊之中。王爷，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有了这一次，便会有下次，甚至下下次。他时不时的发狂，这让我们以后如何正常生活？楚长欢自从死而复生后，便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殴打他人。王爷留在身边，实乃一大祸害，还请王爷明鉴。欢欢，你来说说，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要害怕，你照实情说便是，本王定会秉公处理，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若有小人想要冤枉陷害你，本王定不会饶过他。王爷明鉴，今日晚上后，我送天赐回去顺便看望爷爷。走出楚将军府时，在花园中遇到了孙姨娘母女，我竟听见孙姨娘公然诋毁侮辱王爷，说王爷与我苟且，言语不堪入耳。我当时气愤不过，便冲上前打了孙姨娘2巴掌。孙姨娘想扑上来打我，却被她自己的裙子绊了一跤，扑倒在地，这才导致小产。我承认我打过她，但是她小产不是我造成的，我又没有碰到她的肚子，是她自己摔到肚子造成小产的。事情经过便是如此，还请王爷为小女子主持公道。你撒谎！我们没有妄议王爷是非，我们议论的是你，是你不顾廉耻勾引王爷，死皮赖脸赖在王府，招摇撞骗蒙蔽王爷，这些都不是王爷的错，而是你的错。王爷何其尊贵优雅，英明神武，怎会要你这等卑劣龌龊的傻子？王爷英明神武，聪锐果断，不过是被你一时蒙骗罢了。楚长欢，你就不要痴心妄想嫁给王爷，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你这种垃圾货色，只配待在阴沟里苟延残喘，不配在阳光中呼吸新鲜空气，更不配拥有王爷这么好的男人。你给尊贵的王爷连提鞋都不配。楚长欢，若不是你殴打母亲，她怎会小产？她小产就是你造成的。你心如蛇蝎，为人歹毒，为人下作，品性恶劣。王爷，小女子恳请您秉公处理，定不能放过楚长欢这个恶毒的坏人。楚若雪，你真是令我佩服啊！你们在后面诋毁王爷乱嚼舌根，竟被你说得如此清新脱俗，别具一格。孙姨娘诋毁我和王爷苟且，不也是骂王爷与人苟且吗？这不是毁王爷清誉是什么？怎么到了你的嘴里便说得如此动听呢？女人与人苟且就是苟且，男人与人苟且就不是苟且了？这是可笑之至。你说我给王爷提鞋都不配，要不你行你来提啊，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在你们眼中，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你们一点错都没有是吧？你们怎么就这么自信啊？全世界的人都围着你们转悠吗？你们配吗？王爷，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了，如何办您看着办吧。有些人连人都称不上，说多了简直浪费口舌。楚思夜，孙姨娘品行不端，竟敢诋毁本王清誉，令本王蒙羞，本王十分气愤。这种女人，不如休了令去。王爷，贱内陪伴下官10余载，为下官生下一对女儿，纵有不是，也不能一休了之啊！下官回去定会好好管教约束她，让她以后谨言慎行，克己克礼，不要再乱说话。哼，本王念在你知错就改的份上，便饶过她一次。若有下次，本王绝不轻饶。花冠，今天你受委屈了，一切自有本王为你撑腰，你不用害怕任何人。谢谢王爷。你我何须客气啊，早点睡吧，辛苦你了。小何，你为何不去找楚大夫帮你看看？楚大夫收费那么高，我怕我看不起。你告诉小姐你没银子，请她少收点不就行了？可是再少又能少多少？我听说他为王爷治病，收了整整20万两白银，这种病羞于启齿，我不知道该找谁看。我的天，20万两！小姐，对不起，我们刚才说话太大声了，打扰到您了。你们谁生病了？为何不告诉我一声？小姐，是小何病了，他担心您诊金太高看不起，不好意思来找你治病。小何，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了？我那里长了个毒疮，去找大夫拿了些药，可是吃了之后一直未见好转。小何，有病就要及时医治，这样吧，我免费为你诊治，你觉得如何？小姐，真的吗？可是毒疮长在我的胸部，我好难为情。小何，这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你我都是女人，在大夫眼中这哪里不是痣？他抬眼看向小翠和丁香，对门口努了努嘴。你俩去门口守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小何，你先躺着别动，我去向王爷讨些药材。小翠，麻烦你去找一下易大人，就说我需要这些药材，如果府里没有，就到外面帮忙买一下。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准备齐药材，所有费用由本王承担。另外，本王看他极喜欢吃西域产的香梨，本王亲自去那家店铺帮他挑选最好的，今日晚点会送来。他喜欢穿蚕丝做的衣衫，本王也帮他订购了几匹雪蚕丝布料，请了最好的裁缝帮他做10套衣衫，今日晚点也会送来，到时候你都给他拿过去吧。是。关于长欢将要为小何治疗毒疮之事，迅速在叶王府传了开来。当日下午，哇，这么多香梨，我的最爱啊！小何、丁香、小翠，你们赶紧吃啊！这香梨可贵了，这一筐香梨至少要5两银子呢，赶得上我娘1个月的工钱了。你治好了王爷的病，王爷对你可真好。王爷，你为何送我那么多衣裳？这也太浪费了。不要以为你送我衣裳我就不搬出去了，你送我一座金山，我也是要搬出去的。还有，以后别送我东西了，送太多了浪费。只要是送给你，便不是浪费。本王20万两银子的枕巾都出了，还缺这点东西，就算将整个叶王府送给你，也是值得的。长欢避开他炙热的目光，不知为何心里便有些发慌，说再这样下去5日后，王爷，大家都将楚大夫当成神医来看待，见到他比见到您还要恭敬呢。据说小何打算以后跟着他当牛做马，服侍他。哼，好嘛，连小何都被他拐跑了，大家都这么喜欢他，甚好，甚好。王爷，属下最近一直留意观察楚大夫，觉得他极有悲悯之心，为人和善，心地善良，聪明伶俐，做人大气，人缘也极好，并非奸诈歹毒之人。属下窃以为他绝对不是奸细。哼，听闻你也偷偷去找他治过病，还治好了多年便秘的顽疾，看来他医术确实了得。什么病症在他眼中都是小菜一碟，连你也被他收买了，都知道帮他说话。王爷，属下前几日确实去找楚大夫治过病，他也确实帮属下治好了多年的顽疾，但是属下对他只有感激之情，并无其他想法。属下对您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还请王爷您明鉴啊！起来吧，本王又没说你什么，你激动个什么？你们大家都很喜欢他，本王也就放心了。王爷，楚大夫前几日委托了属下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何事？赶紧讲。楚大夫说您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打算早点搬出去。前几日委托属下帮他找一处带临街商铺的宅子，他打算开医馆做生意。王爷，属下出去找了找，一直未找到合适的，不是价格高的离谱，就是位置太过偏僻。您位高权重，人脉广大，能否帮他留意一下？东方玄烨脸色复杂，心里五味杂陈。这几日长欢对他态度疏离，避而不谈搬走之事，他以为他就算搬出去也不会这么快的。这些日子他极力装出尚未痊愈的模样，只为能留他在王府多待几日，多陪陪他。可是他竟然偷偷摸摸让易初去帮他找宅子，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他？他有那么遭人嫌弃吗？东方玄烨想起自己对他的各种好，他却视而不见，刻意回避。难道他也相信他客气的传言，从而嫌弃他？光是想一想，东方玄烨便心里百般不是滋味，一颗心酸痛不已。王爷，一初见他脸色不大好看，忍不住提醒：您人脉广，能帮楚大夫打听一下这附近可有转售的带商铺宅子吗？
东方玄烨心里堵得慌，默默地取出一个匣子。一初，这地契你拿着，按照本王的吩咐去做。这位大哥，这宅子看着不错呀，主人为何出售？大概需要多少银子？因主人急需银子，故而急转这套宅子。若您今日能定下书契，售价会便宜很多，为30万两白银；若改日定下书契，则售价为60万两白银。若今日定下书契，3日内交清银两即可。我现在定下书契，真的只要30万两银子吗？你们不会是骗子吧？楚姑娘，书契我们已经准备好，只要您签上字，盖上手印，且在3日内交清银子，这栋宅子和外面的商铺就属于您的了。一回到王府，长欢便径自去找东方玄烨。此时他一袭黑袍，正在院子里舞剑。一把宝剑被他舞得密不透风，一剑指天，剑气喷薄而出，弥漫天际。长欢愣愣地站在原地，满眼都是他绝色倾城的身影，姿势优美，剑法精妙，偏若惊鸿，宛若游龙。傻了？喜欢吗？喜欢。王爷，您舞剑舞得可真好看，真让人惊艳啊。喜欢什么？喜欢人还是舞剑？长欢芳心狂跳，红了脸，支支吾吾。都好看。本王刚才见你回来，笑得满脸含春，喜上眉梢。你今日出去，可是遇到什么好事了？不妨说给本王听听。那栋宅子呢是真的不错，不但面积极大，且有4间临街商铺，整整4间商铺啊！我听说光是1间商铺都不止10万两银子，也不知卖家到底出了何事如此着急。这么好的宅子，只卖30万两银子，我估计对方说不定是个吃喝嫖赌的败家子儿。正经人家谁会做出这等败家之事？人家看在本王的面上，将宅子低价售给你，你却说人家是吃喝嫖赌的败家子。若卖家知道你如此诋毁他，非被你活活气死不可。难道非要人家1000两银子卖给你才满意啊？若是如此，明日我便找那人，让他改变主意，撤回书契。哼！千万不要啊，王爷，我只是说说而已啊，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诋毁他？我只是觉得价格这么低，让我捡了个天大的便宜，特别开心嘛。那种感觉就和天上掉馅饼差不多。嘿嘿嘿。王爷，我有一事相求，你可一定要答应我。唉，果然有求于人，便礼下于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将本王骗去卖了呢。我的王爷，小女子对您一向很好啊，又不是第一次对您这么好。您才貌双绝，风流潇洒，天下无双，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只有您卖小女子的份，小女子怎卖得了您呢？你说是吧？东方玄烨虽然知道他只是在敷衍自己，却还是分外受用。哼，小东西，你不是说本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吗？老实交代，你是否对本王觊觎已久，早想对本王下手了？我没有。不，你有。你看你，小脸都红得快滴出水来了，还说没有。在他惊愣又慌乱的目光中，樱花般的唇瓣轻轻贴上他娇嫩可人的唇，唇瓣相贴，释放出惊人的吸引力。他轻笑一声，用手固定住他的小脑袋，轻轻含住他的唇，轻啄前吻，情不自禁地逐渐加深了这个吻。辗转反侧，流连忘返，仿佛在品尝人间最极品的美味。长欢脑袋一片空白，瞬间失去了思考能力，心里说不要，身体却实诚得很。就在那一刻，他很没出息地想，这么美的男人，不吃白不吃，先吃了再说。什么不在古代谈恋爱，先放在一边，让他见鬼去吧。长欢感到呼吸困难，快要窒息时，他终于依依不舍地放开他。欢欢，你是本王的，本王在这里盖了印，一辈子都不许你擦掉。少女俏脸醉红，美眸迷离的模样。
让东方玄烨心神激荡，忍不住再一次吻了上去。这一次的吻霸道热烈，如疾风暴雨般将他淹没，差点让他窒息。空气中满是甜蜜的味道，常欢意乱情迷，不知不觉在蜜吻中一点点沦陷。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依依不舍地放开他。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你说本王没资格？你竟然说本王没资格？王爷，我要求很高的，我怕你达不到我的要求，所以以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说什么？他们已经吻过，有了肌肤之亲，他竟然说当着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东方玄烨又急又气又恼，望着他危险地眯了眯眼，让常欢呼吸一滞，心里咯噔一声。难道他的话刺激到了他？这里还疼吗？不疼了。他宠溺地轻笑一声，弯下腰含住他晶莹剔透的小巧耳垂，轻轻咬了一口。这家伙撩起人来简直不要命，还让不让人活了呀？动不动就咬人，你是狗吗？他满意地看着他张牙舞爪的模样，眼底的宠溺几乎将他融化。那魅惑至极的笑容撩得常欢心里如同猫抓般难受。欢欢，本王是否有资格？你不试一试，又怎么知道呢？你不是有事要告诉本王吗？本王都是你的人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只要是你提出来的，本王什么事都能答应。王爷，我今日买的宅院一共需要30万两银子，需在3日内结清。上次楚将军府送来30万两白银，刚好可以用来购买这栋宅子。还有你给我的枕金20万两，足够运作了。麻烦你把剩下的10万两枕金结算给我，等宅子买了，过几日我便搬过去。30万两交出去，还有20万两银子运作，好像不太够吧？你上次给的10万两定金还留在骆雨轩的地窖中，还有那些陪葬品，想要卖掉有些困难，毕竟我也不认识什么人脉。20万两现银用来装修商铺购买药材应该足够了，实在不够我可以找爷爷想想办法。且不说你出去后有没有人敢找你治病，会不会有小小欺负你，光是购买药材置办用品这些事项都要花上不少银子。楚老将军身体好不容易恢复了些，你肯定不能去麻烦他，免得增加他的烦恼。所以除了本王能帮你，你没有其他选择。欢欢，要不考虑和本王合作吧？你在前头为人治病，本王在后面为你撑腰。本王有权有势，人脉广大，对你开医馆也罢，做生意也罢，都是很好的依仗。要知道，这长安城任何一家商铺凡是能做起来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势力在幕后保护，否则极难生存下去。若是你和本王合作，那些想要欺负你打压你之人，就算要打压欺负你，也要看看你后面的男人在行事，你觉得如何？他身后的男人，这话听着有点别扭。常欢思考着他的话，面色不由有些迟疑。我这医馆8字还没一撇呢，你想怎么和我合作？这里面的银子除了结算给你的10万两，剩下的就算本王入股的份额。不管以后你做什么生意，开医馆也好，做别的生意也罢，这些都是本王投入的本金。本王出银子，你出力，你我强强联手，一定赚得盆满钵满。王爷，你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银子，就不怕我卷着银子逃走啦？东方玄烨嘴角弯了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你和本王都一起躺过棺材板了，你还能逃哪里去？不管你去到何处，本王都能将你找回来。再说，本王已是你的人了，你舍得离开本王吗？这家伙是不是个自恋狂啊？什么一起躺过棺材板的，听起来真够别扭的。王爷，若由我出商铺和医术，你出200万两银子的本金，你想占多少股份？医馆尚未开张，
生意也尚未开始，做不做得起来还是个问题。你欺我3，不知你意下如何？虽然本王吃些亏，但是考虑到你为本王治过病，对本王有救命之恩，就算本王以身相许也不为过。何况这区区几百万两银子，至于是赔是赚，你不必过虑。无论你做什么，开医馆也好，做生意也罢，赚了我们按期3分成，赔了都是本王的，你不必承担任何风险。再说你医馆新开张，别人不会信任你，本王便是你的活招牌，你何乐而不为呢？以后若想做生意，本王可以帮你提供人手甚至场地，不需要你半点操心。总之和本王合作，你稳赚不赔，不会有任何损失，你还犹豫什么？东方玄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只要他们一起合作，以后便有了经常见面的理由。从此以后，他将一步一步将他牢牢抓在手心，让他再也难以逃离。行，那就按王爷您说的办。在我搬出去前，我们俩定个合作数期。另外，除了期3分成，你还有没有别的附加条件？别担心，本王善良得很，并非什么奸诈腹黑之人，哪里会有别的条件？不过想让你允许本王每日过去和你对对账就好了。至于日常经营，你来负责打理就好，本王概不过问，也不做任何干涉。由此，两人之间的合作意向正式达成。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恭喜楚大夫，贺喜楚大夫！医馆何时开张啊？我去凑个热闹。预祝你们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生意越来越红火。你医术如此高明，一定会有许多人来找你治病的。医馆开张怎么能少了本王呢？到时候本王也去凑热闹。沈老兄，小欢欢开的可是医馆啊，你祝他生意兴隆，不是祝大家生病吗？不过话又说回来，小欢欢，我们关系那么好，我去找你治病，能不能免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医馆开张还有段时间呢，等我搬了新家，先准备一下再说。到时候你们找我治病，通通半价优惠。不过我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不希望有生病的那一天。姐姐，你真的买了宅子？宅子在何处？离这里远吗？你什么时候搬到新家去？姐姐，我不想住楚将军府了，我想搬过去和你一起住。宅子就在望乡楼附近，待会儿我指给你看看。姐姐明天就搬过去，到时候你收拾东西搬过来和我一起住，以后就让姐姐来照顾你。等我有空也去把爷爷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好哎，我要搬新家了，我要搬新家喽！我终于能和姐姐住在一起了。哇，这么多好菜，全是本王爱吃的。叶兄，你可真是善解人意，考虑周到，连本王爱吃什么菜都了解这么清楚了。本王今晚要大饱口福。东方玄烨无语了，这家伙总是自作多情，着实令人无语。他那是为他准备的吗？小欢欢，来，本王敬你一杯，祝你医馆顺利开张，以后赚了银子成了土豪，可别忘了本王呀。还有，你新家在哪儿啊？我得找个时间去认认门，以后好过去蹭饭。等天赐搬过去后，你下次和天赐一起来认门吧，欢迎来蹭饭。一顿饭热热闹闹的吃完，赶紧吃吧，你若还有什么想吃的想买的，便告诉本王，本王来给你买。这冰糖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很是开胃。王爷大人，你也来一串吧，我想要什么，你真的都会给我买啊？当然，本王说话算数，绝不食言。这位公子，买只玉簪送给你家娘子吧。你家娘子长得这么美，戴上这玉簪一定更美，买一只吧。娘子，长欢脸一红，悄悄看了一眼东方玄烨，见他正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面色不禁有些尴尬。做工真是不错，卖相也好得很，这玉质晶莹剔透，好漂亮啊！哈哈哈，姑娘真是好眼光啊！这可是我家祖传手艺制作，每一件都是精雕细琢做出来的，费时费工。都要了，包起来。王爷，你买这么多玉器干什么呀？难道是要去摆地摊售卖不成？你不是说不错吗？
本王见你喜欢，便帮你都买下来，拿回去慢慢欣赏。啊，王爷，要是我说我喜欢这座长安城，难道你也将这长安城买下来送给我啊？只要你喜欢，本王也可以买下来送给你。我说王爷，您是不是人傻钱多，搞得我都不敢乱摸东西了。万一我不小心摸了个美男，你也帮我买回来，那我就谢谢您了。哼，想得美！就算你要摸，也只能摸本王的，不准摸别的男人，否则你摸一个，本王便剁一个，剁了拿去喂狗。我说大人啊，我只是和您开个玩笑而已，您不会当真了吧？谁那么无聊，有事没事跑去摸什么男人？不，只要是你说的话，本王都以为是真的。接下来，长欢看见感兴趣的东西，再不敢随便乱摸了。然而，他还是低估了某人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因为次日一早，当他睁开眼便发现，凡是他暗戳戳瞅过的东西，东方玄烨无一例外都买了下来送给他。王爷，你们这是要出门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今日起得这么早？王爷，我这不是要乔迁新家了吗？一想到马上就要住进自己的家，我就激动得睡不着。王爷，这些日子叨扰您了，我和丁香这就搬过去了。您以后好好的照顾自己，若身体不适，便来找我帮您看看。小苹果，我走了啊，他好像挺喜欢我的。你喜欢他，带走他便是了。你如此舍不得本王，何不将本王也一起带走啊？不用了不用了，您太重了，我搬不动。王爷，我们这就走了啊，我们过去收拾收拾，再置办点东西，您出门注意安全，就此别过。本王随你一起过去。本王昨日已派人过去帮你收拾整理，该置办的东西都已置办齐整，若还缺什么东西，你便告诉一出，让他帮你采买即可，银子由本王承担。王爷，连这些都麻烦您，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本王不是在同你合作吗？帮你也是帮本王自己。王爷，感谢您帮我将新家布置得如此漂亮，考虑的真是太周到了。以后我一定好好经营医馆，好好赚钱，争取让您多分点银子。你知道本王对你好就行，至于赚钱之事，尽力而为就好，不必太有压力。本王并非斤斤计较之人。再说，他也不指望靠他赚钱。去你的房间看看，若不满意，便告诉本王。王爷，这边请，房间如何？我很期待呢。我的天，这房间也太漂亮了吧！王爷，这些东西花了您不少银子吧？您后面列个清单给我，等我赚了钱，一定将银子结算给您。东方玄烨一直注视着他的反应，生怕他有半点不喜。这个卧室乃是他小时候住过的卧房，现在他将这栋宅子交给他，只希望他有朝一日他能发现他对他的好，真心实意地接受他，也不知他何时才能明白他的心意。东方玄烨心底波涛汹涌，表面却波澜不惊。我们是合作关系，谈钱就俗了。王爷，请问合作关系不谈钱的还谈什么？总不能谈吃的吧？我们去看看厨房吧，我要将厨房改造一下，以后做一些这里没有的美食。我跟你说呀，我会做很多很多美食的，等我以后有空的时候，将我会做的这些所有好吃的都为您做一遍。明天开始就可以用厨房做饭吃了。还有，我要让天赐尽快搬过来和我一起住，我还要让爷爷也搬过来，方便我照顾他。医馆什么时候开张比较好呢？让我想一想啊。东方玄烨听着少女兴奋的声音，一颗心也跟着雀跃起来。长欢搬了新家当天晚上，楚天赐背着个包裹，屁颠屁颠搬来楚府常住。楚长欢，你这个贱人，你去死吧！楚若蝶，你又发什么疯啊？上次你爹送你还没有将你收拾好吗？楚长欢，你这个贱人，你害得我生不如死，我今天要和你拼了，我和你拼了！你得了尿崩症？
楚长欢，这一切都是你害的，我咒你不得好死，我咒你活不过今年。楚若蝶，明明是你有错在先，却不知悔改，你这一切乃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再说，打你的人又不是我，而是你的好父亲楚成运，你不去找他算账，却来找我，你是不是被打傻了？楚长欢，是你害得我生不如死，你怎么不去死？你不得好死！楚若雪，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长欢，然后轻轻挥了挥手，指挥众人压着大哭大闹的楚若蝶迅速离去。回来看爷爷也不提前说一声，也好让爷爷为你准备些好吃的呀。你看你都饿瘦了，天赐那个臭小子怎么几天也不见人影，都不来看望爷爷了？再不来，爷爷可要生气了，是不是嫌弃爷爷年纪大了不中用？爷爷，我有时间自然会来看您的，不用提前打招呼。你还不知道吧？我买了宅院，还带临街商铺，又大又舒适又漂亮，商铺位置可好了，我已搬了过去，天赐也搬了过来和我一起住，我定会好好照顾他的。爷爷，你也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吧，这样我便能照顾到您。再过一段时间，我的医馆就能开张，等我赚够了钱，就为爷爷您养老送终。爷爷，你可为孙女感到高兴啊？天赐和你在一起也好，你们姐弟之间一定要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千万不可离心。爷爷我老喽，不中用了，就不搬来搬去了。我爷爷可是大荣国最有名的将军，只要我为爷爷治好病，爷爷定然再活50年，每顿还能再干8大碗饭。您还是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好不好？哎呀，你这个小东西，就你嘴甜。不过这里是爷爷的根，爷爷还是待在这里的好。你们有时间就回来陪陪我这个老头子。欢儿，你又是买宅子又是开医馆的，哪儿来的那么多银子？那银子自然是我为滨江王爷治病赚来的呀，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欢儿，你为叶王治病，他给了你多少银子？笑眯眯地伸出2个指头。2000两，这么多，叶王爷没生气吧？爷爷，不是2000两，是20万两，因为他那病只有我才能医治，他的命比20万两银子可值钱太多了，我总觉得我太过善良，要的太少。你真敢狮子大张口啊！不过我孙女要20万两银子怎么了？哪怕是要200万两，那也是合情合理的。老将军顿了顿，话题一转，可那也不够你买宅子呀。爷爷，我买宅子的时候遇到了个傻子。怎么说？那套宅子呢，是叶王帮我介绍的，要价才30万两银子，说是人家要用银子急着出手。您说对方不是傻子是什么啊？爷爷，我是不是捡了个大便宜啊？楚老将军何等精明之人，立刻察觉出这其中的问题。那套宅子在哪儿？等我身体好些了，一定要过去瞧瞧。就在王府大街上，离叶王府并不远，旁边有个豪华酒楼叫望江楼，地理位置可好了。那不是叶小子他？杨家的陪嫁几个字差点脱口而出。原来长欢口中的傻子竟是东方玄烨那臭小子，他还真够大方的呀。楚老将军让青山拿出一箱东西。欢儿，爷爷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了，本是想着留给你和天赐的，如今你医馆开张需要本金，便先给你用吧。爷爷，不用您将家底拿出来，叶王听闻我要开医馆，便提出和我合作，投了200万两银子做本金，等我哪天需要银子了，再来找爷爷想办法。他竟然投了200万两银子，他真的投了200万两，他没骗你吧？爷爷，他怎么会骗我呢？我们是签了合作书契的。爷爷这些东西，你还是拿过去，
放起来给天赐留着。爷爷老了，担心哪天老糊涂了，这些东西被那不争气的东西给糟蹋了。那行吧，先放在我这里，我不会动用的。爷爷哪天想要了，再来找我拿便是。若是爷爷不拿走，我都留给天赐。长欢交代完青山，便告辞离去。楚姑娘，紫英姐姐情况不大好，想请您过去看看。紫英姐姐说，您是不会拒绝的。你们都在这儿候着吧，若到了晚上我还未出来，便去通知王爷。小野猫，你来了。是你？那日破庙中救我的黑衣人，当然也是令男人疯狂的群芳阁头牌傅子衣。大人，您这随时男女切换变来变去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有换装癖呢。您这样做不累吗？谁说楚将军府的嫡女是个傻子的？这不挺聪明的吗？不过聪明过头并非什么好事，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本尊劝你还是傻点的好。这位大人您放心，我对那些尔虞我诈、争权夺位的破事没有半点兴趣。就算你告诉我你要做这大荣国的皇帝，我也不会有半分惊讶。谁做皇帝不是做呀？反正不是我做，只要不危及我的利益，管那么多干什么？你还真是不怕死啊！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也敢说出口，你就不怕砍头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亡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最终的归途。我也说过那些事和我无关，所以我不会关心。你总不会去向官府告状，说我说过那种大逆不道的话吧？你哪只耳朵听我说过？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啊？你竟如此无耻，不过本尊甚喜。这位大人，小女子担当不起，您今日找我过来所谓何事？我的医馆马上就要开张，我忙得很，可没有闲工夫在这陪你东家长李家短的闲聊。有事快说，没事我就走了啊，再见。楚长欢，和本尊一起聊天，你就这么难受？你今日敢走出这宅院试试？本尊反正闲得无聊，要不去找楚天赐聊聊天，喝喝茶。傅子怡，不要太过分了，否则你死了我也不会帮你医治的。过来陪本尊聊天，说不定本尊一高兴便放你走了。大人，您这儿风景真不错，每天运动身体好。时候不早了。大人，是不是可以让我走了？先陪本尊用个午膳，再为本尊检查一下身体。本尊最近头疾犯了，时不时头晕。傅子怡，你不会在饭菜中下毒吧？哼，本尊若想给你下毒，不用非等此时。不要再啰里吧嗦的，赶快坐下用膳。用完为本尊检查身体。上次随便敷衍本尊，根本就没有用心为本尊医治，否则今晚你便留在这里陪本尊。是不是吃完饭为你检查完身体开好药，我就可以离开？你以为你上次随便敷衍本尊，本尊能不知道？你也太小看本尊了。小野猫，你就这么不情愿和本尊待在一起？因为你让我感到害怕又危险，你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否则这饭我不吃。唉，你为本尊检查完身体开好药，便让你走，本尊绝不食言。他眸光黯然，悠悠叹息。小野猫，若是你从小到大日日生活在担惊受怕中，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随时都会失去性命，时时刻刻都活在恐惧之中，随时都担心被人暗算，甚至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你也一定会和本尊一样，不再相信任何人。你放心，本尊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是本尊愿意相信你。长欢为傅子怡检查完，抱歉，我无法得知。请问您是否每月都会发作一次？
发作起来便生不如死。希望您能告诉我发病的原因，这样我才能帮您制定治疗方案。本尊确实有脑疾，你可有治疗之法？你们可知，我让夜王重新站起来，用的是何种治疗方法？听说你凭几根绣花针，便让夜王重新站了起来。说你信我，我自然也能用银针帮你治疗头疾，但是前提是你需告诉我治病的原因。你们如此遮遮掩掩，恕我无能为力。楚长欢，你将这银针刺入人体，真能为人治病？不会再使诈吧？若主人有任何闪失，我是不会放过你和你弟弟的，你可要考虑清楚了。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们若是怀疑，大可不治。另外，我将丑话说在前头啊，我为人治病是要收费的。大人这病呢乃是顽疾，治疗起来颇费功夫，因此大人的诊金乃是50万两白银，治疗前先交25万两定金，余下的待治疗结束之后再付。50万两白银，你怎么不去抢？这长安城的于神医才收多少诊金？你这也太离谱了。你们也可以去找于神医，我并未强迫你们找我，你们不妨先考虑一下，等考虑清楚再答复我。我医馆的大门随时向你们敞开着，千万别客气。另外，治疗前一定要告诉我得病原因，否则遮遮掩掩我没法下手。小野猫，本尊考虑好便让人来告知你，是本尊去你医馆，还是你来这里啊？大人，若是上门服务，您需再加10万两银子，一共60万两。这不知您看着办。告辞。小乞丐，你是有什么事吗？姐姐，我饿。你拿去吃几顿饱的。我不想要银子，我想跟着姐姐。我能做饭洗衣扫地洗碗，还能分辨药材，我不要工钱，只要让我吃饱就行。我太丑了，别人都嫌弃我丑，不要我做工。你说你能分辨草药？是的，我从小跟师傅学种草药，能分辨上千种草药。好，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要听话，记住，不能偷窃、撒谎或者捣蛋，否则我便将你赶走。另外，你若好好干，我是不会亏待你的，你的工钱和我府上的其他人的工钱一样，照给不误。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姐姐，我叫小星星，无父无母，是个孤儿。师傅说我今年大概14岁。我从小被师傅收养，在桃花岛长大。师傅说我虽然生得丑陋，眼睛却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漂亮，所以给我取名小星星。可是如今连师傅也不要我了，我只好出来找事做，混口饭吃。你现在不是有我这个姐姐了吗？你跟着我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你没有和我签订卖身契，所以不是奴婢。以后你可以拿我当你姐姐。姐姐，以后我真的可以这样叫你吗？小星星，你头上和脸上的疤痕是怎么回事？你小时候被火烧过？师傅说捡到我时就是这样，他虽为我用了无数草药，却怎么也治不好我的伤疤。师傅说治不好也没有关系，就算我嫁不出去，他也会养我一辈子。可是有一天，师傅突然失踪了，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能找到他。我想他是不是也嫌我太丑，不要我了？小星星，你师父突然失踪，也许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要去处理了，总有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姐姐，真的吗？真的。臣东方玄烨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哈哈哈，叶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啊！你终于回来了，朕也终于能歇口气儿了。江山令之事还等着你继续呢。江山令之事，如今可有什么动静啊？臣近期在家养病，并未听说江山令消息，不过臣定会密切关注的。
丁香、小何、小星星，你们快来看啊！猜猜看我做了啥？你们要不要试一试呀？这什么呀？我先尝尝好不好吃。你个小吃货，这可不是吃的，是用来洗澡洗脸用的美容养颜皂。小姐，你不说是洗脸洗澡的，我一定以为是好吃的。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小姐，你真厉害，怎么什么都会啊？我好崇拜你啊！这个拿出去卖，肯定能赚大钱。等医馆开张走入正轨，我便着手大力生产香皂，到时候你们可都有的忙了。当然，等年底分红，我是不会亏待你们任何一个人的。还有，我制作香皂之事，你们先不要宣扬出去，帮我保密，特别是购买的配方，不能对外吐露半个字。3个少女听了他的话，都忙不迭地点头。小星星，你这疤痕，我虽不能帮你恢复如初，却能帮你治个七七八八的，只是时间耽搁太久，需要一些时日，你千万不要丧气。没事了，欢欢姐，反正我已经习惯了，治得好治不好都没有关系的。医馆开张的前2日，常欢特意备了一顿大餐犒劳大家。王爷，楚大夫说医馆即将开张，今晚特意准备了神秘大餐，请您过去用膳，还说请您务必早些到。你去告诉欢欢，待本王处理完手头的事，便过去。恭喜楚老板，贺喜楚老板，医馆即将开张了，礼物先行奉上，本王顺便来蹭个饭。祝楚大老板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日进斗金，大展宏图。完颜小王爷客气了，说什么蹭饭不蹭饭的，完颜小王爷大驾光临，真乃蓬荜生辉，不胜荣幸。这哪里来的花孔雀，脸皮比城墙还厚，真不要脸！救命！救命！鬼啊！完颜哥哥，那不是鬼，是小星星姐姐，你个胆小鬼，真丢脸呀！喂，你怎如此胆小？信不信我夜里从你床底下钻出来吓死你？我说，你怎么长得这么丑啊？我丑怎么了？又没去你家蹭饭，就你头发多，跟田间杂草似的。不是，你这尊容影响本王食欲了。影响怎么了？饿死你算了。哟，叶王爷，你也来蹭饭了？哎呀，你气色越来越好了。王爷，您来了，还扛着烤全羊来，是怕我虐待您，让您吃不饱吗？东方的烤全羊很是不错，本王特意让一厨订了只送给你尝尝，若你喜欢，下次再帮你订。你所说的神秘大餐，本王甚是期待的，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吃饱。听说王爷为国事操劳，日理万机，平时记得按时吃饭睡觉，几日后还有一次针灸治疗。你这是在关心本王吗？欢欢，这几日你辛苦了。楚大夫，这是在下一点心意，还请笑纳。恭喜楚大夫医馆即将开张，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谢谢沈大哥，请你过来吃顿便饭，你也太客气了。晚膳已备好，请各位移步到膳厅用膳。小星星原本应该生得极好，不知何故遭受火灾变成这样，以后我会配些药帮他治疗疤痕，虽不能让他完全恢复，但恢复的七七八八还是可以的。你想做便去做，本王支持你。不过以后留在身边之人最好知根知底，本王不能时时陪着你，不想让你有任何危险。玄烨兄，你放心好了，你的合伙人我又不傻，我不会有危险的。跟我合作，你吃不了亏，上不了当，保证让您赚得盆满钵满，不会后悔与我合作的。玄烨兄，他拿他当王妃，他竟拿他当兄弟。众人正吃得欢畅，丁香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小姐，不好了，一位自称大公主的人来了。大公主东方昭华，她不会也来蹭饭了吧？王爷，难道是您邀请大公主来的？本王和她不熟，未曾邀请过她。你们吃饱了撑的吗？没事跑这里来丢人现眼。对啊，我们在用晚膳，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不会是来蹭饭的吧？我们还未吃完呢，你们要不要吃点残羹冷炙啊？楚老板做的菜可好吃了，保证你们蹭过一次后啊，还想蹭无数次呢。
完颜查查，你以为大家都像你一样到处要饭吗？你才到处要饭呢，你全家都到处要饭，能要到饭那才是本事呢，你能要的吗你？叶哥哥，你也在这里呀？这儿不是楚长欢的府邸吗？你在这儿干什么呀？本王还没问你呢，你来干什么？没事赶紧滚，别打扰本王用膳。楚长欢，本公主今日来是有事找你，听说你要开医馆。楚长欢正要答话，却见东方玄烨黑着脸厉声问道：他开不开医馆和你有关系吗？东方昭华，你是不是吃饱了撑得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叶哥哥，我今日来确实有事。前几日一些名门闺秀联名找到本公主，说是楚将军府逐出家门的傻子要在长安城开医馆，他们担心一个傻子开医馆会败坏大家闺秀的名声，导致他们以后嫁人困难，故此宴请本公主前来当说客，让她不要开医馆了。敢问公主殿下，我开我的医馆会败坏谁的名声？会导致谁嫁不出去？感情我的所作所为会影响这世上所有女子出嫁？我是他们的爹还是他们的娘？他们嫁不嫁得出去和我又有什么关系？这个理由怎得如此牵强可笑？请问我有那么大的魅力吗？是啊，楚大夫开医馆那是治病救人，怎会影响别人？这未免太可笑了些。嘿嘿，楚老板说不定是专门负责牵线搭桥的月老，你一开医馆，这世上的女子啊便都嫁不出去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儿。这世上女子需遵从3从4德，恪守本分，谨遵妇容妇德妇言以及妇公之要求，在后院相夫教子。你一个传言中人事不知的傻子，从未学过医术，也不通药理，却要在长安开医馆，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不是败坏大家闺秀的名声是什么？哼，敢问公主殿下，我玩弄谁的人命了？我用医术救活叶王爷，他不正在你面前活蹦乱跳的吗？女子无才便是德，并不代表女子不能治病救人。我有无学过医，难道要我敲锣打鼓告知这世上的每一个人？砰的一声巨响，膳厅中的众人都吓了一大跳。叶哥哥，我哪里说错了吗？这并非我的意思，而是那些名门闺秀的意思。我只不过代表他们来向楚长欢讨个说法而已。毕竟我是大荣国的长公主，乃天下女子的表率。天下女子的表率？就你这种货色，东方昭华，你在教训别人前，怎么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3从4德，你又遵守了哪一条？天天带着一群面首招摇过市，让人戳脊梁骨，你还有脸在这里教训别人？你是大荣国的长公主是没错，可你是天下女子的表率吗？这样的话，你怎么说得出口？天下女子都要学你，那才真是嫁不出去了吧？昭华公主气得眼圈通红。楚长欢用其高超医术，令本王起死回生，让本王重新站起来为朝廷效劳，这还不是治病救人是什么？楚长欢要开医馆，那是本王的建议，他的医馆本王也投入了1半的股份，谁敢阻拦他开医馆，便是和本王作对。本王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吃了雄心豹子胆，偏要在本王头上作威作福。本王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东方昭华，本王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否则惹怒了本王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不愧是叶王爷，在下敬你是条汉子，本王对你钦佩的五体投地。东方玄烨，你堂堂大荣国叶王爷，竟要和一个被逐出门的傻子开医馆？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本王做什么和谁开医馆，需要告诉你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没事赶紧滚，别在这里碍着本王的眼。叶哥哥，看在你的面子上，
那些大家闺秀的联名举报，我便不管了。不过，我也要善意的提醒你，这个医馆能否开起来还未可知。毕竟楚长欢名声在外，乃是世人眼中什么都不懂的傻子，就算开起来，也一定不会有人来找他看病的。小心你投入的银子打了水漂，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东方玄烨冷哼，对他的话嗤之以鼻。哼，本王的事还轮不到你来瞎操心。楚长欢，本王有点事找你，借不说话。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之前在群芳阁我不小心认错了人，揪了你的头发，是我做的不对，我已向你赔礼道歉过，你不会还在耿耿于怀吧？楚长欢，你我小时候定过娃娃亲，可后来因为你是个傻子，我父亲便和你爷爷取消了婚约。再说，本王对你没有任何兴趣，请你不要再对本王有任何非分之想。这位王爷，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对你有非分之想了？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会？就算我再饥不择食，也不会看上你这种货色吧？你姐姐楚若雪来找过本王，说你一个被逐出门的傻子去开医馆，会让楚将军府蒙羞，更会让楚将军府在大荣国抬不起头来。希望本王看在你和本王定过娃娃亲的份上，过来劝你适可而止。全霄王爷，请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说实话，我一看见你就犯恶心。我开不开医馆是我自己的事，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就算我一不小心致死了人，那也是我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你好走不送啊！再见，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夜幕降临，微风徐来。怎么，这就被打垮了？非也非也，王爷今日霸气侧漏，简直帅呆了。有王爷为我撑腰，我便能横着走，我怕谁啊？嘿嘿。好，你明白就好。本王和你一起开医馆，无论发生任何事，都有本王为你撑腰，你不必担心。哎，话虽如此说，不过如何经营医馆，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的。你投入那么多银子，我生怕经营不好让你吃了亏。这段时间我都在思考如何经营医馆之事。亏本还是赚钱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开心就好。那怎么行？做生意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要是一开始就想着亏本，那还做什么？不如躺平睡大觉。其实，若你真想躺平睡大觉，也未尝不可。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只要你愿意，本王养你便是。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便养着我？我的王爷呀，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没错，可你不是已经支付诊金给我了吗？你并不欠我什么呀，我怎能因此赖上你呢？我可不是那样不要脸的人。东方玄烨闻言哭笑不得，同时又有点难过。其实他是真的想养他的，只是怕说出口把他给吓跑了，所以他不敢轻易说出口，一直患得患失。王爷，这段时间我一直想和你仔细聊一聊，我有些话想告诉你。东方玄烨满怀期待地望着他，悄咪咪屏住呼吸，一颗心怦然乱跳。什么话？你说便是。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我想采取饥饿营销的方法来经营医馆，不知你意下如何？饥饿营销？怎么说？你且听我说给你听。我这样给您解释吧，我观察了一下长安城的普通医馆，大夫从早忙到晚接待不同的病人，望闻问切，开药煎药，包扎伤口，忙得不亦乐乎。诊金一般是1至5两银子，是也不是？当然，上门看诊，持续治疗会比较贵，大概几千几万的不一而足。而我们的医馆，我不想那么累，又想赚大钱，所以我决定不看普通病症，只是疑难杂症。每日上午限量5人，超过5人不再接待。至于治疗疑难杂症的诊疗费，起步价为5万2白银，上不封顶。所有诊疗费治病前支付一半，剩下的治疗结束后支付，治不好全额退款。您觉得我这个定位怎么样？起步价5万2白银，还上不封顶，会不会太多了？本王担心
一般人承担不起。一般人当然承担不起，若不是一般人呢？得疑难杂症之人那么多，我有把握治好不少顽疾。您就等着白花花的银子向您涌来吧。和我合作，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想做就去做吧，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本王都无条件支持你。只是，本王有一点十分好奇，你这些鬼灵精怪的想法，到底是从何处而来的？王爷，若是我告诉你，陪葬业那日我死而复生时，拥有了前世的一些记忆，你会信我吗？本王自然相信你。王爷，你不拿我当怪物吗？我真的不会被别人当怪物绑去烧死吗？你在本王心目中，那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没有人可以替代你。你放心，本王不会拿你当怪物，更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你。本王定会护你周全。王爷，您的面具、玉簪、腰带、发冠这些我取回来了，你要不要拿回去用啊？本王送出去的东西，几回拿回来，送给你，便是你的。可是这些男人的东西我用不了了呀。那就留给本王以后用。王爷，以后是什么时候？以后，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东方玄烨，你为何非要与本宫作对？你既然不仁，便休怪本宫不义。到底鹿死谁手，咱们走着瞧。东方昭华吓得打了个寒战，一脸畏惧地望着江贵妃，结结巴巴道：母妃，对不起，是儿臣办事不力。连这点事都办不好，你真是个废物。本宫要你这种废物有何用啊？天天就只知道吃喝玩乐找男人，你怎么就那么贱？是不是一日没有男人你就浑身不舒服？真是个千人睡万人骑的小贱货。你过来，待他医馆开张之日，你按照本宫的指示去做，若是再做不好，你便不用来见本宫了。是，母妃。楚将军府嫡女楚若雪参见姨父大人。若雪来看望小姨，顺便来拜访姨父，感谢姨父帮我劝说小妹不要开医馆之事。雪儿，本王今日去找过楚长欢，奈何他铁了心要开医馆，又有东方玄烨为他撑腰，本王也是无可奈何。不过，若你真想阻挠他开医馆，本王倒是有个建议，你不如此这般。清晨，欢欢，是本王。你怎么起这么早？天还没亮呢。本王今日还要去宫里办事，要晚些才能回来。待会儿医馆开张，本王怕有人来捣乱，便让一出带了一队侍卫守在门口。你无需担心，一切照常开展即可。另外，早膳要按时吃，不要忙起来又忘了用膳，总是挨饿对胃不好。知道了，你去忙吧。他感到他在床边弯下腰，一个吻如温柔的羽毛般轻轻落在他的额头。长欢心跳加速，耳根滚烫，叫醒了大半。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突然惊觉，他的生活中早已融入了他的身影。他一直都在默默地为他付出，而他却一直假装视而不见。可笑他一直自欺欺人，说服自己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和他一起做生意赚钱。长欢，你喜欢他吗？当然喜欢，不喜欢你就是个傻子。你想和他谈恋爱吗？他位高权重，温柔多金，最重要的是对你温柔体贴，处处维护，能满足你对男人的一切幻想。好像这种感觉还蛮不错的，要不和他试着处处看，若不合适就当体验一场恋爱罢了。若是合适以后再说。想到这里，他烦恼的心情变得豁然开朗起来。等找个合适的时间，他主动捅破那层窗户纸算了。傻子为何能开医馆呢？而且还歪打正着将你的毒给解了。
难道他死而复生时，正如传言中的所言，开了天眼，能预知未来？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朕都快跟不上年轻人的脚步喽。他不过幼年时跟着江湖义士学了点偏方，碰巧能为臣解毒罢了，医术上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至于他以前痴傻疯癫，不过是不善言辞，被夸大其词而已，他也只能治部分病症，并非传说中无所不能的神医。他要开医馆一事，还是臣给他的建议。他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无家可归，无依无靠，若不开个医馆混口饭吃，恐怕得饿死街头。他是臣的救命恩人，又是您为臣指婚的王妃，他此次开张医馆，臣也投了些银子帮他的。今日医馆便要开张了，待会儿臣忙完了也过去凑凑热闹，还请陛下恩准，让臣早点过去。知恩图报，乃是懂得感恩之人。不过指婚一事，那是你假死后，朕怕你一人太过孤单，恰逢楚家嫡女楚长欢病逝，楚承运又来求朕为你二人赐婚，所以朕才答应你们的姻亲，让他为你陪葬，也让你黄泉路上有个伴儿。叶儿你既然没事，那这场姻亲便不得算数，你也不必往心里去。陛下金口玉言为臣指婚，哪怕是姻亲，臣也不能随便取消，因此她是臣名正言顺的妻，只是缺少一个婚礼罢了。等她再大一点，补办婚礼，还请陛下不要为难臣。你朕不知该如何说你好。以前朕为你指婚，你总是百般推脱，说你乃克妻的命，不想害了别人的女儿。现在你就不怕克她？更何况朕听说楚老将军已派人上过你家门，宣布取消你二人的姻亲。楚老将军要求取消姻亲，臣并未同意，因为这是陛下您金口玉言许下的，岂能说取消便取消？他和臣一起在棺材中死而复生，可知他和臣均乃是命硬之人，也许只有他才不会被臣所克。与其让臣孤独终老，不如让他和臣共度余生，凑合凑合算了。其实要奴才说，这一切都乃是陛下您的功劳。要不是陛下为你们二人指婚，你们怎么会一起死而复生，安然无恙呢？陛下才是那个掌握天运之人啊！我大荣国有了陛下，何愁不会繁荣兴盛，国富民强？行吧行吧，只要叶儿你不嫌弃他痴傻丑陋，朕也就随你去了。你待会儿忙完早点过去吧。臣遵命，谢陛下恩典。楚大夫，我等奉王爷之命保护楚府，有任何事烦请告诉在下。多谢易大人，有你在此我就放心了。若有人闹事，你们看着处理即可。是。小姐，这么多人，不会有人闹事吧？你没看见易大人在吗？有他们在怕什么？本医馆每日仅上午接待病人，且限量5人，专治疑难杂症，诊金5万2白银起，上不封顶，治不好全额退款。每天只接待5个病人，你以为你谁呀？有人找你治病就不错喽。最低诊金5万2白银起，还上不封顶，这是治病还是抢银子？你干脆去抢劫得了。东方玄烨，你不是要和你的救命恩人一起开医馆吗？哼，本王偏偏不让你们称心如意。东方玄霄向西门存人递了个眼色。我们反对傻子开医馆。大家将傻子赶出长安城。
一出可不跟他客气，抬起脚便向他胸腹踹去。打人了，官爷打人了！你们凭什么打人？他做错了什么事了？侍卫们气得不轻，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就要动手。易大人，保持冷静，千万不可落入他人圈套。你们都给我住手！易初大人乃是叶王的一等侍卫，乃是朝廷官员，你们可知袭击朝廷官员乃是死罪？我看你们一个个是不想活了吧？你们是叶王府的侍卫吧？光天化日之下欺负百姓，成何体统？小王爷，您可要为我等做主啊！我们好心代表百姓前来抗议傻子开医馆，哪知道竟然让人将我给打了！哎呦，可疼死我了！可怜我上有70老母。小女子江艳柔拜见长公主，拜见萧王爷、公主、王爷，你们可要为草民做主啊！楚长欢一介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败坏家风的傻子，却要在长安城开医馆，祸害百姓。若是传出去，岂不是丢我大荣国的颜面？我等实在看不下去，只好前来阻止。若真让这医馆开下去，岂不是败坏我等大家闺秀的名声？以后我们这些名门闺秀的脸往哪儿搁？我们还如何嫁人？还请公主为我等百姓做主啊！本公主身为大荣国长公主，自然要为百姓做主。楚长欢，你看百姓都反对你开医馆，害怕你祸害百姓。本公主认为你这医馆还是不要开了，否则引起民愤可就不好了。唉，本尊正愁找不到借口搞事呢。楚长欢，你还真是本尊的福星呢。可是为何他们没有打起来啊？是继续等呢，还是现在就动手呢？公主殿下说的有理，不过小女子有些疑问想请教公主殿下。敢问公主殿下，医馆之所以存在，其目的何在？自然是治病救人，要不为何叫医馆？敢问公主殿下，大家为何不让我开医馆？一介傻子开医馆，不是丢大家闺秀的脸，丢我大荣国的脸吗？以后传出去，我大荣国颜面何在？大家担心的无外乎是怕我痴傻，将好好的人给治死了。这样吧，我是否痴傻，大家一试便知。你们可出对联，出术数，出诗文来试试我到底傻不傻。若是证明我不傻，你们便没有理由阻止我开医馆。好，本公主答应你。他伸出纤纤玉指，指向楚若雪。就你了，听闻你在长安城一向富有才名，你来和他比试，千万别给本公主丢脸呀。楚大夫，他们可有对你做了什么？告诉本官，不要怕，本官来帮你报官作证。那些寻衅滋事之人，本官一个都不会放过。哼，沈公子您来的正好，他们认为我是傻子，不该在长安城开医馆。我这样和他们做事比试，看看我到底傻不傻。这样，烦请沈状元来给大家做个见证，并烦请帮忙记录，将比试结果贴在医馆外墙公布于众。好，拿纸和笔来。沈兰舟施施然地坐来。准备好了，开始吧。我们以那棵大树为题，各吟诗一首吧。楚若雪，你先来，以半炷香时间为限，超时未答出者，或者诗文逊色者为败。半炷香时间很快便过去了，楚若雪憋得俏脸通红，结果连个屁都没能放出来。好了，时间到，楚若雪，你没做出来。我没做出来，难道你就能做出来？你何不做出来，让大家看看？说是你也做不出来，不是和我一样吗？1片2片3、4片。切，就这我也会。这是什么鬼诗文呐？4片5片6、7片8片9片无数片，飞入草丛皆不见。好诗，好诗，真乃好诗，
简洁明了，意境完美，令在下佩服。此次比试，判楚长欢胜出。楚大夫，不知小女子能否和你比试一下？大荣国第一才女慕容婉晴，竟然是她！小女子慕容婉晴，想要见识一下楚姑娘的才情，还请不吝赐教。慕容姑娘幸会，还请不吝赐教。哎，两位美人且慢比试，待本王先将面前的事宣布一下。刚才的比试，燃香燃烧不到1/4，本王宣布，楚长欢胜出，楚若雪落败。大家觉得楚长欢傻，还是楚若雪傻呀？楚若雪傻。两位美人，请问你们打算比试什么呀？有本王为你们作证，沈大才子为你们评判，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比吧。楚姑娘，我刚才替你作诗，觉得你极有才情，我们不如还是比试作诗，不知你意下如何？当然没问题。慕容小姐您先请，以什么题材作诗？你来出便是。我们便以天上明月为题，各自作诗一首，楚姑娘意下如何？没问题，慕容姑娘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长欢此时如遭雷击，他竟然也是那个世界的穿越者。楚姑娘，该你了，请。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竟然长短一样，这要如何评判？沈兰舟看了看燃香，妙啊！这首诗和刚才慕容姑娘所做的诗相比，竟然不相上下，实在是妙极啊！两位诗情才艺不分上下，做的诗都乃千古绝唱。本公子宣布，慕容婉晴和楚长欢的此次比试不分胜负，乃是平手。欢欢，我早就怀疑你是那里来的人，今日一见，果真如此。见到你，我好开心啊！慕容姑娘，你先别激动，我们借一步说话。欢欢，我终于见到老乡了，我好高兴，你知道吗？我从那个地方过来时还在上小学，记得诗文也不多。后来病得越来越重，有一天突然痛得昏死过去，身体一下子变得很轻很轻，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再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婴儿，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欢欢，听闻你凭一根银针便让战神王爷起死回生，而且听你谈吐举止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你是不是懂得医术？你是多大年纪穿过来的？婉晴，你先告诉我，你和昭华公主是什么关系啊？欢欢，我是她表妹，当今江贵妃是我母亲的亲姐姐，我本不想来的，昭华非要让我过来闹事，阻止你开医馆。以前我听闻你凭几根银针便治好叶王的病，便对你十分好奇，我一直都想来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还有一种，老乡见老乡，两眼冒凶光。欢欢，我并不想对你如何，我也没有任何恶意。其实我能背的诗文并不多，也只能糊弄这个世界的人。原本我并不想暴露自己，可我不想待在家里，想去国子监上学，打发无聊的时间，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美男子。我绞尽脑汁想出几首诗来，却被他们奉为大荣第一才女，你说可笑不可笑？为了看美男去国子监上学，长欢嘴角抽了抽，不由满头黑线。欢欢，你快告诉我，你从哪个地方来的？是个什么情况？其实
我不太记得前世的事，毕竟我以前痴痴傻傻，什么都不懂。我只是陆陆续续记起前世的一些片段，但是并不多，也不知从何说起。你既然不记得了，你是如何懂得针灸之术的？陪葬业死而复生后，脑袋里边出现了一些东西，包括那些诗文，总之我也说不清楚。不过能认识你挺开心的，毕竟多一个朋友不是什么坏事，更何况是像你一样这么优秀的女孩。我这人待人比较真诚，只要别人不主动害我，我便不会主动害人。当然，若是别人害我，我定会全力反抗。欢欢，谢谢你，在我眼中，你真的很优秀。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换成别的女人，早就一根白绫吊死了自己。而你凭一己之力救活夜王，还能自立自强开个医馆，你比这个世界的任何女子都强。你和她们真的不一样，不像我，明明不喜欢娃娃亲对象，嫌弃他还未娶正妻，便已纳了一堆小妾通房，却又不得不屈服于这个世界的礼数规则，不敢反抗。我是真的很没用。我那是没有办法，谁不想被父母庇护锦衣玉食呢？毕竟许多事情不能两全。你家条件那么好，可不好好享受生活，实在不行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来也是可以的。我真的可以吗？欢欢，以后我还能来找你聊天吗？你放心，我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的，这件事我俩知道就行了。当然可以啊，随时欢迎你来楚府做客，外面还等着我呢，我们先出去吧。萧王爷，你不是也反对长欢开医馆吗？还污蔑他是个傻子，你现在还认为他傻吗？不如你来和他比试比试，如何？听闻你乃大荣国最有才情的王子，琴棋书画诗文对联文章样样精通，今日就让我等开开眼界，不知你敢不敢应战？你不会当那缩头乌龟不敢应战吧？哎呦嘿，真是个孬种。本王便来试试，传说中的傻子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楚长欢，你莫不是被本王退了婚，从而怀恨在心，想要打击报复吧？这样做未免也太卑鄙了些。就算你绞尽脑汁，也不是本王的对手。本王劝你还是乖乖放弃的好，免得楚将军府18代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钱襄王爷您太客气了，听闻您娶了几十房妾室，天天在后院争风吃醋，打架斗殴，闹得鸡犬不宁，我逃跑还来不及呢，又怎会怀恨在心呢？长欢真心感谢王爷不娶之恩，大恩大德没齿难忘，我谢谢您全家。笑得本王肚子疼，花王这个称号太符合萧王您高大光辉的形象了。听说您最近又盯上了寻芳阁的某个头牌，不知是否打算娶回家，参加后院的打架斗殴啊？完颜查查，你不要太过分了。瞪什么瞪？眼睛瞪这么大，你是癞蛤蟆吗？完颜查查，你能不能闭上你的乌鸦嘴？笑死本公主了。哼，当然不能。小花儿，比试还继续吧。纸尿裤，萧王爷开始吧，作诗还是做对联，你来选。本王大人有大量，不和你一般见识。作诗还是做对联，你先说。若是你做不出来，你这医馆便不必开了。钱襄王爷，我们来比试做对联如何？我不太擅长对联，还请王爷手下留情。别磨磨蹭蹭了，赶紧出上联。你若不擅长对联，大可放弃认输，关门大吉。纸尿裤，萧王爷，您且听着啊，我便以前面的望江楼为题做出上联，还请王爷对出下联。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人群中，那双妖邪的紫眸一瞬不瞬地盯着姿态悠然的少女。
一颗心为他疯狂地悸动着，那是从来未曾有的感觉。萧王爷，该您出下联了，请吧。东方玄霄心里暗恨，恨不得尿遁算了。此乃绝对啊，真乃千古绝对啊！楚长欢，我真是太佩服你了。你这哪里是傻子，你分明是惊才绝艳的才女啊！就算是大荣国第一才女也不为过啊！沈兰州这个新科状元一锤定音，从此以后，楚长欢大荣国第一才女的美名因此而流传开来。啊，楚姑娘，您这对联儿做的真是太好了，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哦，忘了介绍，在下是这望江楼的老板蒋西城。敢问楚姑娘，您这上联儿能让我贴在望江楼的外墙，让食客们应对吗？我觉得啊，这定会让望江楼名扬天下呀。楚姑娘，以后您来望江楼，本店给您5折特惠。感谢蒋老板抬举，您若喜欢，请便就是。真是太感谢您了，咱们是邻居，以后有空啊，常来酒楼做客啊。花王，轮到你了哟，赶紧出下联吧，这香都要快燃了一半了，你怎么还没做出来啊？哎呀，不会是做不出来吧？你承认自己是个草包，有那么难吗？群芳阁，赏群芳，群芳阁中赏群芳，群芳销魂，阁中销魂。哼，怎么样，本王到底还是做出来了。哎呀，不愧是草包花王啊，真是癞蛤蟆跳到脚背上，哪里来的脸？您的脸皮之厚，让本王佩服的五体投地。估计你老爹听到这对联都要被你给气的从棺材里爬出来呢。本王做的才是绝对，这次比试本王胜出还是他胜出？从意境而言，楚长欢做的上联意境高远，对仗工整，堪称千古绝对。至于萧王您的下联，实在低俗不堪，难登大雅之堂。本公子宣布，此次比试楚长欢胜出。哼，就算你能作诗作对，那又如何？你了解医理吗？知道什么是医术吗？若是不知，你这医馆便不能开张。于神医来了。昭华公主对她暗暗使了个眼色。这个医馆每天只有上午接待5人，且最低诊金5万两白银起，这哪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呢？分明是丧心病狂、疯狂敛财呀！若让这种医馆存在下去，便是伤风败俗、道德沦丧。所以本神医认为，这种医馆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是关门大吉的好。于神医还真是我等晚辈的楷模呀，令晚辈佩服之至。哼，你要自知之明就好，你这医馆违背医道医德是不能开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本神医建议你还是待在后院相夫教子的好。于神医开口闭口便说我不懂医理，武断我是个傻子。敢问于神医，你可曾看着我长大？你可曾知我有无奇遇恢复过神智，学过医术？做大夫最讲究的便是望闻问切的实话实说，否则便是庸医误人。于神医，您既然被称为神医，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难道是个徒有其表的庸医？你既说你懂得医理，那本神医便问你一些医理常识。你若能答出来也就罢了，若是答不出来，你这医馆还是趁早关门大吉吧。那就请于神医提问吧。长欢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将丑话说在前头。我若是答出于神医的提问，便请于神医不要再干涉我开医馆。楚长欢，本神医也不为难你，
只问你一些最简单的医术常识。人之五脏六腑指的是什么？五脏指的是心、肺、脾、肝、肾，六腑指的是胃、胆、三焦、膀胱、大肠、小肠。五脏六腑乃是人体内脏器官的统称。自然中存在五大邪气，最易令人生病。有哪五大邪气？所谓五大邪气，乃指风邪、湿邪、暑邪、燥邪、火邪六淫中致病季节性最强的邪气，指的乃是暑邪。东方玄烨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急匆匆地从皇宫赶过来。当他赶到现场时，看到的便是少女那顾盼生辉、光芒四射的俏丽模样。他深深地望着心爱的姑娘，一颗心为她疯狂地悸动着，眼底充满无限温柔和宠溺，都是他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深情。小欢欢，本王也想嫁给你，当你的小娇妻。你实在是太让本王惊艳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先考虑考虑本王如何？死渣渣，皮痒痒了是吧？想不想吃拳头啊？一边玩去。好嘞。于神医，楚长欢回答的没错吧？就算他答出来又如何？他会为人治病吗？空有一点皮毛知识，没有实际治病经验，又有什么用啊？所以这医馆还是不能开。谁说他空有一点皮毛知识，没有治病经验了？于神医，你是不是老眼昏花、老糊涂了，对本王视而不见？本王看你这神医的名号，名不副实，你不能再用了。于某见过王爷，就算王爷的病由他治好，也不能说明他医术如何了得。一个病人说明不了什么的。那本将军呢？本将军能证明他高超的医术吗？爷爷，您可来了。今日姐姐开张医馆，好多坏人跑来欺负姐姐，不让姐姐开张医馆。哪怕姐姐比试吟诗作对胜出了，答出于神医的所有问题也不行，你快帮帮她吧，姐姐太可怜了。爷爷，您不在家好好休息，跑这里干什么呀？爷爷，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来阻止妹妹开医馆的？她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开医馆确实会为楚将军府蒙羞。楚老将军沉着脸，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我孙女楚长欢不但治好了叶王的病，让他起死回生恢复如常，还让我这个即将躺进棺材苟延残喘的糟老头子重新站起来，一顿能干上3大碗饭。你们竟阻止他开医馆，试问这天底下还有谁像我孙女一样做到这些？是你吗？楚老爷爷，就是这个奸诈恶毒出尔反尔的狗屁神医反对小花儿开医馆的。他起初答应小花儿，只要回答出他提的医理问题，便答应让他开医馆。结果您猜怎么着？小花儿将他的问题一字不差答出来，他又出尔反尔吹毛求疵，说他只懂皮毛不懂医术，没给病人治过病。哼，糟老头子坏得很，出尔反尔小人行径。叶王爷不算人吗？楚老爷爷您不算人吗？你们2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他眼前，他偏偏装瞎视而不见，这不是坏是什么？简直坏得流油，卑鄙无耻下流！你这个黄口小儿，你休要胡言乱语！这么多人盯着呢，你这个死老头子还想赖账？王爷哥哥哪有胡言乱语啊？就是你反对我姐姐开医馆的，我们大家都可以作证。你是坏人，不配拥有神医称号，你赶紧将神医称号还给大家。乖孙女儿，医馆尽管开就是了，若出现任何问题，我糟老头子来承担所有责任。还有本王，也是楚长欢最坚强的后盾。楚长欢乃是皇上赐婚，本王名正言顺的王妃，以后谁若再欺负他，便是与本王作对，本王绝不轻饶。楚老将军，叶王爷，就算你2人能为楚长欢作证，
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他年纪不大，只不过治了2个病人，而医术重在积累，没有10年8年的经验积累，谁敢开医馆呢？正在此时，于神医在何处？快快救救我弟弟！快快救救我弟弟！她不是纳兰家的女儿纳兰琉璃吗？她弟弟叫纳兰锦堂来着。他没了呼吸，也没了心跳，已经没救了，抬回去好好安葬吧。于神医，求求您再救救我弟弟吧，可怜他才8岁啊！求求您想办法救救他，小女子愿意当牛做马，不要任何名分，终身服侍您。唉，不是老夫不想救他，而是他已气绝身亡，老夫也没有办法呀。你先让到一边，我来试着救救他。张欢双手按在小男孩胸口，使劲地按压起来，为他做起了心脏复苏救援。无知小儿，你以为你做出这些奇怪的举动便能将他救活？真是天真呐！老朽倒要看看你待会儿如何给大家交代。交代你老母啊！闭嘴吧，老神棍！终于，小男孩剧烈的咳嗽一声，缓缓睁开一双略带暗淡的黑漆漆的眼睛。弟弟，我的弟弟，你终于醒了，可吓死姐姐了！姐姐，对不起，又让你为我担心了。下次我再也不去江边了。于神医瞪着苏醒过来的小男孩，脚底抹油，夹着尾巴迅速逃走了。东方玄霄和昭华公主见势不对，也气恨恨地跑了。感谢楚神医救活我弟弟，大恩大德，琉璃没齿难忘。从此以后，纳兰琉璃愿意为奴为婢，当牛做马报答您。只是琉璃一贫如洗，您规定的诊金恐难支付，恳请楚神医收下纳兰琉璃为婢，让纳兰琉璃有机会报答恩人。琉璃姐姐是吧？千万别这么客气，举手之劳而已。你先带你弟弟回去，让他好好休息几日，待会儿我会为他开张调理的药方给你带回去的。此药需要煎服，2、3日后他便能恢复如初。恰逢我家医馆今日开张，你弟弟的诊金就免了。谢谢楚神医，谢谢楚神医。他日等我弟弟好转，纳兰琉璃定会来医馆兑现承诺，绝不食言。至此，长生医馆终于顺利开张。王爷，今日我们医馆顺利开张，我真的很高兴。我一定要好好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银子，让王爷您跟着我发家致富。小财迷，傻丫头，他和他合作哪里是为了银子，他是为了他这个人呢。小财迷，只要你开心就好，赚钱不赚钱的，本王其实并不在意。另外，若是经营中需要银子，本王随时都可以支援你，千万不要和本王客气。花款，本王其实想告诉你，那怎么行？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若总是赔本，我怎么对得起你投入的那么多的银子啊？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控制的商铺是打算做什么的吗？王爷，请跟我来。欢欢，这是什么？王爷，这便是我除了开医馆外即将要做的生意。这是什么点心啊？做的可真好看，不知吃起来味道如何？这不是点心，这是香皂，用来洗脸、洗澡、洗手的香皂。王爷，这个沐浴很好用的。本王就在这里沐浴啊，这不太好吧？要不等晚上再说。我说你在想啥呢？我只是请你过来试用香皂，又不是让你在这儿当众沐浴。不是你说用来沐浴的吗？王爷，我先慢慢做一些出来存着备用，等找个契机再慢慢的打开销路。你现在明白为何咱们医馆只开放半天了吧？我不想那么累。
还想着做点别的赚钱的生意。王爷，您觉得这个生意会怎样？宦官，你想做什么便去做，本王定会无条件支持你。另外，这些东西如何定价，如何销售，你来决定就好。需要本王帮忙时，你只需要说一声，本王定会帮你安排好一切，包括购买原料、安排操作人手，甚至于后面的销售等等。有些事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来指挥就好。本王不想让你太累，太辛苦了。好的嘞，谢谢王爷。后面等我需要你帮助时，是不会和你客气的。当日傍晚，王爷，我觉得我一边开高端医馆一边卖香皂，绝对能够赚大钱。其实呢，我也想过开餐馆来着，只是开餐馆太累人，操心的事太多。我想来点赚钱快的，比如高端医馆、美肤香皂之类的。以后若想做点别的，我再考虑考虑。他深深望着他，暗自庆幸自己先发现了他的好。他几次想要张嘴，却又欲言又止，看上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王爷，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没发烧啊。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有什么心事？你不会是在担心我们的医馆没有生意吧？你放心好了，我开的乃是专门针对疑难杂症的高端医馆。不要看现在病人少，但是生意绝对不会差的，你要对我有信心。宦官，明日一早，本王便要启程前往边城。边城出了点事，本王要去处理一下。多则月余，少则10来日便能回来。本王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要太过操劳。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您就放心去忙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倒是你，要杀你的人那么多，此次前去会不会有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呢，千万不要上当受骗被人拐跑了。对了，我前几日调制了一些迷药，你带在路上防身用。只有不长眼的阿猫阿狗想害你，你就拿出这个将他迷晕，免得费力气打架。张欢生怕他遇到危险，拉着他的手来到房间。王爷，这些迷药分成无数小包，只要1小包便能迷倒一片人，药效大概能够管2个时辰，药效过后就能自动恢复。你用的时候千万小心，别还未迷倒敌人，先将自己给迷晕了。在你眼中，本王是那么迷糊的人吗？这包是解药，也分成无数小包，用水调服便能解开迷药。是药3分毒，解药不能轻易使用，您千万要记清楚啊，2种药别用反了。宦官，本王心怨你2个字还未说出口，一初和丁香各自抱着一大堆信走了进来。王爷日理万机，竟然收到这么多信，够你忙一顿的了。无聊的人尽写些无聊的东西，一初都拿出去扔了，免得浪费本王时间。王爷，这信是给小姐的，不是您的。今日长生医馆开张，许多年轻人对楚大夫十分仰慕。今日下午，不少人成群结队前来给他送信送礼物，说是仰慕他的医术和才情。楚神医你好，我乃宋知府家的嫡3子宋知官，年龄16，尚未婚娶，因仰慕您的医术和才华，不知能否与您见上一面，畅谈人生。在下对你一见钟情，绝不嫌弃你被楚将军府逐出家门之事，亦会说服家父接纳你。丁香，将这些信都拿去烧了，以后若还有类似信件，不用呈上来给我看，直接烧掉即可。至于那些收到的礼物，你们都拿去分了吧。以后还有这种礼物呢，也不用拿给我，你们直接处理就好。东方玄烨明显松了口气，天色完全黑了下来，东方玄烨才依依不舍地告辞离去。王爷，您可是在为边城担心？属下已安排好一切，明早一早便可出发。只是暂时联系不到静婷，只有等我们过去后才知道那边的情况。一初，若是喜欢一个人，又不能在一起，该当如何？
王爷可是担心，万一真娶了楚大夫，会对他不利。王爷不是早就娶过她了吗？虽是姻亲，但姻亲也是成亲啊。您不但未将他克死，还和他一起死而复生，属下倒是觉得，王爷，属下倒是觉得，他和您一定互为福星。毕竟楚大夫以前不也被人们称为灾星吗？皇上为您二人指婚，他不但未将您克死，还让您死而复生，恢复如常，可见他乃是您一生一世的良人。一生一世的良人。这样说来，本王就算娶了她，也不会克死她。东方玄烨终于解开心结，露出开心的笑容。他决定去边城回来，便向他表白心意。3日后，楚神医，感谢您救了我弟弟，我愿意当您的婢女，终身服侍您，不要任何工钱。当婢女倒是不必，你可愿意到长生医馆帮工，工钱照算。楚神医，我怎么好意思要工钱，我免费帮工就行了。你来帮工，必须给你工钱的。另外，医馆所有帮忙之人年底都会分些红利。我听闻你和弟弟相依为命，你弟弟马上要上学堂，你没有收入，如何供他上学养他？还有，你也要攒嫁妆不是？总不能让你白忙活一场啊。如此，便谢谢楚神医，以后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你的期望。你我并非主仆，你不必如此客气，只要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我们大家之间平时以姐妹相称便是。东方玄烨离开后的第4日上午，长生医馆迎来了第1位病人。在下水月山庄庄主水莲山，敢问姑娘可是楚长欢楚神医？小女子便是楚长欢，神医不敢当，您叫我楚大夫就好。敢问这位公子乃是什么症状？大概多久了？平时都有些什么异常表现？3、4年前，他突然喜欢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灯芯、草纸等等。我们开始都没在意，未曾料想后来情况竟越来越严重。我儿不但时不时腹部绞痛、呕吐、呼吸困难，还经常晕倒昏厥。在下请遍名医，我儿服用无数汤药，不但未能治好他的病症，病情还越来越严重。水莲山见长欢观察得十分仔细。楚大夫，我儿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他可还有救啊？水庄主，您家公子这是被寄生虫感染了，且病情拖得时间太长，已经引发了许多并发症，虽然还有救，但是需要一些时日。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儿终于有救了。楚大夫，我儿完全治好，大概需要多少诊金？还请您开个价。一共10万两白银，包含所有费用。3日内您先付5成定金，待你家公子康复后支付剩下的诊金即可。好的，没问题，一切按照您说的办。非常感谢楚大夫，真是太谢谢您了。水莲山庄主取出一大叠银票。非常感谢楚大夫，让小儿有了活命的机会。这是定金，余下的后面结算。谢谢水庄主，那我就不客气了。话又说回来，若是小公子的病没有起色，会将定金全额退还给您的。楚大夫，你这样一说，我有些害怕呀。小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只是说一种可能。水庄主您放心，您家公子没问题的，他这个病不是绝症，我能治好他。长欢刚刚忙活完，医馆中又走进来一个人。楚神医，主人最近身体不太好，特意备上定金，请您过去为他治病。这是40万两银票，主人说待您帮他治好，便将剩下的20万两送过来。外面已经备好马车，主人吩咐只能请您一人前往，不可带其他人。小野猫，你来了。您这是狂欢了多少个日夜？为何如此憔悴？
本尊名叫青川，以后你可以叫本尊青川。这个名字是你我之间的秘密，不准告诉任何人。记住，是任何人，包括东方玄烨那个王八蛋。你叫傅子义也好，叫青川也罢，你是群芳阁的头牌也好，是皇子王孙也罢，和我都没有半点关系。在我眼中，你只是我的病人，你出钱我治病，如此而已啊。大人啊，您千万别指望我帮您保守什么秘密，我这个人八卦的要命，一点都管不住自己的嘴，还喜欢到处讲别人坏话，真的很抱歉啊，让您失望了。算你狠，真让本尊服气。反正本尊不管，本尊对你说过的秘密，不许你讲出去。若被本尊发现你传了出去，本尊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千宠大人，算你狠，你不是要治病吗？到底还治不治？再不治我可要走了。本尊叫青川，不叫青虫，你给本尊记清楚了，再叫错，小心本尊砍了你的脑袋。记住了，大人您叫青虫不叫青川，反正以后我和别人八卦的时候就这么叫您，青虫大人。嘿嘿嘿。随你便吧，爱怎么叫怎么叫，真是比驴还蠢。不知道你是如何当上神医的，连本尊的名字都记不住。小野猫，你打算如何帮本尊治病啊？敢问青虫大人，您现在有什么症状？以前中过什么毒？平时又有什么表现？之前我问您的时候，您遮遮掩掩，并未告知我实情。如今我既已决定帮您治病，还请您知无不言，不要保留，否则我只能遗憾地放弃您这个病人了。大胆，竟敢亵渎尊上大名，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他自己告诉我他叫青虫的，难道我说错了吗？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动不动就要死要活，喊打喊杀的威胁，这样做和江湖上杀人放火的强盗有什么两样？有病就要治，吞吞吐吐藏藏掖掖的，还如何治病？抱歉，这病我治不了，你们爱谁谁吧。楚长欢，你给我站住！我们付了定金，你不能走的。哼，定金还给你们就是，不就是40万两银子吗？本小姐还不稀罕。霓裳，向小野猫道歉。楚神医，对不起，刚才是我太鲁莽了，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留下来为主人治病。关于主人的病情，我们其实也有难言之隐，不过……小野猫，乖了，不要生气了，回来为本尊治病吧。本尊头痛的受不了，你再不为本尊治病，就快见不到本尊了。青虫大人，请说吧，越详细越好，否则大罗神仙也没法为您治病。主人年幼时曾中过一种名为百媚的蛊毒，此后每月15日子夜之时，蛊毒都会发作一次。每当这个时候，在蛊毒作用下，主人都会生不如死，如同凌迟般痛苦，其身体也会变回少年时的模样。待蛊毒发作完毕，主人方能恢复如常。还请楚神医想想办法，看能否帮主人根治此毒。青虫大人发作前后都会头痛，可见那蛊毒一直寄生在头部。可我记得他身体也会痛，难道那蛊毒会全身游走不成？若是蛰伏在一处还好办些，倘若全身游走可就难办了。小野猫，可有办法帮本尊清除蛊毒？本尊日日受那蛊毒之苦，生不如死。青虫大人，你是说每到月圆之夜，蛊毒便会躁动发作？难道月圆之夜乃是蛊毒繁殖期？若是如此，确实有些难办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帮你驱除蛊毒，不过这世上万物相生相克，只要找到该蛊的相克之物，我便能帮你将蛊毒给驱出来。我先失身帮您将蛊毒压制住，待我回去找到相克之物，再想办法帮您根治。小野猫，就按你说的办法办。若能帮本尊治好，本尊定当重谢。
重些倒是不必，只需将余下的银钱结清，不要对我喊打喊杀，威胁性命即可。青虫大人，你去床上躺下，我现在为你施针。独孤青川静静地躺在床上，长欢的银针才施了一半，独孤青川原本抽痛的头部竟神奇地缓解了下来。青虫大人，您感觉如何？若是难受，便告诉我一声。本尊的头痛似乎缓解了一些。长欢将手中的银针扎完。青虫大人，现在感觉怎么样？痛的话你就说一声。痛倒是不痛，本尊感到头部酸酸胀胀的，仿佛有一股热流四处奔走。原本昏沉抽痛的感觉现在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轻松而清明的感觉。小野猫，没想到扎针效果如此神奇，你真是令本尊刮目相看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我帮你疏通了经脉，疼痛感呢自然减轻。你先休息片刻，待会儿我再帮你取掉银针。好的，辛苦你了，小野猫。长欢手脚麻利地帮独孤青川拔去头上的银针。青虫大人，您现在感觉如何？说有不适一定要告诉我。本尊的头真不痛了，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今日的治疗已圆满结束，明日上午我再过来帮您扎针。您记得要好好休息。马车很快到达楚府的大门口。听闻楚将军府嫡女楚长欢原本痴傻愚钝，陪葬业却死而复生，性情大变。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呢？原来是被邪物入侵了。就是傻子变天才，这怎么可能嘛？原来此长欢也非彼长欢，早就换了心思。小姐，您终于回来了。你们走后门，门口来了这个臭道士，说是受楚家夫人所托前来为小姐驱邪的，还说什么小姐您被邪祟所侵，特意请了道士前来为您做法。小姐，这可如何是好啊？于墨、苏珏，麻烦你们将他撵走，若是赖着不走，便送官吧。年轻道士见长欢终于回来了，急忙抓起一把香灰向长欢兜头洒来。臭道士，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个神经病，你干什么？谁让你过来装神弄鬼的？赶紧滚，否则本小姐杀了你喂狗。道士，你再胡搅蛮缠，我们可要报官了。楚小姐，孙夫人委托在下前来为您驱邪，受人所托，众人之事。如今我已做完道法，今夜子时邪祟便能离体，在下告辞了。道士说完便捡了东西迅速离去。这些时日，长欢费尽心力查阅无数古医书，终于找到百媚之谷的相克药材。楚大夫，您不知道他这几日排出来许多密密麻麻的虫子，看得我和他娘几日都没吃下饭。他这几日都按照您给的药膳调理身体，也慢慢有了胃口。对了，他最近晚上睡觉也不磨牙了，胸腹也不怎么痛了，只是还有些咳血。您看接下来需要怎么治疗？寄生虫基本上已经排尽，我再帮他开5日的药，主要是帮他消除并发症，治疗胸腹痛及咳血的症状。这几日的药喝完，你按我给的药膳方子，让他继续吃上半个月，半个月后便可以慢慢食补了。今日我要帮他扎针治疗，需要连续扎针3日，明日后日的这个时候，麻烦您再带他过来扎针。好的，太感谢楚大夫了，您真是小儿的救命人。水庄主，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您付了诊费的，真的不用这么客气。窗外清风徐徐而来。青虫大人，恭喜您，蛊毒已经顺利排出，稍后我帮您取针。楚神医，主人体内的蛊毒真的都被排出来了，以后再也不会发作了。蛊毒都排出来，就算没有排出来，也被药给药死了。青虫大人以后再也不用遭受蛊毒之痛，一定要注意，这段时间不能熬夜受凉，不能吃生冷食物。好的，
我会记住的。楚神医，谢谢你。小野猫，谢谢你。青虫大人不必客气，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收了你的银子，自然会好好帮你治病。这几日记得将余下的银子结清一下。等会儿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后续身体若还有不适，记得找我复查。小野猫，剩下的银子，本尊待会儿就让霓裳拿给你。你能留下陪陪我吗？本尊想了解一下后续的注意事项，顺便了解一下蛊毒的后遗症。还有，本尊现在很难受，担心你离开后昏迷不醒。楚神医，这是剩下的30万两银票，麻烦你回去的时候带走。欢欢姐，你就是我心中的财神爷呀，我真是喜欢死你了。以后让我嫁给你吧，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肯定幸福死了。哼，你要嫁给他，本王怎么办？要嫁也是嫁本王，你嘛，靠边站。就你配得上我欢欢姐吗？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什么德行？好像你配得上他似的，长得跟癞蛤蟆精似的，你这辈子都嫁不出去。花孔雀，你嘴真欠，我嫁不出去也不会嫁给你。就算你想嫁给本王，本王还不娶呢，大夜里看着会做噩梦。花孔雀，你别太过分了。你才是花孔雀呢，你全家都是花孔雀。四儿回来了，今日国子监为何下学这么早啊？我们还未用午膳，你们正好一起吃。姐姐，夫子生病了，所以今天提前下学，我们已经用过午膳了。是不是之前的那个夫子叫什么来着？对，苏思远。他现在还为难你吗？苏夫子后来不知去了何处，现在教我的是林默生林夫子。林夫子为人怎么样啊？对你们严厉吗？林夫子人不错，非常有才学。他还说，听闻姐姐你是神医才女，改日想登门拜访你呢。姐姐最近有点忙，等有空再说吧。楚姑娘，昭华公主送来请帖，下个月请您去参加春日宴。我正想着如何推销香皂呢，这不就来了机会。于大哥，你知道这春日宴是个什么样的宴会吗？小欢欢，春日宴乃是长公主每年4月15日以皇家名义举行的宴会。至于宴会内容嘛，不外乎唱唱歌跳跳舞，吟诗作对斗才艺，整个宴会过程都会被记录下来公布于众。比如上次和你斗诗的第一才女慕容婉晴，就是在某次春日宴上出名的。据说她那次还和4大家族之一的赵公子闹掰了，说是看上了一个穷小子。啥？慕容婉晴？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另外，4大家族又是哪4大家族？4大家族自然是我们完颜家、沈兰州所在的沈家，慕容婉晴所在的慕容家，另外就是赵家，他的娃娃亲对象就是赵家的4公子赵四，但是赵四腿有点残疾，听说他看中了一个穷小子，回去后啊，便闹着和赵四退婚呢。他爹死活不同意，还将他关了1个月没让他出门，闹得长安城人尽皆知。春日宴除了长公主参加，还有别的皇家人参加吗？自然是有的，有时候太后或者江贵妃也会出来，和大家见见面聊聊天，凑凑热闹，但这种情况是极少的。本王跟你说啊，本王每年都被邀请去，不但能看美女吃美食，还能展示一下本王高超的射艺。本王每年的射艺都能拿第一，嘿嘿。王妈卖瓜，自卖自夸，瞧你那德行。你懂什么？你要不服，下次和本王比试比试射艺。哼，就怕你呀，连资格都没有。比就比，我怕你。那行啊，输了趴在地上学狗叫。完颜查查上下打量着常欢。我说小欢欢，你真的打算过去凑热闹？难道你想抛弃叶王，想相个如意郎君？你想别人干嘛呀？你直接想本王不就行了？本王今年18，尚未婚娶，玉树临风，帅气逼人。
本王就怕你呀，自惭形秽，担心配不上本王。不过呢，本王可以给你这个机会，怎么样？考虑一下。滚！早晨，小姐，不好了，长生医馆出事了。长生医馆能出什么事啊？也就看了那么2个病人，就算他们想搞事情也搞不出来啊。小姐，是真的出事了。一大早，医馆门口躺了个死人，还围了好多人，人们议论纷纷，说是长生医馆致死了人，还有人去报了官，连衙门的人都来了。于神医和几个老大夫也过来了，后来玄霄王爷路过此处也来了，大家要求长生医馆给大家一个交代，否则需让长生医馆关门大吉，还要让衙门治你的罪。官爷，本神医检查过了，此人胸口扎了不少银针，纵观整个长安城，只有长生医馆的楚大夫有银针术，别的医馆都没有，所以本神医觉得此事和长生医馆脱不了干系。楚长欢，你可知罪？你杀了人，现在跟我们去一趟衙门领罪吧。你这乃是故意杀人罪啊，结果不是被砍头，就是被绞死或者杖毙。这位大人，你只凭尸体胸口的几根银针便断定这个人是我杀的，请问大人，那银针是不是我的？这人的死亡时间是何时？其真正的死亡原因是什么？若有人栽赃陷害于我，请问那个人要不要送官问责？这人明明躺在你长生医馆门口，且胸口扎着银针，整个长安城除了你长生医馆用银针治病，哪儿还有别的医馆用银针治病啊？这银针不是你的，难道还是别人的不成？楚长欢，你草菅人命，故意杀人，这人明明就是你杀死的。哼，本王觉得于神医所言甚是，不要说整个长安城了，哪怕整个神州大陆，也没有人用银针为病人治病的。治死了就是治死了，还要强词夺理。依本王看，直接将杀人者送入衙门查办，该杀的杀，该杖毙的杖毙，哪来的那么多废话？这位大人，我刚才问的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呢，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将我带走，您觉得合适吗？这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您若是抓错了人，您觉得百姓能答应你吗？叶王又能答应你吗？本官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是被你用针扎死的，那难道你还想狡辩不成？敢问大人，这人是何时死在长安医馆门口的？哼，但这尸体是今日卯时被人发现在你医馆门口的，自是昨夜亥时至今日卯时死在这里的。大人，您知不知道我为人看病整计是5万两银子起步？你狼心狗肺，漫天要价儿，你这点破事儿谁不知晓？真是掉进钱眼里了，连丝毫的医德都没有。什么救死扶伤，心怀天下，你连满身铜锈味的商贩都不如，真是丢我等大夫的脸。那就是说，我收费以5万两白银起步之事，大家都是知道的。敢问于神医，你有医德，你高尚，你救死扶伤，心怀天下，你免费救治过多少病人，又为百姓做过多少善事？咱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敢问这位官差大人，地上的这具尸体衣着打扮如何？可是富贵之人，您觉得他有5万两银子吗？自然是穷苦之人。这就是了。您觉得他是能够付得起5万两银子的人吗？估计他连买个包子的钱都没有吧。您觉得我会为这种没有银子的人治病吗？长欢瞅了于神医一眼，蹲下身翻了翻死尸的衣衫，从他胸口抽出几根绣花针来。楚长欢，这可是物证，你不能乱动。于神医，你诬陷人是我杀的，不会连他是怎么被杀的都不让我知道吧？那我岂不是被你白白冤枉了？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我何时冤枉过你？你休要血口喷人。哦，你没有诬陷我，为何狗急跳墙呢？搞得我还以为这个人是你杀后想要栽赃陷害我呢。
难道我猜测的都是对的？大家请看，这乞丐身上扎的针可是女子用的绣花针。可不是女子用的绣花针吗？大家请看，我为人治病的银针乃是绣花针的3倍长，只有绣花针的1半粗细。你们觉得这绣花针会是我扎的吗？众人连连摇头。这人不是被绣花针扎死的，绣花针只是做做样子罢了。他不是被绣花针扎死的，还能是怎么死的？真是笑话。脸部肿胀扭曲变形，死时承受了极大的痛苦，皮肤颜色呈浓茶色，一看便是身中剧毒，嘴里残留着白色泡沫及毒药的气味，颜色为褐色，闻起来像是断肠草的气味。综合以上分析，这个人是被毒死的，而不是被绣花针扎死的。他的肠子定已变黑且粘连在一起，他是被人灌入断肠草后剧烈腹痛导致呼吸衰竭而死的。官爷若是不信，可以切开他的腹部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哪个泼皮无赖在长生医馆门前闹事啊？是不是嫉妒长生医馆，便捡了个死尸来栽赃陷害？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们这些下三滥的把戏，这种事儿本王见的也多了。本王今日非揪出幕后黑手不可。华王，老实交代，这事儿是不是你指使人干的？这事儿和本王有什么关系啊？本王路过此处，看见有人围观，便过来凑个热闹而已。难道这些看热闹的人都有问题？完颜查查，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如何证明不是你干的？就算不是你干的，这事儿也肯定和你脱不了干系。你不是也过来了？难道这事儿也和你脱不了干系？怎么回事？有人用死尸陷害长生医馆？卑职听说这里发生了命案，所以过来看看。听说此人被楚长欢给治死了，卑职正在了解情况。完颜小王爷，沈大哥，你们来了。这事真不是我干的，此人身上扎的绣花针不是我为病人治病的银针，况且此人并非被针扎死的，而是被人用断肠草毒死的。哼，于神医口口声声说这个人是我治死的，让官爷将我送官查办。他既然如此肯定此人的死定是和他脱不了干系，先被他毒死，再放在长生医馆门口栽赃陷害于我，否则他不会跳得那么欢。沈大人不妨将他带回衙门严加拷问，定会问出结果。楚长欢，你休要血口喷人，老夫只是正常怀疑。我也是正常怀疑，谁让你处心积虑的总想害我的？你是那个跳得最欢的人，当然第一个必要怀疑你了。楚长欢，你休要胡说八道。这人的死和老夫又有什么关系呢？老夫不过看他可怜，过来主持公道罢了。若是没老夫什么事儿，老夫先走了。老神棍，干完坏事就想走，门都没有。先去衙门走一趟，将你杀人陷害楚长欢的经过讲一遍再说。放开老夫，这人不是老夫杀的。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交给官府好好查办，不能污蔑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谁想设计陷害长欢，便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将于神医带去衙门审问，不得有半点闪失。你在衙门做事，理应有理有据，以理服人。人云亦云，要你们这些饭桶何用？若有下次，本官一定饶不了你。官威一急压死人，只好让人拉着尸体锁着于神医，灰溜溜的离去。楚大夫，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受惊了。这些人真是卑鄙下流无耻，整出这种下三滥之事来，恶心小欢欢。这于神棍一看就不是好人，沈兄，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受到严惩。他一定是眼红长生医馆的生意太好了。感谢二位前来两肋插刀，长欢感激不尽，请进去喝杯茶再走。沈大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傅姑娘了，
听说他最近身体很不好，不会有事吧？沈大哥，其实他身体已经没事了。前段时间他请我去帮他治病，我已经帮他治好救急，你不用再担心了。真的吗？他真的大好了？当然是真的，我怎么会骗你？他那个病拖了很多年，我给他扎针治好了，以后你都不用再担心他了，他活得好好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太好了，谢谢你，楚大夫，真是太感谢你了。沈大哥，你这么客气干什么？我收了他的银子，为他治病也是应该的，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的。应该的，应该的，他现在没事儿，我也就放心了。沈大哥，你这样对他牵肠挂肚，为他付出那么多，他知道吗？你对他一点都不了解，他也从未主动和你联系过。你把他想象的那么美好，万一他不是你想象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如果他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比如他看上去是个绝世美女，万一有一天你却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女人，而是个男人，你还会喜欢他吗？楚大夫，我自从对他惊鸿一瞥，便感觉自己像被雷劈了一样，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倩影，再也难以忘怀。我不会因他是子阳奴族，出身低贱，便瞧低了他。他小时候一定受过很多苦，否则身体不会这么差。沈兄，我听说本朝律法规定，大荣国官员不能娶子阳奴族女子为妻，否则便不得进朝为官。你若真娶了她，万一你爹将你逐出家门，会让你丢了乌纱帽，你会不会后悔莫及？只要能娶她为妻，哪怕被逐出家门，哪怕丢了这乌纱帽，哪怕万劫不复，我也心甘情愿，永不言悔。傍晚时分，你看上去活蹦乱跳，精神抖擞，比我还精神，哪像生病的样子？饭我就不吃了，帮你看完我就走。小野猫，本尊为了感谢你，请你用顿饭而已，你不会如此胆小，连饭都不敢吃吧？原来传说中的楚神医胆子竟然比老鼠还小，真是令本尊大失所望。还是说你觉得本尊是个卑鄙小人，会趁机暗算于你？难道本尊在你心目中竟如此不堪？常欢嘴角抽了抽，不再矫情，坐下来拿起筷子就开吃。小野猫，你吃饭的样子真可爱，本尊甚是喜欢。抱歉啊，您的喜好我可担当不起。你今天火气怎么这般大？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小野猫，你对本尊真好，还从来没有人像你对本尊这么好过。万一本尊喜欢上你了怎么办呢？我呢，是先收银子后治病，要是你没银子，我便不可能为你治病。所以你喜欢的不是我，而是你的银子，因为是银子救了你的命。你从何处知道这么多乱七八糟歪道理的？小野猫，本尊要离开长安城一段时间，你会不会想本尊呢？不管你会不会想本尊，本尊都会想你的。想你个大头鬼，想你怎么威胁我，欺负我弟弟吗？滚得越远越好，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了，我可不想看到你。小野猫，要不要考虑嫁给本尊啊？本尊一定会让你幸福的。你要银子，本尊给你；你要这天下，本尊便捧到你面前。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怕死，还想多活几年。若是哪天我们成为敌人，你会不会杀了本尊？我们又不存在利益冲突，怎会成为敌人？再说，我对打打杀杀没兴趣，时候不早了，就此别过。明日本尊便要离开长安城了，难道你没有什么话对本尊说的吗？我们之间只是大夫和病人的关系，我帮你治完病，关系随之结束。再见，我先回去了。死尸事件后的次日，常欢收到东方玄烨让人捎给他的信。禀告叶王妃，叶王说信件乃他亲手所写，东西也由他亲自为您挑选，您若不喜欢，
便写信告诉他，他再帮您挑些别的东西。过2日，卑职还要回边城，王妃若有东西捎给王爷，可转交卑职带给他。如此便麻烦大人了，等我准备好后，便让人拿给您。边城那边情况如何？奴族暴乱到底有没有被压制下来？王爷诸事可还顺利？禀告王妃，王爷过去之后，花了数日时间，才将奴族暴乱压制下来。如今情况已有所好转，您不必担心。送信将士匆匆忙忙离去。欢欢，这边诸事平安，一切顺利。待本王处理完边城之事，便回来见你。若有事，可去找沈兰舟或者完颜查查帮忙，照顾好自己，吃好睡好，切勿太累。等本王回来，勿念。我的天呀！你们看这是啥？叶王一个大男人，竟亲自去给欢欢买肚兜，还买了这么花里胡哨的肚兜。叶王也太贴心了吧！真是笑死我了。长欢看到花哨的肚兜，不由大窘，一把抢过来藏好。欢欢，叶王对你可真好，又是写信，又是买吃的，就是买穿的，就是买金银首饰，恨不得把自己送回来给你，太让人羡慕了。要不等他回来，你俩就把婚事给办了，免得夜长梦多，我把你抢走了。叶王对欢欢真的很贴心，我也同意欢欢和叶王赶紧将婚事给办了。不过小星星，等你治好伤疤，也让欢欢帮你找一位如意郎君如何啊？免得你老是打欢欢主意，万一哪天惹恼叶王被他剁了，就麻烦了。小星星半张脸和脑袋上还缠着绷带，伤疤还未治好呢。欢欢，你不要叶王了，要我好不好？我很乖很听话的。我可不敢耽误你，我怕被未来妹夫打得半身不遂。人家哪里有嫁人了？什么妹夫不妹夫的，羞死人了。哎呀，女大不中留，你们以后都是要嫁人的，到时候你们幸福甜蜜，我想让你们陪啊，你们都没时间来陪我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不离不弃，相互扶持，越来越幸福。接下来，长欢如同打了鸡血般，疯狂地为东方玄烨准备捎过去的东西。长欢将吃的东西准备好，又躲进房间写了一封信。这边一切安好，你在边城一定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你不在，我挺想你的，虽然担心你，却帮不上你什么忙。谢谢你为了我买了这么多东西，我很喜欢，我也为你准备了，等你早日平安归来，勿念。几日后，边城城府。王爷，如今奴族暴乱已被平定下来，那些领头之人也已绳之以法，斩首示众。边城的一切事宜也都已正常开展，铁矿也都重新开采，那些受了惊吓的百姓也得到了安抚。只是陆城那边似乎有些异动，不知卑职要不要派人过去看看。你派人去陆城看看，那边是怎么回事？戍守陆城的将领为何没有动静？陆城离这边太近，本王担心会受到这边影响。此事你需尽快前去查看，有问题来向本王禀报。是，卑职明白。静婷啊，等这边诸事处理的差不多了，本王便回长安城。本王会向皇上禀告，让你来做这边城首相。奴族管理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你切莫像武建一般，对他们太过残暴，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刘敬亭领命离去后，末将拜见王爷。启禀王爷，这是王妃让卑职捎给您的东西。于大人说，王妃为了给您准备这些东西，忙活了好几日。他又从怀里掏出2封信，一封是王妃写给您的，一封是于大人写给您的。东方玄烨急忙拿起长欢的信，展开信，纸上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熟悉的甜香。读着读着，俊脸上露出愉悦会心的笑容，两人的感情在相互来往的信件中逐渐升温。哥哥，
这不是叶哥哥的宅子吗？我们小时候多次来玩过的，这里何时变成楚长欢的医馆了？是不是他把叶哥哥的房子骗走了？不行，我得去找他算账，让他将房子还给叶哥哥。仙儿，长生医馆乃叶哥和长欢共同出资所开，叶哥也投入了银子的，这房子估计是叶哥租给长欢开医馆用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叶哥的事情他自己会做主，我们外人不必多管闲事。我们是他的亲人，可不是他的外人。听说长生医馆开张那日，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你当时过来，为何不喊我一起？仙儿，不是哥哥不告诉你，而是那日人山人海，你一个女孩子家家，我担心你过来会出事。哥哥，你骗人，你定是故意不叫我的。哼！他们刚刚走进楚府的2道门。抱歉抱歉，在下不是故意的。他仔细看了对方一眼。你不是医馆开张那日抱着弟弟前来救治的姑娘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啊？难道你弟弟身体还未好？纳兰琉璃见过沈公子，小女子现在在长安医馆帮工，弟弟也已大好，入了国子监学习，感谢沈公子关心。不客气，楚大夫人美心善，留你在此帮工，甚好甚好。楚大夫人呢？他在家吗？最近可有病人找他治病？楚大夫在配制草药，您过去找他便是。前几日有病人找过他治病，不过已经治好了。小女子这边去忙，沈公子您请便。哥哥，你到底走不走？和一个下人浪费时间干什么？仙儿，她不是下人，她是纳兰家的嫡女，也曾是大家闺秀。她父亲以前是朝廷官员，后来因一些事受到牵连入狱，而吊死在狱中。听说他被后娘虐待，带着弟弟搬出来另过，乃是个有骨气之人。哥哥，你和我讲这些做什么？这些事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你到底走不走？再不走，我可要走了。楚长欢，你过来一下，我有话问你。仙儿，你能不能不要太过分呢？有什么事儿等叶哥回来说不行吗？你若是不想待在这里，我马上送你回去好了，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啊？你是谁呀？你想问欢欢什么？本小姐问楚长欢，关你一个乞丐什么事？你给本小姐靠边站。沈仙儿，你说话客气点，她是我妹妹，可不是什么乞丐。楚长欢，我只问你一件事。楚大夫，对不起啊，仙儿被我惯坏了。仙儿，你够了，赶紧出去，有事等叶哥回来再说。仙儿姐姐，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楚长欢，你为何会住进叶哥哥的宅子？你老实交代，这宅子是不是你从叶哥哥那里骗来的？你做人怎能如此厚颜无耻？你说什么？这是东方玄烨的宅子？哼，要不然呢？难道是你的宅子？这宅子是当年我姑姑出嫁时，沈家给她的陪嫁，目前价值1000万两白银。你到底用了什么卑鄙手段，骗走叶哥哥的宅子？你若不老实交代，我绝不饶你。仙儿，你够了，赶紧随我离开，别再胡闹了。就算叶哥将宅子送给他，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需要你多管闲事瞎操心吗？沈香儿还在说什么，长欢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沈香儿何时被沈兰舟拽走的，他也不知道。东方玄烨，你怎么这么傻？你怎么能这么傻？谁是楚长欢？跟本官去一趟衙门，有人指控你杀人。我就是楚长欢，你们私闯民宅，所谓何事？什么合谋杀人？楚长欢，我等乃是府衙捕快，按照府衙规定行事。有人指控你杀了人，赶紧跟我们走一趟。有什么问题，到了府衙再说。长生医馆我们先封了，
等事情搞清楚才能开张。李捕头，楚府乃是叶王妃的住所，你们无凭无据，这样随便闯入抓人合适吗？若是叶王妃有个闪失，叶王怪罪下来，你们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于大人，有人指控楚长欢杀了人，在下只是例行公事，请他前去问询一番，不会刻意刁难。问清楚没事了，自然会放他回来，还请于大人不要为难在下办差。哈，李捕头，光凭你一句话便将叶王妃带走，在下认为实在不妥。你口口声声说叶王妃杀了人，请问你有何证据？李捕快立刻掏出2张供词，打开来展示给众人看。于神医状告楚长欢用乞丐试验草药，从而导致乞丐死亡，这张便是于神医画押的供词。这张乃是张三的供词，张三就是前去灌药的证人。张三手中有试验剩下的草药，我们已经验过，与死去乞丐腹中残留的草药一模一样。楚长欢，赶紧随我们走一趟吧，我们也只是办差的，请你不要为难我们，有什么事去了衙门再说。我并不认识什么张三李四，也从未给过任何人任何草药去找人试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李捕头，前2日有人用乞丐陷害叶王妃，叶王妃已经分析明白，此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乃是有人下毒毒死乞丐后嫁祸给他。再说，叶王妃绝对不会做出用活人试药这等阴损之事，能不能麻烦你告诉在下，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缘故？李捕头脸色变了变，将于墨和长欢偷偷叫到一边。卑职听闻此事，乃是宫里头有人压制下来，非要借此事来收拾叶王妃的。叶王妃今日一定是要去一趟府衙的，否则无法自证清白，我等也没法交差。请问大人，宫里头的那个到底是谁？能否透露一下？据说是某位娘娘给江知府施压，让他务必严查此事。另外，江知府乃是江贵妃亲戚，你们可是要当心一些。如今叶王不在，在下建议你们赶紧找人，能找多厉害的便找多厉害的，否则有些麻烦了。于大哥，你赶紧派人去通知完颜小王爷和沈公子，请他们到衙门一趟，不用告诉我爷爷，他身体不好，免得他老人家担心。我楚长欢没杀人，更没有拿人试药，就算去了衙门也不会承认此事的，更不会屈打成招，凭什么查封长生医馆？毒妇楚长欢，你可知罪？江大人，请问我何罪之有？还请江大人明示，免得我被冤枉了还不知道原因。楚长欢，你用乞丐试药，害得乞丐惨死，你真是丧心病狂，丧尽天良，枉为救死扶伤的大夫。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你这种人啊，理应凌迟处死，以儆效尤。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要如何狡辩呢？还请江大人严惩罪犯，绝不能让这种残害百姓之人活在世上，继续荼毒无辜百姓。张三，你把经过都交代一下，楚长欢是如何指使你用药去毒杀乞丐的，一定要说得清楚一些，让大家了解这其中来龙去脉。就在发现乞丐尸体前1日的下午酉时，他将小的叫到一边，塞了一锭银子给小的，让小的去找个乞丐来为他试药。他说这药不会让人致死，只是试试药性，看对方服药后有什么反应。因为他新配了一味药方，尚不知道药效。小的当时感觉很为难，表示不愿意去，他便威胁小的，说他是叶王的王妃，若小的不去，他便让小的以后吃不了兜着走。小的迫于他的淫威，只好随便在路上找了个乞丐，问乞丐是否愿意试药，若是愿意，便给他一些银子。乞丐收了银子，主动接过药灌了些下去，
小的万万没想到，乞丐服药后立刻倒地身亡，小的有罪，不该贪图钱财，还请大人责罚。编，继续编。你们狼狈为奸，串通一气，无中生有，还真能胡诌啊！你们真是畜生不如。拿活人试药，太残忍了。为了钱，真是丧尽天良啊！污蔑，这一切都是污蔑、陷害。哼，这一切都是有心之人的陷害。那日下午有时，本王就在楚府蹭饭，他连门都没出，如何指示这个混混王八蛋做坏事？江大人，于神棍与张三合谋陷害长欢，其行为卑鄙恶劣，一定要严惩这种龌龊小人。好东西，你为了害我，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活人试药如此阴损的诡计，你都能想得出来。看来你以前没少干这等断子绝孙之事。你这个毒妇，休要血口喷人！数息之间，挥舞的拳头残影便停下来，少女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在于神医的胸口。于老狗，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诋毁我、污蔑我、陷害我，我早就对你忍无可忍。今日只是给你一个教训，他日若还敢污蔑我、诋毁我、陷害我，我定会让你死无全尸。你我从未谋面，素不相识，你竟丧尽天良，在衙门大堂做伪证陷害于我。我楚长欢从不做亏心事，更不怕鬼敲门，活人试药更是莫须有的污蔑之词。此毒妇公然咆哮公堂，扰乱本官办案，当众殴打证人。来人呐，给本官将他抓起来，先打上30大板，以儆效尤。江大人，此事一看便是小人作祟，设计陷害楚长欢，还请大人明察。江大人，做官务必清正廉明，刚正不阿，能辨明是非曲直。咱们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还未弄清事情真相，便不问青红皂白，哭着喊着要责罚小欢欢。她可是叶王未过门的王妃，你公然与叶王作对，难道你就不怕叶王打击报复吗？哼，你们这是在指责本官不会做官吗？本官行事，何时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将楚长欢拖下去，杖责30。若是叶王追究，所有责任后果均由本官承担。姓江的王八蛋，你急着责罚长欢，是不是受贿得了什么好处？你连事情经过都未搞清楚，便要责罚他，你这官是怎么当的？哼，不会是花钱买来的吧？你这黄口小儿，给本官滚出去！哼，本王就不出去，你能拿本王怎么着？本王要留下来，看你是怎么死的。江大人，你若不问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折，便要责罚楚长欢，本官也会弹劾你，哪怕这头上的乌纱帽不要，本官也要告你到底。哼，你们要弹劾便弹劾，本官还怕你们不成？给本官抓住毒妇，往死里打！姑奶奶看谁敢上前，谁上前我就打死谁！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好好好，巾帼不让须眉，这是好样的。掩藏在何处？本官将楚长欢拿下，杖责50大板。任何骚扰本官断案之人，每人杖责20大板，一个也不放过。从大堂后面慢慢走出一个满脸横肉、身材魁梧的壮汉。属下燕苍得令。姓江的，你也太卑鄙了吧！竟然用衙门缉捕重犯的第一名捕燕苍来对付几个弱女子，他可是捕坏中的第一高手啊！哼，对待楚长欢这种罪大恶极的毒妇，燕苍不是正合适吗？燕苍，还不快快将楚长欢给本官抓起来打板子！江大人，楚长欢可是叶王未过门的王妃，你这样污蔑陷害，屈打成招，岂不是公然与叶王作对？哈哈哈哈！你这样一说，本官还真有点怕哟。都给本官上，死里打！完颜查查手都差点打骨折了，奈何燕苍铁塔般的身子纹丝不动。于墨、苏决率先扑上燕苍，三人一起从3个方位攻击。燕苍飞跃、闪避、反攻，一拳狠狠击在完颜查查面部，晕了过去。
花孔雀，你醒醒！花孔雀，你醒醒啊！不要再拍了，再拍，本王真被你拍死了。你们都退下，我来会会他。可是，燕苍，你身为大荣国第一名捕，本应去缉捕那些真正的犯人，却在明知我是被诬陷的情况下助纣为虐，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我忘了，你这种狗奴才怎么会有良心呢？楚长欢，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否则拳头无眼，我也不知会做出什么事儿来。砰的一声闷响，燕苍猝不及防之下，胸口挨了一脚。我的天，小欢欢何时变得如此强大了？太让本王惊讶了。片刻之后，燕苍的身上已经挂满了彩。燕苍，你也有今天啊！众衙役一起上，今日务必要将这毒妇绳之以法。长欢本来处于上风，被一群衙役围攻，顿时有些吃力，渐落下风。砰的一声闷响，燕苍趁机一掌击中长欢的背部，长欢终于不知，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正在这紧要关头，一道凌厉的刀光从大堂外越过众人的头顶，燕苍铁塔般的身躯如同破麻袋般倒飞出去，狼狈地摔倒在地。江知府看到眼前的情形，霎时吓得魂飞魄散。然而一把宝剑闪着寒光，呼啸着飞向他的心口，片刻之后便瞪着一双死鱼眼，头一歪，再也没有了动静。你回来。长欢咧开嘴想对他笑，却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欢欢，对不起，本王回来晚了，让你受苦了。欢欢，你的伤已经敷过药了，本王为你疗过伤。你胳膊受伤了，严重吗？去衙门的人都安全回来了吗？本王胳膊没事，只是轻伤，其他人都安全回来了，你无需担心。王爷，于沈毅和张三勾结陷害于我，乃有幕后之人撑腰。李捕头曾透露，是宫中某位娘娘指示。我想，那个人会不会是曾经想要杀你的江贵妃？无论是江知府、于沈毅、张三，还是欺负你的燕苍，本王一个都不会放过。至于江贵妃，本王正在收集证据，总有她罪有应得的那日。这些事本王都会处理的，你无需担心。这些日子你只需要好好养伤就行了。他紧紧拉着他的小手，眼圈通红，声音带着几分哽咽。欢欢，你不知道本王得知消息后有多焦心，生怕你。长欢想起自己对他朝思暮想，牵肠挂肚，今日却差点阴阳两隔，心里发酸，顿时泪流满面。欢欢，对不起，都是本王不好，让你受苦了。我没有受多大的苦，我只是想你了，很想很想很想你的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想。东方玄烨，请问你有没有想我？东方玄烨如遭雷击，一下子愣住了，他的心疯狂悸动着。东方玄烨俯过身来，猛地将他搂进怀中，紧紧地搂在怀中。欢欢，本王也想你了，很想很想很想你的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想。楚长欢，本王很想很想很想你，一日不见如隔十秋。东方玄烨望着朝思暮想的女孩，眼神炙热而专注。欢欢，本王心悦你。叶哥，我也心悦你，让我们在一起吧。欢欢，世人都说本王是灾星，说本王克妻克母，本王一直都不敢告诉你，本王心悦你，本王生怕克你，本王宁愿远远看着你幸福快乐就好，而不想伤害你。欢欢，你怕不怕
本王克你啊。叶哥，我也是世人眼中的灾星啊，你怕不怕我克你？我们都是灾星，刚好天生一对，谁也不用嫌弃谁，我们就不用再去祸害别人了，我们互相祸害好了。欢欢，本王怎么会怕你呢？本王喜欢你都来不及啊！你不嫌弃本王，真是太好了。你不知道，本王其实心悦你很久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本王也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也许是在关中醒来第一次被你强吻，也许是你为本王扎针，趁机吃本王豆腐，也许是你非要用嘴为本王喂药，趁机偷吻本王。人家哪有强吻你，哪有趁机吃你豆腐啊，哪有喂你药趁机偷吻你，就吃你豆腐怎么样啊？哼，谁让你长得这么好看的？欢欢，本王就喜欢你吃本王豆腐，强吻本王，还暗戳戳的偷窥本王。从此以后，本王心中全是你的影子，无时无刻不想着你。看见你喜欢吃的菜，本王便想送给你吃；看见你喜欢的东西，本王便忍不住想给你买；看见这世上的任何好东西，本王都想送到你面前。本王有什么心事，也想对你诉说。这些日子，本王一直在做思想斗争，患得患失，寝食难安。一方面担心告诉你被你拒绝，另一方面本王担心娶了你会克你。今日本王终于将心里话说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变轻松了。你不嫌弃本王，本王真的很开心。欢欢，你可不是什么灾星，在本王心中，你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女子，配得上世上最好的东西。本王想和你在一起，保护你，照顾你，宠你，让你幸福，每天看着你笑，和你一起慢慢变老。除了你，本王不会再娶任何女子，这一生本王守着你一个人就够了。等你再长大一些，本王便和你补办婚礼，可好？东方玄烨，你这个大傻瓜，难道你不知道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吗？东方玄烨，我觊觎你美色很久了，天天都想吃你豆腐，待我长发及腰，你别来娶我可好？四片唇瓣紧紧相贴，如同磁石般密不可分，并爆发出令人心颤的火花。他的吻无限柔情，带着他对她的全部思念和爱意，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时间仿佛停留在这美好的时刻，两情相悦的感觉真好。许久之后，他终于依依不舍地放开他。东方玄烨，我要在你唇上盖个章，你的人是我的，你的吻是我的，以后你的吻也罢，你的人也罢，都只能属于我一个人，否则我就不要你了。在他错愕的目光中，他费力地抬起头吻上他的唇，并在他的唇上重重咬了一口。本王答应你，你也一样，只能对本王一个人好，除了本王，不能再喜欢别的男人。他眸光一暗，趁机含住他的唇。这一次，他的吻如疾风暴雨般热烈而霸道，充满了强烈的占有欲，瞬间将他淹没在缠绵的海洋中。他小心地拖着他的背，不让他受伤的腰臀磕碰到。终于，他们依依不舍地放开彼此，深情地望着对方，相视一笑。你把我的医药箱拿来，我再帮你处理一下胳膊的伤。我受的伤只是外伤，敷几日药就没事了。你的伤口化脓感染了怎么办？本王真的没事，你先趴下休息啊。不要，你不让我帮你处理伤口，我就不趴下休息。东方玄烨望着他倔强的小脸，顿时无可奈何，只好乖乖将医药箱取过来。你这个大傻瓜，你伤口如此严重，都感染化脓了，你竟说是轻伤，万一发烧了怎么办？欢欢，不哭了不哭了啊！本王错了，下次有伤一定马上告诉你，免得你担心。去端一盆清水来，我帮你重新上药包扎。
东方玄烨乐颠颠的亲自去端来一盆清水。叶哥，你为何不在驿站休息一下再回来？你伤口化脓好严重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本王这么多日不见你，比过了100年还让人煎熬，哪里还会在驿站休息啊？若是本王真在驿站休息，还不知你会怎样。幸亏本王不眠不休地赶回来，否则本王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得要命。欢欢，你这个可爱的小妖精，一定将本王的魂勾走了，否则本王怎么会如此喜欢你，想念你，担心你呢？叶哥，你到底喜欢我哪里啊？哪里都喜欢，你的容貌，你的医术，你的谈吐，你坚强的模样，你脆弱的模样，就连你睡觉流口水的样子，本王都觉得可爱至极。叶哥，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骗过我？欢欢，本王没有骗过你，还要如何交代啊？臭叶哥，你找人布局，以30万两银子将这1000万宅子给卖给我，还说没有骗我。要不是沈仙儿过来告诉我说这宅子是你的，我还被蒙在鼓里，傻傻的以为天上真的掉下馅饼砸中我。这宅子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产业，你怎么能说卖就卖，如此败家啊？不行，我一定要还给你，还有200万两入股的银子我也要还给你。欢欢，这套宅子和200万两银子是本王送给你的聘礼，你若不收，本王会寝食难安，连做梦都担心你被人抢了去。我不是答应等你来娶我吗？你还担心什么？我总不能现在就嫁给你吧？我才15岁啊，不想这么早就嫁人生子，我还想搞几年事业赚点钱再出嫁。欢欢，本王愿意等你2年再嫁给本王，但是呢，本王只有将家当和财产都放在你那里才能安心。欢欢，这是本王库房的钥匙，一并交给你来打理。本王太忙了，没时间管理库房，里面有这些年本王积攒下来的财产，还有各种古董宝物等等，你想要什么自己去取就行了，不用指挥本王。另外，本王还有2个私人矿产，几片农庄，几块封地，都有专人打理，不用你操一点心。你只需要呢，每个月对账，查查银两数目就行。常欢瞬间无语。本王的人是你的，本王的家产是你的，本王的一切都是你的。其实你不用那么辛苦，只要做好本王的娇娇小王妃就行了。当然，你若喜欢开医馆做生意，便放手去做，本王定会全力支持你。臭叶哥，你这是要当甩手掌柜啊？我怎么觉得我落入了你精心布置的陷阱了呢？你不会把我卖了，我还再帮你数钱吧？你明白就好，你是本王的，以后是要和本王白头偕老一辈子的，反正你永远都别想逃走。一个小人儿突然从门外小跑进来。姐姐，我放学回来听说你被人打晕了，你有没有事啊？伤口严重吗？姐姐没事，这不是还能站在这里和你说话吗？次儿，今天上学开心吗？我上学挺好的，姐姐不用担心。姐姐，你真的没事吗？要不要扶你上床躺着呀？次儿，姐姐真的没事，你去休息一下，看看书，待会儿准备晚膳哦。哼，夫君，你今日很放得开啊，颠覆了你平日高大威猛的光辉形象，不过真的好可爱，我太喜欢了。你喜欢吗？我从来未曾如此放纵过自己，这种感觉新奇而又有趣，和你大婚的感觉如此幸福，这种美妙的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阿叶，我很喜欢这样的你，你怎样我都喜欢。我喜欢你高冷傲娇的模样，喜欢你严肃冷硬的模样，喜欢你孩子气活泼开朗的模样，更喜欢你喜欢我的模样。欢欢，你终于成了我的妻，我爱你。今日是我此生最幸福的日子，
我从未如此开心幸福过。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让我体验到了爱和被爱的感觉。阿叶，我爱你，余生让我们一起经营幸福。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红烛高照，如梦似幻，比翼连枝，缱绻缠绵。洞房花烛夜，人生最浪漫时刻，他们甜蜜拥吻在一起，快乐奔赴幸福的爱河，云雨成烟，春色撩人。